亦非自在。善男子以是义故呢，名事无量。有4个，无量。有言非自在，自在非言，亦言亦自在，非言非自在。4个内容呢，都不同。那么迦叶白佛言：如是如是，如圣教。颇有菩萨至于大圣大般涅盘，得慈悲心，非是大慈大悲心不？佛言：有。善男子，菩萨若于诸众生中，3品分别：一则亲人，二则怨憎，三则中人。于亲人中复作3品，为上中下。怨憎欲耳。虽以尔时依父母，怨憎修习平等，是名得慈，非大慈也。世尊，何言菩萨得如是慈，犹如不得，名为大慈？我呢就回答：善男子，难成故不名大慈。难成，比较呢困难成大慈。何以故？久于过去呢无量劫中，多集烦恼，未修呢善法，是故不能于一日中调伏其心。譬如豌豆，这个干时锥刺，终不可着。烦恼坚硬亦如是。虽一日夜细心不善，难可调伏。所以佛用这个比喻我们就很容易明白。那个豌豆你等到它都干了硬了，你要把它呢这个摧刺终不可着。它烦恼也是这样，它呢坚硬，你起来的烦恼没有马上处理，没有马上呢了解。那个烦恼它就会变得很僵硬，就是成型了。你要除掉它就困难。所以我们在起烦恼的时候马上要了解烦恼，你从哪里生出来从我的佛性本体生出来。佛性本体怎么不生菩提生烦恼呢？真的够笨的。好，烦恼不要，我要菩提。这样会不会？会不会？我们真的很笨呢。那个菩提不要了，我要烦恼，然后赶快进入烦恼内容，开始烦恼，会不会坚硬？你久了它就坚硬了，你要再除掉它就很困难。所以你要了解到，它刚出来的时候很嫩，很嫩的时候，你很快改变。用我们的般若妙智慧改变。这个烦恼是我头脑生出来的，是我的佛性生出来的。我佛性生这个烦恼，让我烦恼。我一定不要听他的话，干嘛我一定要听？我不听你这个生烦恼的烦恼，好，不管你了，摔掉，没事了，好不好解决？很好解决无去啦，烦恼无去等下你搁讲你什么什敢有？无敢无全部没了。你那个剃掉时间过得越久越坚固，过得越久比如你对哪一个人讲一句话重伤你的，你拢甲剃掉那如故那个生出来的那个恨越强，你当时就把它解决掉了伊也唔捌你我别讲摔掉了，没了，没去这样好不好？这样也不要伤害自己嘛我们自己也过得好，别人也好，往后再见面什么代志都无，拢无发生，好不好相处？就好相处了
所以我们了解说，自己可以很好的去处理生活上一些琐碎的事。这个烦恼江坚硬犹如是，虽一入夜细心不散，难可调伏。你一天一夜都一直在想那个烦恼就很难去降服那个烦恼。又如家犬不畏于人山林野路见人不走嗔恚难去如守家狗。那个家犬，你家里面养的狗它不会怕人，可是，在山林那个野路看到人赶快逃跑了。为什么？会叫抓一台会没命所以那个嗔恚难去好像守家狗。那么慈心易失如彼野路那个嗔恚很难去掉好像家里面的狗都给你收掉了都不走。那慈心那慈悲的心很容易消失，好像那个野鹿一声走都没看无影无食是故此心难可调伏，以是义故不明大慈所以那个大慈你一点点慈可以你大慈它就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培养出来。复次善男子譬如化石其文常在化水四昧事不久住那个化石这个文都时常在。然后那个化水水微咱咧画的水真紧就灭去事不久住嗔如那个化明知善根本呢如彼化水这个嗔如化石啦应该是石头那个写错了，或写成化名化石才对啦那个嗔呢跟它化石，知善根本跟它化水用水画一声都无去是故难得调伏。如大火炬其名久住电光之名不得暂停大火炬用迄个真济的迄个材料伫咧烧迄个光明都咧真久。可是电光那个闪电的光一声就过去不得暂停。那么嗔如火炬迄敢若大火炬。那么慈如电明迄个慈敢若迄个闪电就无去是故此心呢难得调伏，以是义故不明大慈。善男子，菩萨至于初地名曰大慈那个初地菩萨呢有10地次第叫欢喜地各位都还记得吗？我们常讲的话太记太掉了欢喜地、离垢地、发光地、宴会地南胜地然后远行地现前地、不动地这个善会地、法云地较直念的记太掉那么菩萨至于此地名曰大慈。何以故最极恶者名一忏提初住菩萨呢修大慈时一忏提心无差别，不见其过故不生嗔。以是义故得名大慈。为之众生呢慈无利益是名大慈。所以我们了解说菩萨这些慈地得大慈啦。那个极恶的一忏提他呢都对他没有分别心。
那么欲与众生呢，无量利乐啊，是名大慈；于诸众生呢，心生欢喜呀，是名大喜。欲与众生无量利乐呢，是名大悲。于诸众生啊，心生欢喜，是名大喜。慈悲喜舍，无所拥护啊，名为大舍。若不见我法相己身，见一切法平等无二，是名大舍。自舍己乐，施与他人，是名大舍。把自己的快乐啊舍掉，然后布施给别人快乐。善男子，为是无量，能令菩萨增长具足六波罗蜜。其余之行呢，不必能耳。就是只有是无量，可以使菩萨增长具足六度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数量心呢，可以增长具足。那么其余的知行呢，不一定能够这样。善男子，菩萨先得世间啊，数量心，然后乃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次第方得出世间者，才呢这个能够这个出世间。离开凡尘。善男子，因事无量，得出世无量，以是义故啊，名大无量。所以我们这个世，这个世间呢，有无量，无量的这个佛世界，得出世也无量，出世间呢一样有无量。迦叶白佛言：此无利益啊！与利乐者，实无所为。如是思维啊，即是虚观，无有实利。这个迦叶又问了：此没有这个利益啊，以这个利乐，实无所为。如是思维啊，即是虚观，无有实利。这个假的。世尊，比如比丘观不净时啊，见手着衣，悉是皮相，而实非皮；手可实弹，皆作虫相，而实非虫。观大豆根，奏下直祥，而实非意；观手实肉，犹如骨髓，而实非脑。是无量心亦复如是啊，不能真实利益众生，令其得乐。虽口花言以众生乐，而实不得。如是之观，非虚妄也。所以这个观点呢，真的比较我们想心有问题。说比丘呢观不见啊。看他呢手着衣穿的衣服啊，悉是皮相，好像呢都是皮，而实非皮，不是真的皮。手可食蛋呢，可以吃的蛋就是吃，皆作虫相啊，可以吃的呢都把它当作是虫，而实非虫。那观大豆根呢，做下直祥。大豆根呢，做那一种下肢啊，就是很不理想做的东西呀，而实非异，不是呢，不同的东西。那么观所食肉，那个乳肉啊，犹如水脑，刚才在讲了，我们人的头脑那个水脑，而实非脑，所以这个吃的时候心都有问题了。他用这个来比喻是无量心，也是这个样子，不能真实的利益众生，令众生得到快乐。虽口花言以众生乐，而实不得，实在不得。如是之观，非虚妄也。
那么佛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真勇猛，无所畏惧呀！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佛有时候他的观点跟我们的那个观点都不同，而且差别很大这个我们听起来不很理想，他竟然称赞即为迦叶而受记也。若于一众生呢，不生嗔恚心，而愿于彼乐，是名为慈善。对于一个众生，你不生呢嗔恚心，而愿于彼乐，愿给他快乐，这个叫做慈善。一切众生中，若起于悲心，是名圣种性。对众生呢起这个悲心就是圣种性。众生太可怜了，应该都使他们能够成道做佛，得福报无量，摄食五通仙，悉满此大地有大自在主奉施其所安。这个五通仙呢充满大地。有大自在主呢，都奉施呢其所安，生活上所必须的象马种种物所得福报果，不及修一尺，16分钟一16分钟之一。善男子，夫修持者实非妄想，地是真实，实地。若是声闻眼觉之词是名虚妄。知佛菩萨呢，真实不虚，因何知也？说声闻眼觉那个大部分都在呢独善其身那他们独善其身的词就是虚妄不实在了。那佛菩萨真实不虚因何知？怎么样知道呢？菩萨修行如是大涅盘者，观土为金，观金为土所以这个土跟金它做平等观地做水相，水做地相水做佛相佛做水相，地做风相风做地相，随意成就无有虚妄所以在菩萨的时候他呢就可以无量变化就随意就可以成就，都不假的，都是真的观时未非众生观非众生为实众生悉随意成，无有虚妄这个观时为非众生，观非众生为实众生。所以各位亲人，这个呢就比较我们少应用了把那个非众生把它观成是众生，把众生呢观成非众生，就是把所有风土所有风土本来呢就是这个物质把它物质观成是众生这个以我们身体来讲就最现实了这个身体的所有风土不是众生那我们要了解把这个非众生就是已经呢不是了虚空之间那个都不是众生，把它观成呢是实在众生因为菩萨呢他有那个能耐说随意就能够成随他的意思就能够成就或者都时常讲你在沙漠旷野热得不得了，佛菩萨呢可以变成一棵树，让你去乘凉所以随意能成各位了解意思吗？有那个功夫只要你已经呢证悟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就有那个能力要引导众生呢逃出劫难。你可以变一只小白兔让它追，它一直追，因为要追你它的灾难就过去了你知道它的灾难，你引导它逃离，可是它逃离以后，它不知道是你引导它逃离灾难
所以这个就真的是菩萨。行了善不要人知，不要人去知道。所以呢，那个随意啊，就能够成就，无有希望。善男子当知菩萨是无量心，是实思维，非不真实。是真正的那样想那样做。那么允而名为真实思维，未能除断的之烦恼故。就是啊，菩萨能够除断的我们众生的烦恼。善男子胡修持者啊，能断贪欲。这个持啊就可以断掉贪欲。修悲心者啊，能断嗔恚。修喜心者啊，能断不乐。修舍心者呢，能断贪恚啊及众生相。以是故名啊，真实思维。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假如说不乐，众生啊时时刻刻啊都呢进入那一种不喜欢不乐的那个现象状态之中。那我们修喜心的呢，能够呢除掉他的不乐。这个呢就看了我们智慧怎么样呢，使他产生欢喜。把他的那个不乐去掉。是无量心呢，能为一切施善根本。所有善的根本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若不得见贫穷众生无眼生慈。若不生慈则不能起惠施之心，以施因缘令之众生呢得安隐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是无量心很重要。那个无眼生慈没有原因我们生慈呢慈悲心。若不生慈则不能起惠施之心。所以一定呢要有那一种慈。所以我们了解不落入那个名相不要落入凡尘的一些现象，在我们心中来行持。落入现象我们久了就会变质啦。像现在你看那个瓷器为了地不是跟很多众生都起争执吗？有没有？人家观点就180度转变。其实他们发心也都是很好，牺牲奉献不是要跟人家争的。可是后来你看就有一些人去争那已经变质了啦。所以我们要了解保持我们心的那一种清净心的无为那个很重要。我们呢就按照自己内心的行持没有原因无缘，然后生慈。所谓这个饮食饮鸡剩衣服花香呢床卧色彩灯明，如是施食心无系缚不生贪着，必定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布施了以后要了解我们不等待果报了。等待果报的时候那个叫做有相布施啦。那你布施多少得到多少了，那个不好。我们都叫做呢无相布施。布施了以后不等待果报，我们把所有布施都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有布施都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很多都会问我们这个诵经要不要回向？我说好了，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会不会？回向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要我们成就这个呢，我们不贪名也不贪利所以我们了解那个是无量心非常重要。其心尔时无所依止，妄想永断。就是是无量心的时候无所依止啦。我们不会依靠依赖什么无所依止，然后妄想永断不为不悟
不畏呢，不畏不恐怖啊，不畏惧，然后名称利养我们也不为名称利养不求人天也不追求人天所受的快乐，不生骄慢不忘呢反报就是不期待呢人家果报不为他狂，故行布施不求富贵，还行施食不见受责持戒破戒是田非田此是知识，此非知识，施食不见呢是气非气，不择日食是此非处。所以这个就是最理想的那一种布施的心态就是不管那个受者是什么样不管他是持戒破戒，不管呢是福田非福田，不管呢是善知识或非知识施的时候都不见是佛气还是呢凡夫也不择入食是此非处。下课公案谈，各位讲师、各位坛师、各位先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先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佛学聚会学讲。我们的手上都有一张这个《楞严经》精华重点所在。我们已经把那个《楞严经》全部都讲过。可是因为太长了而且里面也太多意思太多，他可能都不容易了解意思，也不容易抓到重点。所以或许呢，把那个精华重点所在有把它写下来。之前我们有拿到一张，有没有？那一张是概类比较第几页重点都在我们直接看那个楞严经的那个书里面。那这一章是已经把只要它精华的重要都把它列出来。他在北部讲，然后我们北部讲了以后会把那个CD 或是 MP3 记下来，各位就可以听。因为讲在北部讲一次呢，只有讲一段而已就没有讲完，可能一遍就这个录不下要用 MP3 来录那各位要 CD 的话，就要录成2、3片的那讲完以后了，我们会录下来。各位要不要那我们呢就开始讲这个《涅槃经》。我们讲到第几页了？5050页的哪边？到42。依护不计这边这个依护不计激情欢乐不见因果，此是众生，此非众生，是福非福，虽复不见施者受者以及财物乃至不见断及果报，而常行施没有看到果报，可是常行布施无有断绝。三男子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施。所以这边呢，佛就讲说要布施的时候就不要去管那个整个现象是怎么样激情欢乐要布施的话呢，在这一种环境之下一样呢可以布施也不见因果，因见因果以后会有分
心，布施呢就不会普遍，也不计较这个众生，那个身份地位，此众生此为众生，是福非福全部呢，都不去这个了解那一些状态，这样布施呢才会普遍，也不见呢这个施者受者以及财物，就是三轮体空。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了解说，布施的人也不是他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有带这个财产来，没有，是在凡尘这个东西跟他海水溢来溢去溢到为咱家来，咱有法度布施，然后就把它布施了，所以这个样子所以他没有那个布施的这一种，我们要了解说没有说生下来就是布施的人，没有固定的，所以他布施他也没有那个说是我布施就高人一等，也没有那个心，所以布施者受施者以及布施之物三轮体空，都是空的啦，凡尘的东西都是凡尘的东西，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不见那一些施者受者财物，以及不见呢果报，以及不见断，都呢能够常行这个布施。三男子若见持戒破戒乃至果报终不能失。假如说看到人持戒，或是看到他破戒，一直能够看到果报，那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布施有时候就没办法去行持。若不布施呢，则不记足谈波罗蜜，不记这个不记足那个谈就是布施啦，波罗蜜呢就是清净的彼岸，就是布施能够到达清净的彼岸，则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没有办法成就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布施在佛教里面它是很重视，这个施舍华第一个也是布施，六度万行第一个也是布施，都是以布施为重要，为头，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布施在我们这个修道者来讲非常重要。布施另一个角度就是舍，就是已经不住相，我们已经舍，能够舍，各位了解吗？舍，舍，好人啦，拢规个好人，整个都布施的都舍了，所以就不会住相，他不住相就容易成就，所以我们能够离相离相明佛有没有？那么容易只要离相就佛了。离相我们离开形象整个的呈现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只要我们离相的都是佛性我们形象都是生灭那佛性不生不灭只要你离相了你就走入不生不灭了，就已经是了，就是佛了。所以我们布施很重要，能够舍，能够布施。三男子譬如有人身被毒箭身已经呢中了这个毒箭，其轮箭属亦令安稳，为此毒箭即命良医而未拔箭。所以这个就了解说，我们中了这个毒箭要赶快把箭拔出来然后敷药，这样才有救了。彼人荒言且待莫处，这个
中间的人或是家属说马家喜切拜，再等待一下不要去接触这个剑。我今当观如是毒剑从何方来？这个有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人都要死你要管的智慧都来，都已经丢钱所以这个没有智慧，说马家喜我要研究这个剑从哪里来谁之手射，什么人射毒箭更复作念是何木也直也流也那个剑是什么做的一直要研究这个等到你还没有研究，人都死掉了啦所以就是要了解那个轻重缓急这该当如何的时候剩下的都不要管这个其处铁者那个何也所出那个箭头那个是铁做的吗怎么做出来的钢也柔也，那么取毛羽毛呢是何鸟翼也所有读者从咒而生也从何呢生下来的毒蛇也。那么如是与人竟未能知寻遍命中这个寻就是很短的时间这个选取的意思，很短的时间就会命中了要赶快拔出来，就不要管那一些其余的问题啦重点我们要抓住啦抓住重点。所以我们在凡尘修道也要抓住重点。各位浅显，我们修道的重点在哪里？要摸到根对不对才会成仙做佛这个重点重点就是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或者都讲不困难，只要我们做万念放下，什么都不要想你万念放下你做了一段的时间以后一念也都不产生，这个时候我们有很灵敏的知觉性，很灵敏的知觉性你放不下，可是它了了分明各位浅显，我们说呢见性成佛，这个就是啦我们那个很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你见到这个，就是这个在当佛的啦所以只要我们见到我们一定可以成佛各位见到了没？因为或许都一直鼓励我们一定要做了你只要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你一定会去体会到，当我们念头都不产生的时候，有一个很灵敏的知觉性那个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说明心见性，心明因果不灭，见性成佛无疑，这个就叫见性了一定成佛所以各位要对自己有信心，自己就是佛你见到了你就是佛是不是很容易？很容易对不对？那也都不介意是很容易的所以要了解到假如说我们修道都已经得到性理真传，可是我们没有去摸到，不了解到这个状态，我们真的修不成了。那我们真的得到性理真传然后我们又实际的摸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了解的，已经呢呈现了不能住相住相就消失了不住相的话，那个灵敏的知觉性就是了，你领悟就是见性了见性就成佛我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且我们当灵敏的知觉性出现的时候啊，我们的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啊，会无去。无咱第二讲好，我要改毛病，气脾气改几波几十年都改不掉了，拢掉嘞，那个脾气毛病啊，很难改掉了。可是你走入佛性本体无去啊，脾气毛病拢无去啊。为什么？不会跟人计较了。你计较的时候，脾气毛病都在。你不计较没了，没有了，已经都没有了。整个啊，连贪嗔痴慢疑都没有了，消失了。就会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啊，我哪拢无去啊，脾气毛病哪拢无去啊，你也发现的。所以啊，我们研究这个就是好，直接啊到达本源，为根源做，马上到。三男子菩萨欲尔，若行施时啊，分别受责，持戒破戒啊，乃至果报，终不能失。所以佛呢，就讲说菩萨也是这个样子。假如说你要布施的时候啊，然后啊，你去分别那个接受的人，那个我们要布施的对象。他是持戒呢，还是破戒？然后啊，布施了以后啊，有没有果报？这样的话呢，我们那个布施啊，就没办法做。已经呢都被卡住了啦。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就像我们抓到佛性本体这样，直截了当，中间的牵肠挂碍啊，都去掉，去除掉。若不能施啊，则不具足谈波罗蜜，则不能成呢阿耨菩提。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谈就是布施，波罗蜜呢清净的彼岸，布施啊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那没有布施的话，就不能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能够成就啊无上的正等正觉。那菩萨呢行布施的时候，宜知众生啊，慈心平等，犹如直想。菩萨呢在行布施的时候啊，对于所有的众生呢，都呢这个慈心平等，都是平等心来对待，好像呢自己的孩子一样。又呢行布施时，宜知众生啊，起悲悯心，譬如父母瞻视病子，行施之时啊，其心欢喜，犹如父母啊见子病愈，看到呢儿子病已经好了，所以啊这个行布施的时候啊，对所有的众生啊，起这个悲悯心，落入凡尘啊，在凡尘受苦啊。各位浅显，我们落入凡尘啊，有没有受苦啊？所以落入凡尘有现象啊，都是苦啦，都是要吃苦。这个生下来就把我们那个脸啊，就写一个苦啊。你看我们眉毛就是草啦，然后在我们一个十字啊，在一个口啊，苦不苦？苦拢写喺面啦，你讲无苦人嘛无爱信，足苦的，是苦啊，所以我们了解啊，要悲悯众生啊，我们要先可怜自己呀，为什么落入凡尘当众生？因为不知道真理，造了很多业，被业推来，可不可怜？我们自己也很可怜，对不对？做众生啊，咱若无敬业，咱就做仙妇了，对不？对不对？仙佛可不可怜？可不可怜？不可怜的，对不对？我们都可以我们都可以当仙佛都不可怜，所以我们当众生可怜，然后也怜悯众生都很可怜。
所以啊，不管他是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的，都很可怜。只要落入凡尘哦，有现象哦，当众生的都可怜哦。要不可怜呢，就要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不可怜了哦。啊，你看我们的法身啊，没有形象哦，那个不会可怜，都不会苦啦哦，不会冷也不会热。所以哦，或许说我们南部现在不是很缺水吗？我早晨出来还下雨耶，基隆在下雨啊，跟你讲跟有影，真的嘞，你看我都带雨伞，哦，下雨啊，赶快哦，我出来的时候啊，一出到外面说啊，你落雨，我里面摇伞，然后啊，坐车呢，坐到那个收费站，汐止收费站过来，看看地啊，干的嘞，刚才我家人在落俩啦，所以家人没欠水，可是啊，你生活在那边就发霉了，时常下雨哦，有的比较年轻的会哭嘞，你在哭什么？一直下雨啊，下雨也要哭哦。年轻人喜欢玩，下雨没得玩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当众生呢都是苦，都是受苦，然后我们要先培养自己从心里面啊，就是啊了解到自己就是佛，然后我们那个苦啊就去掉了没有苦啦，众生很苦啊，佛不会苦，所以那个苦乐都是主观的认定，没有客观的标准呐。你假如说很没有钱，可是啊你生活得很快乐，那个快乐从心里面产生的，外表形象那个都无关紧要了。那有钱人他也都很愁眉苦脸呐，很苦。我们看他很有钱很快乐啊，不快乐很苦。所以要了解苦乐啊，都是从主观认定啊。你认为苦啊，你怎么样都苦啦。你认为乐啊，不管什么样的遭遇都乐，都很快乐，快不快乐？讲出来都唔敢心理直气壮。有时候啊，现象受苦啦，可是心里面快乐。所以我们先从心培养快乐，没有苦啦。因为我们已经得到最上圣的已经都这个上天大开普度已经都得到了又呢研究最上圣，又了解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又摸到根哪会不快乐？有时候要这样告诉自己，已经快乐得不得了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怜悯所有众生我们再来看所有的众生啊就连我们很多求道了不研究性理心法，他也不知道这个根啊他也摸不到佛性本体呀他也快乐不起来，那个快乐假装的假的真的快乐你要摸到佛性本体才快乐才真的快乐，然后快乐就可以怜悯众生，可怜所有众生他没有得到这么殊胜的那个成佛的方法，所以我们要呢怜悯他要呢这个布施给他，要呢救度他，鼓励他研究，所以要起悲悯心好像呢父母瞻视病子，好像孩子自己的孩子这个生病了，那么行施之时其心欢喜这个时候布施呢那个心就很欢喜，好像父母看到孩子病已经好了，那么祭施之后其心收舍犹如父母见子长大，能自成佛布施了以后其心呢放舍啦
就是我们不要去记在心上，或者都讲，我们布施啊记在心上，得到的果报啊，跟我们布施的那个一样，布施多少呢，果报就多少。那假如说我们布施以后啊，都不记在心上，那个就转入啊我们的性分，变成我们的德本，道德的根本。所以我们布施以后啊，就不要记在心上。看到父母啊，这个父母看到儿子啊，已经长大了，自己有办法生活了，都要放手了。布施了以后，我们也要放，不要记在心中。是菩萨呢，于慈心中，布施时时啊，常作是愿。我今所施啊，须与一切啊众生共之。就是啊，这个菩萨呢，在慈心呐，慈悲喜舍啊，我们都有，我们有四无量心，慈啊，就是给人家快乐以乐，悲呢就拔苦啊，然后喜呀，就是随喜，随喜功德是无边，然后舍，就是也一样啊，舍给人，菩萨以慈心呐，之中布施，那个吃的东西的时候啊，常作是愿，就是有这个愿力，我今所施啊，悉一切，所布施呢，都要给所有的一切众生共之啊，所有的众生，众生就很多了。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呢得大智识，所以啊，以这样的因缘，令众生啊得到呢，那个吃了以后啊，就会长出智慧，得到呢大智识，勤进啊回向无上大圣，就是很这个精进啊，很殷勤的回向无上大圣，就是所有的一切努力啊，都朝着无上大圣，就是最上最高的大圣佛法，就是成佛，愿诸众生呢得善智识，就是能够有这个善智，有那个智慧来行善，然后吃了以后啊，能够回向无上大圣。那不求声闻缘觉之时，不求那个阿罗汉，因为阿罗汉独善其身，菩萨呢跟佛兼善天下，所以不求声闻缘觉，缘觉呢就是必知佛，修那个12因缘，不求声闻，声闻呢是苦集灭道，四谛法。不求声闻缘觉，那一种这个独善其身的，都呢要兼善天下。那么愿知众生呢，得华喜时，能够得华，所以各位这个同学，这个华，最高的华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华最高就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得华就是得到无上正等正觉，得华，华喜，得到这个华就很欢喜，得到华喜，那么不求爱死啊，这个我们要了解说凡尘啊，这个爱啊，就被凡尘绑住了。脱离不了凡尘，所以之前呢，我们有讲，那个忤逆罪啊，有没有？有那个杀父杀母，有没有？然后那个父佛就讲，就是无明，然后母就是贪爱，贪跟爱就是母。那个大慧菩萨问佛那个忤逆罪然后佛就用那个修持的那个来讲，
说哦，杀无明啊，就是杀父；哦，杀贪爱啊，就是杀母。啊，你把那个无明杀了，把贪爱杀了，你现证实法，你现证啊，就可以到达佛的果位了，有好不？有好不？我们要杀掉无明很困难起心动念叫不觉，不觉叫无明啦。所以当我们起心动念的时候啊，就已经是无明。我们要把它杀掉，容不容易？我们都不知不觉就起心动念了，对不对？所以往后要告诉自己，念头来了啊，无明，安尼会提起啦，提醒自己呀，不要起心动念。不起心动念就保持清净了。清净心经典里面所记载，那或许发明的文词叫做灵敏的知觉性。安尼怎样？怎样以下面？佛性本体呀。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不求爱时啦，那个贪爱不要。愿知众生呢，悉得般若，波罗蜜时，般若就是妙智慧，所以我们要知道妙智慧啊，像早上或许就自己就感觉到我得要出门了背包包了要走爱抓雨伞。这个天这两天好天啦，基隆也是一样好天气，出太阳，唔免啦，出日头免热真的入来出安尼落来到下骹了，哇，搁入去热，蛮热的。阮安尼落来搁要搁倒转去搁热脏的。不像我们一开门出来就外面。我们那个都要见过好远才能到外面，这个出来讲下雨，给我都等于所以那个般若就是佛性的妙智慧啦。他已经提醒了，爱摇伞免啦，个加排去遐动，等你这个等下讲。所以有般若就有我们时常会用当你有般若妙智慧，遇到事情佛性会告诉你怎么处理佛性也会直接跟你讲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处理那我们假如说没有般若妙智慧啊就会做了以后都不知道已经业都尽来已经都种业了你有般若不会那个所做的都符合真理，符合真理不会有业就不用受苦皆令充满摄取无碍增上的善根这个没有障碍增加向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增上缘，增上呢增加向上那个善根善根或者都讲我们行善会让这个善生根善根有了以后我们就会遇到善知识善根成熟了，有善知识引导了，我们修道头头是道就做得很顺还很快乐过的呢就是佛的领域一样的那么焉知众生误解空相所以希望我们呢所有众生呢都领悟了解空相，所以完成所有万象叫做一相，所谓的无相无相就是空相完成所有都是空，知道吗？
万象啊，拢空的啦，因为无常变化。实相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剩下的都是虚相、假象、幻象，都不真啦，所以叫空相。希望我们众生都能了解，凡尘所有啊，都是空相。当我们了解真理啊，爱跟人计较面，拢唔免啦省掉很多麻烦了，我们心都宽广了，都不会很狭隘。假如说我们不了解真理一点点都要计较，我们回顾一下，计较都没用了，到头来都是空，拢假啦，拢假甲人结完，都没用，所以要悟解空相。领悟了解啊，凡尘所有呢，都是空，都呢不实在。得无碍身，犹如虚空。我们得到呢，没有障碍的身，就是法身。法身呢，那个无碍身，它呢，好像虚空一样，非常广泛。我们的法身啊，就跨空跨。那么愿知众生呢，常为受者灵敏一切，为众福田。所以啊，愿所有的众生呢，这个常为受者啊，灵敏一切，这个灵敏所有完成的一切，众生，然后为众生的福田。众生呢看到你呀，就想行善，就是众生的福田啦。各位了解意思吗？我们看到某一个人，看到他以后我就来做好事，有没有？那个就是福田啦。只要你看到他了你就一直想行善，表示他就是众生的福田。那假如说你看到一个人你心就起了怨愤，那个什么就不好了，对不对？那个就生出三恶道因，怨愤三恶道因就不好了。你看他以后就想行善，那个叫福田。这样福田知道吗？无咱咧讲福田，佛经里面时常看到唔知以什么意思。善男子，菩萨修慈心时，还手施时应当呢坚发如是等愿，就是坚定的来发呢这样的那个愿力。复次菩萨于慈心中布施讲时当作是愿。那个讲就是这个饮料喝的啦，就是茶水我今所施悉与一切众生共之。就是布施呢要跟所有众生都给予所有众生。那么以是因缘令诸众生呢去大圣河，去呢就是往这个往大圣那个河就喝水可以非常多的水就不会渴了。那么饮八味水这个八味水呢也叫做八功德水第一个澄净，第二个呢清冷，第三个甘美第四个清软，第五个润泽第六个安和，第七个呢饮食持饥渴等无量的过患第八个饮以定能长养之根，四大正义。所以这个八功德水八味八味这个澄净、清冷、甘美、清软、润泽、安和、饮食持饥渴等无量过患
引以定能长养之根，四大正义。所以啊，这个音乐啊，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都没有这个负面。宿舍无上菩提知道，很快的就是啊，已经交涉上无上的菩提之道，离于声闻缘觉这个枯竭就呢不在呢声闻缘觉这两个地方就是那个独善其身的那个里面去这个探讨。可养自求啊，无上的佛圣，就是啊，最上圣的佛法，断烦恼壳，那个烦恼壳啊，就把它断了，不烦恼了，那可养法味啊，就是呢要喝这个法味，离生死爱，我们因为有爱啊，就在生死里面六道轮回。那么爱乐大圣大圣呢，使我们离苦得乐可以成仙做佛。那么大般涅盘具足法身，我们呢只要能够这个启发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呢都可以记住这个法身以法为身，整个虚空都是我们的法身没有形象，不会死亡永远在。那么得知三昧，三昧就是正定，得到呢所有的三定所有的三昧正定入于甚深智慧大海入于很深的智慧大海。所以我们这个性理心法，你越研究，只要你能够了解到佛性本体，你越研究越深入了非常的深，无底深渊叫深的你发现以后，你自己会自己很高兴研究，自己会喜欢钻研喜欢深入，越深入智慧就越高。你就知道我们人的身体真的是不值得我们去爱惜。我们所要爱惜的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个本体真的是发挥出来无量无边非常广泛身体能做的很少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呢要从佛性发挥，一定要认识最起码呢要先认识，认识了以后呢才有办法深入发挥出来。进入智慧大海能够呢帮助所有苦难众生所有苦难的众生都可以帮助他解脱可以指点他呢得离苦得乐。愿知众生呢得甘露味得到这个甘露味就是辞掉百病甘露味可以辞掉百病菩提出世离欲极境就是我们觉了就不用在苦海里面在凡尘，可以离欲极境离开呢我们凡尘的欲望凡尘欲望也是一样，无得深刻啦越追呢欲望越多。如是滋味愿知众生呢具足无量百千法味都希望我们呢能够记足法味，记足法味以得见佛性看到佛性只要看到佛性呢就一定成佛见佛性一样能语法语就是看到佛性了以后这个能大转法轮能以法语以法语佛性呢遍覆犹如虚空这个佛呢就讲
这个佛法大转法轮以后啊，那个呢，就是华语，我们呢接受这个华语滋润就不会呢干枯了，就可以利益万物，万物呢都需要这个雨水，护令其余无量的众生得一法位，所谓的大圣。所以在这个涅槃经里面呢，一直推广呢，就是大圣，也就是最上圣，希望呢我们众生呢都得到呢这个最上圣，非知声闻必知佛位，就不要追阿罗汉呢跟必知佛，那个独善其身的。那么愿知众生得一田位，无有那个六种差别之位，那个六种六道轮回就不要。愿知众生呢，唯求法位都要成佛无碍佛法，就是佛法。我们进入那个最上圣的这个佛法。那么所行之位不求一味剩下的味道就不追求。菩萨呢于慈心之中不思讲时应当呢兼发如是等愿就是要发这一种愿复次施这个居圣时那个车坐车应作是愿。我今所施，愿与一切众生共之所布施呢，希望呢跟所有众生呢来共同都能够这个享受。以是因缘，普令众生呢成以大圣，得住大圣，这样的因缘就普令呢所有众生成以大圣。就是在大圣佛法成就得住大圣，能够呢住在大圣佛法不退于圣不动转圣，金刚座圣相于佛圣，大功德圣菩萨于慈心中施车圣时常应如是兼发誓愿这个呢就是圣呢就是车圣坐啦咱解大圣坐来做佛啦我们一起做到佛地坐来做佛啦，大圣雄雄全体会会过来。圣坐车啦，咱就甲车坐来迄佛地坐来佛的所在所以这个大圣。以布施衣食当作是愿，我今所施悉一切众生共之以是因缘令之众生呢得惭愧衣。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要了解这个佛一直都说呢我们在凡尘要惭愧啦所以或者都讲，我们既然落入凡尘有形象惭不惭愧？没有惭愧就是成佛啦，你当佛就不惭愧啦你当众生惭不惭愧？不管你有钱没钱，有地位没地位都惭愧了所以就不要骄傲我们了解就是要惭愧我们有惭愧的心我们就不会有骄傲不会我慢那不会我慢我们就可以离开一些不善的那一些这一个形象里面所以
那个惭愧啊，我们都得到了这个惭愧一。所以或许都想，我们就上个礼拜不是讲那个释迦牟尼佛就是为了8个字知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对不对？是不是上个礼拜讲？知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有没有？那个尸体还因那个天地地势他就画一个鬼来试验他，有没有？然后他只有讲前面8个字后面8个字没收。他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修菩萨道，说你把那个8个字收了以后你要什么我都答应啊。他说我要吃那个软软的肉，喝热热的血，有没有？他都答应了他就讲说生灭灭已即灭为乐，有没有？各位就可以想象了为了8个字可以舍掉生命。我们现在肯不肯？卖讲8字啦，你80字、800字、8000字、80000字都不完。不肯不肯。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以往的那个修道那个心是很坚定。真的他讲完了以后他就要履行他的承诺。他说要给他吃软软的肉，喝热热的血，然后就爬到4顶4的上面4很高的上面去跳下来，有没有？有没有？然后要跳下来的时候，要赶快把他的衣服绑好有无？讲行咧跳落去风看到伊的身躯的吧？你看要死了都还那么顾忌到袂使失礼啦。咱即马你若看你穿伤济人唔爱看，你若穿少少安尼大家咱目睭紧紧直直甲你指，有没有？所以我们现在的人有没有惭愧？好像很缺所以我们要知道它的价值所在啦。我们人的身体那个修持者都讲不净、肮脏，那种玻璃泥对吧？可是那个修持者讲观身不净，叫垃圾的啦。那种无清气叫垃圾。上清气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他要我们追这个，不要呢在身体上着重，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现在着重别身体，所以就无少的重资啦，创啥买化妆品来化妆，人都爱看对不？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修持者他不会用这样，他说素颜咱拢什么拢买洗安尼上好看这样最好看。重视要重视佛性本体你身体是要来表现你整个把佛性表现出来佛性借着你的身体发挥出来，所以身体不可贵，可贵是佛性。所以我们现在你看那个行为你帮助人那个行为多可贵，对不对？最可贵就在那里，那个都是佛性，身体方面也谈不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之所以可贵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可贵无量无边，你一直可以用不完的你一直行善不会有那个尽头的，一直行无量无边。你直直做拢袂讲无通做你要做就有要行善就有
只要你利益众生啊，无量无边。所以我们了解最价值就是这样。上有价值。身体啊，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啊，众缘聚会就有没用。那个啊，水火风土啊，是些给了嘛是没有可贵啦，可贵就是佛性。佛性伊无形象就的身体底咧表现出来。让我们都能够去把那个最可贵的把它呈现。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惭愧衣呀，我们要得到惭愧衣，穿起来都很惭愧。法界护身，法界就是整个虚空啦，虚空就是法界。整个法界呀，护身，把咱拔掉的保护掉嘞。所以啊，这个法界护身啊，就是护着我们的法身，把咱的法身呢，拢砍掉的。类知见衣呀，那个知见就是咱众生的知见啦。迄个泡破众生的知见把它类知见衣，知见都不要。咱若有知见咱就做众生啦。知见都没有了，就成佛了，就佛的知见了。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众生知见害我们呢，没有成佛了，所以要把它类知见衣。那么衣服啊，离身1尺6寸，得金色身。这个衣服啊，离开我们的身体有1尺6寸。得到呢金色的身，所受的之处啊，柔软无碍，光色润泽，皮肤呢细软，常光无量，无色离色，所以啊没有啦，没有形象啦，常光无量，常极光就是无极理天啦，常光啊。我们呢都佛性本身呢就有常光，常常呢发出光明，无色没有形象，离色离开形象。愿之众生呢，悉皆普得无色之身，过一切色，已经超过一切的形象，得入无色呢大般涅盘。这个最理想的状态啦，佛在咧画给咱看，咧绘出来咱的目的地啊，就是要这个样子，这个最好的无色之身呐，都没有形象，那个法身已经超过一切色，超过一切形象，得入呢无色大般涅盘。已经呢得到大般涅盘。菩萨呢布施衣食啊，应当如是啊，兼发誓愿。布施花香，愿之众生呢，皆得佛花三昧，得无碍香，离之臭秽啊，就都得到呢佛花三昧。佛那个正定三昧还有正定，得到无碍的香，离之臭秽啊，都离开所有臭秽，常遇啊善友，能够呢时常都遇到善友，都呢要跟我们呢这个互相探讨啊，大乘佛法，性理心法。记诸善根，所有善根呢都记住了无上的珍宝，相视啊和悦，无有忧苦，就是啊，这个互相看，对看相视啊和悦，都很快乐，没有忧苦，悉得成以啊大般涅盘微妙莲花。其花香气啊，充满十方。
结识大圣呢，大般涅盘存实啦，就是都是吃大圣大般涅盘无上的相转，成就功德啊，所熏之身，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是施以花香，施传福时啊，得天中天，天中天呢，就是佛那一种状态，天中天所卧之床，佛呢他所卧的床得大智慧啊，作事禅处，卧于菩萨呢所卧之床，得安乐卧，离生死床，坐无上床，不为世法之所降伏，得无畏床，永离一切烦恼厌贼。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已经呢把凡尘的跟呢天上的佛的境界啊，都对比呀，讲得很详细。施设宰时，令诸众生呢处大圣舍，就是啊设宰住家，这个就是啊能够呢这个遮风避雨啦。或者都讲有一个遮风避雨的就好了，那个设宅，令诸众生呢就处在呢大圣舍，就是住的地方呢，都是有大圣佛法，那么都是有修行的善友，所行之行啊，修大悲行，那个大悲啊，就是啊拔苦。把众生的苦啊，能够拔掉，叫悲，修大悲行，六波罗蜜行，六度啊波罗蜜，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啊波罗蜜行，大正觉行，大正觉，那个正觉呀，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无上的正等正觉，正觉行，一切呢愿之众生呢，皆得正念，正念啊就是佛知佛见，远离啊恶念，安住常乐我净，常入我净呢，佛的四个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我们在凡尘啊，这个一切啊都是这个比较呢落入于那一种无量烦恼，你到呢这个常乐我净啊，他已经呢这个成就了，那么永离世道，就是我们要了解啊这个世道四个颠倒啦。四个颠倒啊，我们凡尘就是都四个颠倒，常乐我净啊，然后啊，我们众生呢，都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啊，他认为啊，把这个众生的四个无常无乐无我无净认为啊。常乐我净啊，有没有颠倒？有没有？所以佛呢就跟我们讲说永离世道，就是离开世道，因为我们凡尘要了解到认为的我就是水有红土啦，这个身体，那佛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我然后那个凡尘的这个一切的这一些快乐啊，它有那个苦相对，所以佛说那个不是乐，那个是苦啦，我们认为是乐，然后我们一出生在凡尘一直在生老病死、生住异灭变化。可是我们认为就是常，都拢安尼拢未变拢看伫即马啦，即马拢未变，唔知影讲慢慢伫咧变，一直新陈代谢，
所以啊，这个把无常当成常，无我当成我，无乐当成乐啦，无净垃圾你就拢当作净，很清净，就拢颠倒啦。佛说我们众生颠倒，颠不颠倒？不研究还不知道讲那有，拢嘛拢徛个正，哪有颠倒？悉皆受持出世的文字必为无上一切的志气呀所以啊拢受持出世离开呢这个凡尘那个文字啊都告诉我们要离开呢这个凡尘不要呢在凡尘呢受苦啊必为无上一切的志气就是最高，无上呢，就是没有比他更高的，他已经最高了。智慧的器具呀，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么悉得入于呀，甘露屋宅，都进入啊那个甘露屋宅，一进去以后啊，不会生病。那么施灯明时啊，令诸众生光明无量。安住佛法，常得照明啊！其目啊清净，无知呢一往就是我们眼睛啊都不会有毛病都呢是常得照明，都很光明得大智具啊这个大智很有智慧的火光那个具火。善解无我，无众生，无人，无寿命，就是我们了解说无我、无众生、无人、无寿命就是没有事相所以只要我们进入没有三心就没有事相，没有三心事相就没有六道轮回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无我、无众生已经呢进入没有事相的状态它都已经呢都是佛性呈现皆得睹见清净的佛性拢会当看到咱清净的佛性或者刚才讲的那个很灵敏的知觉性就是我们很清净的佛性拢会当看到咱拢看到对吧？佮换一个名词文字都唔敢引讲迄唔是拄则咧讲的经典里面就是这样写啦那个灵敏的知觉性是佛学说的啦，那个经典里面没有经典里面写就是写那个清净佛性皆得睹见清净的佛性因为我们看这样会比较生涩啦看较敢若离我较远若用灵敏的知觉性敢若离我较近一样啦都一样的犹如虚空我们清净佛性呢非常的宽广，好像虚空一样，整个虚空呢都是我法身，都是我的法身，都是我佛性的本体得无量光普照呢知佛世界可以得到呢无量的光照呢佛世界，得大圣呢大般涅槃，已经呢到大圣大般涅槃，已经呢都进入不生不灭微妙光明，事物众生呢真实佛性能够呢开示让众生领悟。善男子，所有善根持为根本所有的善根持就是根本。那么修习慈心呢，能生如是无量的善根
所谓不见，出习入习，无常生灭，四念处，七方便，这个三贤加四善根，五停心观，这个别相念处、总相念处，称呢这个三贤，智呢贪嗔痴我见散乱，四善根呢为鸾顶人是第一法，鸾一个，顶一个，人一个，是第一法一个，四个叫四善根。那么三观处，空观、假观、中观，然后呢，它有真谛、俗谛中谛，12因缘，无明，眼行、眼识、眼名色、眼六入、眼触、眼受，眼爱、眼取、眼有、眼生、眼老死，12因缘。我们修12因缘就成必之佛，修苦集灭道就成阿罗汉，无我等观，软华、顶华、忍华、四谛华，四加行又名呢，四善根，见道就是断见惑88识，痴国须陀洹，然后修道呢断四惑81品，二国。断异界6品师惑，名叫狮陀含；三国呢断异界后3品名阿那含，就是不来。四国断尽色界无色界共72品师惑，名叫阿罗汉。初国叫做见道位，二国、三国叫做修道位，四国呢叫做无邪位。已经得到无生法忍，已经呢无法可学，无学位，然后是正勤，是如意足，这个知根，五根五力七菩提分8正道，四禅是无量心，八解脱，八圣除，10一切处，一切路。空无相愿三解脱门，无增三昧，知他心智即知神通，知本寂智，声闻智、眼觉智、菩萨智佛智。善男子，如是等法，此为根本。以是义故此是真实，非虚妄也。这个此就是真实，不是假的。若有人问，谁是一切知善根本？当言此是，就是此。以是义故，此是真实，非虚妄也。善男子，能为善者名实思维，实思维者即名为慈，慈即如来，慈即大圣，大圣呢即慈，慈即菩提道，菩提道即如来，如来即慈，慈即大梵，大梵即慈。所以佛把那个名称把它连贯，让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是相通的。那么慈则能为一切众生而作父母，父母即慈，慈即如来，不可思议知佛境界即是慈也。各位这样研究了以后心有没有比较宽广？有没有？知道的比较多了因为佛呢都把它呢连贯。慈者即是众生佛性我们以为说慈离我们很远原来是我们众生的佛性。那么如是佛性呢久为烦恼之所护蔽，故令众生呢不得睹见。佛性呢即除，除即如来，所以我们了解佛性就是慈慈就是如来。那么慈即虚空，大空，这个慈就是大空，慈就是常，
常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慈即是乐，乐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有没有又不同的？不同的，对不对？所以啊，我们不了解说，原来那个里面佛法僧啊，全部呢都是慈，那么慈即是见，又说到了第四个慈悲喜舍，那个见，见呢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或者有一个小刮胡说生思之啊，就是啊，我们要了解到里面的意思啊，它都有连带。佛把持常乐我净，佛性佛法生大圣大般涅槃，善实思维融成一体。再一个呢，名称用法，实义呀，深一层的加以体会，对一真法界呀，就了然于胸，真理呀就不会远隔，让我们呢更透彻。三男子，慈即是我，我即是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三男子，慈即甘露，甘露啊即慈，慈即佛性啊，佛性即法，法即是生，生即是慈，慈即是如来。所以佛法僧都连成一体啦。佛法僧不是分开，就在我们身上。慈者即是一切啊菩萨无上之道。道啊即是慈，即是知佛是真无量的境界，无量境界啊即是慈也。当知是慈，即是如来。善男子，慈若无常，无常即慈。当知是慈啊，是声闻慈。所以底下这个它是比较算是范围啊比较狭隘的啦。那个声闻慈啊，它有变化，所以无常。所以啊，它是声闻。那么慈若是苦啊，苦即是慈。当知是慈啊，叫声闻慈。声闻啊，它的慈里面啊，有苦。那么慈若是不净啊，不净就是慈。当知是慈啊，就是声闻慈。声闻慈啊，有不净的那个地方所在。慈若慈无我啊，无我即慈。当知是慈啊，是声闻慈。所以声闻慈啊，里面呢无我。慈若呢，妄想，妄想即慈。当知是慈啊，是声闻慈。所以声闻慈里面啊有妄想。所以啊，佛把那个高程度如来的慈啊讲完以后，就讲声闻的慈。声闻的慈啊，就比较这个狭隘的。它有无常，有苦，有不净，有无我，有妄想。所以一样都是慈啦，可是啊程度不同。这样了解吗？有看无？情况看所以啊，你讲啥拢对啦。有时候啊，有道亲的跟或者说你讲的拢对。我说我因为角度很宽广啊，我会用真理来分析呀。要分析有理才行啦，你不能用霸道的啦。佛讲给我们听也是一样啊，他都用真理分析。说如来的慈啊，他都没有分别的。可是你到呢，阿罗汉的慈啊，他就有了，他就有一点分别了。三男子，此若不明，谈波罗蜜，非谈之慈，那个谈就是布施啦。当知是慈啊，是声闻慈一样的就是声闻，乃至啊般若波罗蜜啊，亦复如是。
他就省略了。他本来有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然后才最后般若。那中间他都没收，收一个头跟收一个尾，中间都包含。三男子持若不能利益众生啊，如是之持啊，是声闻持。持假如说不能够利益众生的话，他就属于声闻。持若不入啊，一向之道。各位浅显，一向是什么？一向是什么？无相。对啦，大家拢有甲听入的心的，一向就是无相啦。凡人所有一相啊，叫做一相，一相叫做无相。所以持若不入一相之道，当知是持啊，是声闻持。持若不能觉了知法，见如来现。见法悉是有相，有漏有为，住于此地，得佛实力，是无所谓，皆是声闻持。这个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嘛，佛实力，怎么看起来有一点茫茫？因为那个实力有菩萨实力还有佛的实力，然后是无所谓也有菩萨的是无所谓，跟佛的是无所谓。要不要再讲？要不要再讲？不用了。所以或许就是要求要不要再讲要考量我们自己的我们一定会心里面会想，我有写伫个迄簿仔内底，我再家己回来看。所以就比较的信心啦，靠信心。我们讲了以后也是很快一下就够了。不见得说你会记下来，不一定讲你记得掉，我好多个背出来不一定你记得掉，像那个之前或者说5位百华有没有？100华或者都把它讲出来不见得你会记得，一些嘛拢没记哩，要拿书来看，才会知道。所以佛就讲，说呢这个住于初地就是那个欢喜地那个菩萨的初地欢喜地得到佛的实力是无所谓假如说不是这样的话呢，都是声闻的那个持。那么持若能得四沙门果，就是斯陀含、悉陀梵、阿那含、阿罗汉，当知是持就是声闻持。三男子持若有无非有非无，如是之持非知声闻必知佛等所能思议就是已经进入不可思议。三男子持若不可思议法不可思议，佛性不可思议，如来亦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佛性不可思议，可不可思议？所以或许都讲你不要住相，你住相就没了。你了解领悟了就好。了解说灵敏的知觉性已经呈现，你就好不然大了没意，一住了就没了。你不住的话，那个就不可思议。
善男子，菩萨至于大圣呢，大般涅盘，修如是持啊，虽复安理啊，睡眠之中而不睡眠，这个就很奥妙了。修呢这个持啊，虽然说在睡觉，在这个安眠呐，这个睡眠之中，可是不睡眠，你人都在困啦。没在困，不过实在是在困这样了解吗？就是你的整个精神很清醒，可是你是在睡觉这样知道吗？各位有没有经历？你是在睡觉可是你那拢足清醒明仔载起来无精神，大家上班其实不是那个是修的程度，你已经修到平常不起心动念，它很清净。然后虽然说你是在睡觉，身体在睡觉，可是你的精神很清醒，那个就很清净的状态，那个是已经修的程度了。表示说我们接近佛性的时间越久越密集那个呈现越多，越久那个呈现的时间越久，我们了解那个一直进入了，到后来就纯阳，纯阳不用睡觉好不好？可是这个要自己努力的。这个别人帮不上忙，要你自己努力你自己不起心动念平常保持很清净的心这样你慢慢又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又在你本体之中你就整个就会呈现越来就越理想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谁都讲，不是说死了以后才成佛啦，佛是活的，我们活的时候就已经成了，就是了，已经在凡尘的时候就是佛，所以一定要自己努力可以到达的，而且又不很困难，不会很困难，只要你到达这个状态有没有脾气毛病？没有啦，有没有贪嗔痴？没有了啦。你看我们修了很久都去不掉的脾气毛病，竟然都不见了，都没呀，最好的。所以我们了解你进入佛性，你已经见到灵敏的知觉性，领悟到了就好了，不要住相。然后接着一样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保持让它能够久一点久一点的时候它一样会一直宽广，跟虚空融成一体。假如说你在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已经呈现了灵敏的知觉性，这个时候你开始来做耳根圆通，它更快。可是或许不鼓励我们这样做了，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单纯都做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就直接这样做就可以一定一样也可以到达把那个佛性整个都延伸到整个空间，整个空间都是我一样可以的，有没有信心啊？有。所以或许都讲这边佛讲的呢都是切实我们都可以做到的这个虽复安理睡眠之中而不睡眠精进故虽常觉悟亦无觉悟。虽然时时刻刻都跟佛性在一起，都是觉悟，可是没有亦无觉悟，想了解意思吗？已经进入了啦，进入觉悟，进入佛性本体状态了。你说觉悟了，你觉悟你都还有出来的时候，还有离开你佛性的时候啦。亦无
没有觉悟，已经在里面了，知道意思吗？以无眠故啊，于睡眠中，知天虽复啊，亦无知者，就是虽然有知天来保护啊，可是也没有，说不用人家保护啦，不行恶故啊，免不噩梦，不行恶呢，睡眠没有噩梦，无有不善，什么时刻都是善，离睡眠故啊，已经离开睡眠了。命中之后啊，虽生幻天，亦无所生，已经离开睡眠，然后我们身体没有还给天地了，到幻天呢，大幻天去了，那亦无所生啊，得自在，已经呢得到自在。善男子，夫修持者啊，能得如是啊，无量无边功德。所以我们修持啊，就是这样。善男子，是大涅盘微妙经典，亦能成就啊，如是无量无边功德。这个微妙的大般涅盘，知佛如来亦得成就啊，如是无量无边功德。就是从大涅盘。迦叶呢，白佛言：菩萨所有思维，悉是真实；声闻言觉非真实者，一切众生何故不以菩萨威力，等受快乐？若知众生实不得乐，当知菩萨所修的慈心未无利益。这个马上迦叶呢，就把这个佛讲的那一些修持有利益马上讲出来。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菩萨之慈非无利益，有知众生呢，或必受苦，或有不受。若有众生呢，必受苦者为一忏提。菩萨之慈非无利益。所以佛就回答说，菩萨呢，那个修持不是没有利益。那有知众生呢，或必受苦或有不受。有的呢，他一定要去受苦，他有的不用。那必受苦的呢，就是一忏提。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他这个起心动念都是恶，一点点善都没有，叫做一忏提。那一忏提菩萨修的慈到不了一忏提的身上，他接收不到，因为他都是恶了，起心动念都是恶。我们凡尘就很少看到这一种人，但也不是没有，一样也是有，就有这一种那个所有一切作为这个念头都是恶，有这款人。若有受苦不必定责，菩萨之慈则为利益，令彼众生呢，悉受快乐。假如说有众生那个受苦不必定，不是一定要受苦的，就是他的业他造的业还没有定型。那么菩萨的慈就有利益，可以令这个众生受快乐。善男子例如有人遥见狮子、虎豹、豺狼、罗刹鬼等，自然生怖；见修持者自然受乐。所以佛做比喻所有人远远的看见呢那个狮子、老虎、豹、豺狼还有罗刹鬼自然就产生呢
这个恐怖。那么这个时候见到呢，那个修持者，自然受乐，那个恐怖啊就不见了啦。看到那个修持的，他就放心了，恐怖就不见。那么以是义故啊，菩萨修持啊，是实思维，非无利益，不是说没有利益。三男子，我说是持啊，有无量门，所谓神通，无量门，神通。如提婆达多啊，叫这个24啊，贻害如来。是时啊，我入王舍大城，次第啊，起时。所以我们了解啊，佛本身啊都是起时啦，没有说叫弟子们起时回来给师父吃啦，这个就表现平等。佛跟众生一样平等啦。所以我们众生也是佛。一定要自己有信心。24呢，急放富财狂醉之相，改像可以啉酒啦，就醉言意令害我及之弟子，改像就放迄像要去甲佛弄佛安尼啦，弄迄佛的弟子啦，这样知道吗？心力有没有够坏？那么其相呢？尔时他杀无量的百千众生，就像啉酒咧酒醉啊，当然嘛，这边塌迄边塌，然后一个脚塌掉就死人迄个墙片佫害咧，嘛无命所以啊，那个人一恶的时候啊，哇！那么众生时已啊，都有血气呀，都流血啊，有血气，思相秀矣啊，狂醉背长，那个喝酒的相，闻到那个血气呀，他的那个发狂的程度啊加倍。见我亦从披服啊赤色，就是穿那个红色的，未乎是血。而复呢，见去啊，我弟子中未离欲者啊，誓不持走，为此而难。一些弟子啊，看到像安尼紧走，爱命紧走，只有一个而难。而难他不走，对吧？有没有定力？所以你看这个修骗不了人的啦。你到生命的紧要关头，过没较紧咯，有没有？你有定力啊，你像而难，大家咧走伊都唔走，为什么？因为他够，他有定力够，所以他就不用跑。尔时王舍大城之中，一切人民呐，同声同时起身呐，涕泣，涕哭号泣呀，作如是言：怪哉如来今入昧梦，如何正觉呀？一旦呢散坏，40条达，就是那个提婆达多啦，提婆达多叫调达，心生欢喜，屈檀沙门，昧默甚善，从今以往，真是不现，快哉此际呀，我愿得遂，讲华义呀，三男子，我以尔时啊，为欲降伏，复财相故啊。即入持殿，失手视之啊，
即以无子痴五狮子，思相见矣呀，其心不畏行己施愤，己身投地呀，敬礼我各位看好厉害哦，五字手安尼春也变五只狮啊！我们什么时候学到这个功夫？五只手一生之气佛有讲原因持定就进入持的三昧持定，然后伸出五只手指头变五只狮子，那个相一看到失愤了，知道吗？知道就好。然后己身投地就敬礼我主，来甲夫行礼。三男子，我以尔时手五指头15狮子，那个手指实在没有狮子乃是修持善根利故令彼调伏，就是那个持那个善根利。复次三男子，我欲涅盘使持花池向基斯那城由500力士以其中路平治洒扫，终有一时众坎众欲及于尽力不能。我时灵敏即起慈心，以之力士行己见我，以指拇指击持大石，用脚的拇指把那个大石这个直至虚空，它单在虚空，管理手接还用手去接，安住右掌吹令碎末甲本的俩一粒大石就变做护啦，复还聚合，令彼力士共高欣喜。人一个人就好咱这济人拢无法度。他只要一个人，还用脚嘞，即为类收种种法药，令其具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三男子，如来尔时时不宜迟，即此大石在虚空中，还至右掌吹令碎末复合如本。三男子，当知即是持的善根力，令之力士见如是事。复次舍卫城中有婆罗门女姓婆斯迦，唯有一子，爱之甚重疫病命中，而使女人愁毒入心，狂乱失性这个肉身无耻，游行四取啼哭失声，畅言直如何自去周遍诚意无有比喻，而是女人宜于仙佛执众得本这个女人呢，已经这个行善种德已经种了很多。三男子，我于是你起慈悯心，是使女人即得见我，变身直想看得有拢伊的囝，凡得本心前报我身如爱子华，我时即告逝者阿难，如可持衣以示女人叫阿难人拿衣服给他穿
既欲呀，便为种种收之法要，是你闻法欢喜荣耀，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以尔时，实非彼子，彼非我母，亦无报此啊，当知皆是啊，持善根力，令彼女人啊，见如是事。复次，婆罗奈城，有优婆夷，名曰摩诃，斯那达多，以过去啊无量仙佛众之善根，是啊优婆夷下90路，祈请众生呢，奉施医药。是时众中呢有一比丘，身因重病。就是遭遇，因呢就是遭遇的意思。良医啊，诊之，当须呢肉药，肉得肉者啊，病则可除；肉不得肉啊，命将不全。时优婆夷啊，闻依此言，行此黄金啊，遍至四里，唱如是言：虽有肉脉，无以金埋。若有肉者啊，当等于金呐，一两吧，一两金啊，周遍城市啊，求不能得。是优婆夷行至起刀，割其臂肉，这个其以上啊，骨外的部分切以为羹啊，下种种香，送病比丘。比丘服以啊，病即得差，病也就好了。是优婆夷，患苍苦恼不能堪忍，即发声言：南无陀佛，南无佛陀。我以尔时呢，在舍卫城闻其音声，疑是女人啊，起大慈心。是你行见啊，我持良药，涂其苍上。还何如本？我即为其种种说法，闻法欢喜，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善男子，我以尔时啊，实不往彼婆罗奈城，持药毒誓啊，优婆夷昌，当知皆是呢，持善根力，令彼女人啊，见如是事。复次，调达，就是悉巴达多二人啊，贪呢不知足，这个写错了，两个足啊，多服思故啊，头痛腹满，受大苦恼，不能堪忍，发如是言：南无佛陀，南无佛陀。我时住在呢优禅尼城。闻其音声啊，即生慈心。尔时调达，行便见我，往至其手，手摩头护啊，授以盐汤，而令服之啊，服以平护啊。我时不往调达手。所以这个调达要害佛，佛也救他了，所以都没有那一种厌愤心。复次善男子，菩萨修慈悲喜意，得住极爱啊一子之地，因何是地名曰极爱？故名一子。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安隐啊，心大欢喜。菩萨自是地中，亦复如是。是之众生呢，同于一子。见修善者啊，生大欢喜。是故此地啊，名曰极爱。善男子，譬如父母，见子欲患，心生苦恼。悯之愁毒，痴无舍离呀！菩萨呢，自是地中，亦复如是。见之众生呢，为烦恼病之所残却，
心中愁恼，忧恋如子。身之毛孔，血皆流出，是故此地名为子。三男子，如人小时寒舌吐快，粪秽瓦石，枯骨木枝，至于口中。父母见疑，恐为其犯左手周头，右手挑出。菩萨诸是地中亦复如是。见诸众生法身未增，或行身口意不善，身口意业不善。菩萨见疑则以自手拔之令出，不亦令彼流转生死，受诸苦恼。是故此地复名一子。三男子，譬如父母所爱之子，舍终亡，父母愁恼，愿以拼命相处菩萨一耳，见一忏体堕于地狱，亦愿以寄生地中。何以故？一忏体若受苦时或生一念改悔之心，佛即当为说种种法，令彼得生一念善根是故此地复名一子。三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其子虽恶行自作恶，心常念之若有罪疚，善言诱喻不加其恶。菩萨亦复如是。见之众生若堕地狱，畜生恶鬼，或人天中，造作善恶其心常念之痴不放舍。若行之恶终不生嗔，以恶加之是故此地复名一子。迦叶白佛言：如佛所说，其言秘密，我今自浅，因何能解？若知菩萨之一子地能如是者，因何如来昔为国王，行菩萨道时断绝而所婆罗门令。若得此地则应护念；若不得者复合因缘不堕地狱。若使等事一切众生同以直想如罗喉罗，何故复向提婆达多说如是言：痴人无修，识人剔透，令彼闻已生以嗔恨，岂不善心，出佛身邪？提婆达多造是恶已如来复记，当堕地狱一劫受罪。世尊如是之言，因何一义不相违背？世尊，须菩提者，自虚空地，还欲入尘求其以时，要先观人若有于己生贤济心，则止不行，乃至及机犹不行起。何以故？是须菩提常作是念：我忆往昔于福田所生一恶念，由是因缘堕大地狱，受种种苦佛今灵机终入不实，终不令彼以我其贤，堕于地狱，受苦恼也。复作是念：若有众生嫌我利者我当中路端坐不起；若有众生嫌我坐者，我当中路力不移除。行恶亦有，这有够困难的。咱来甲你嫌咱你一声拢袂叮当徛拢徛，倒拢倒
是悉菩提复众生故啊，尚起是心，何况菩萨？菩萨若得一指地者，何言如来出世出言？使之众生呢，起众恶心。佛告迦舍：如今不应呢，作如是那。言佛如来为之众生呢，作烦恼因缘。这个佛他不会呢，为之众生呢，做这个烦恼因缘。善男子，假使蚊嘴啊，能进海底。那个蚊子啊，嘴很小，用蚊子的嘴啊，要把海水都吸干了啦。如来终不为诸众生呢，做烦恼因缘。现在知道意思吗？讲迄蠓仔的嘴啊，一死啊尔甲海水有法度使打，如来绝对袂讲去做众生的烦恼因缘啦。现在知道意思吗？蠓仔嘴要甲海水使打，什么时阵有法度？等于讲无法度啦。就是这个意思。还有5分钟啦，不是说有问题要问吗？我都不敢留，要讲到晚啊。先讲有甲讲有一个问题要问好，谢谢刘讲师这边先请留下一个问题好，请发问什么是定应良医为什么有的小孩会克服？如释迦牟尼佛出生的时候，父母被死掉，还有你先把出世的得送给别人养，否则在家父母会生病。好，这个牵涉到非常广泛的一些我们凡尘的因果道理呀。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讲命的他的假如说是出生的那个时间是比较咱讲规律规律当家当，他的命就比较硬。可是那一个就小孩子的时期就很难养，胎起不容易养得起来。那有一些说为什么会克父母？这个就因果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能当一家人都要有因果不是善就是恶。那善的就是来还债，恶的就是来讨债所以要当一家人各位就要了解到都不容易那我们看现象我们对待朋友都非常客气对待家人很不客气。各位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这样？迄拢无客气的啦。安尼有啥物就直接讲，直接骂安尼对外人拢袂啦，对外人拢真好咧。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都属于是因果部分啦。那假如说这个我们跟孩子的因果就是有这个之前我们有亏欠那现在他要来讨，你讲好歹？好是用迄个修道的角度啦，讨了就无啦。若歹就是讲现象真奇怪，生理的做袂顺，头路嘛袂好势，一直直了钱啦，那个就是讨债，他来讨债。我们要了解说那个都比较特殊因缘啦，比较明显啦。那我们多多少少一定要有因缘才会当一家人。所以或者都讲，当你生病的时候你爬不起来，什么人照顾你？家人。所以你要对你的家人好啦，不管什么因缘，你都把它变善因缘，都是好的因缘。
假如说以往都不好，你把它改变，都改变变好，这样的话那一些不好都还清了，还清了，我们又行很多善因缘，可是我们不记在脑海，不爱讨啦，不爱讲我这么好你做这，我不爱讨讨等来，唔要，你好就好，这样就是我们修道者了缘，把缘都了掉了。不然说没有因缘，我们就不落在凡尘啦，一定有，尤其是家人的因缘更多，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善待我们家人，一定要好好的对待他们，所以那个克父母的唔免惊，可以克刚才拄则讲的好。因为了掉了就已经不欠了，无欠嘛，无欠就好修啦，所以我们了解到命业那个是它本身，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本身的养育很不容易的，养不起来，它养得起来的话它往后假如说能够发挥它独立性很强。能够帮助很多人啦，所以那个就属于很好的部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为什么生了以后都不能这个抚养就会生病，那个你跟他结的缘很浅啦，跟那个生尔，各类未使斗阵，各斗阵都已经违反那个因果律所以就有的就要给人抚养。像那个佛一样他这个母亲一生下来7天就过世了。你要想想看，粪呢，你生粪呢，你个粪你有法度个盖做偌久啊？所以他就由他的释迦牟尼佛妈妈的妹妹抚养他本身7天就过世了。所以要了解那个都是因缘你长时间相处有相处的因缘短时间有短时间的因缘，所以因缘到了他就分啦那缘聚则生缘散就没了缘聚缘散那个都很短暂要了解凡尘不好玩凡尘烦恼很多下个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贤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贤给或学机会学讲。我们这个讲的会不会太快？有贤贤跟或学就讲说，弄念的都过，弄念的都过。因为或学接的时候白话的话就不再加以解说了，那假如说接的会太快的话，或者会讲慢一点，不懂也可以马上举手说不懂，或者可以再讲。我们讲到哪边了？54页的左边，前贤有讲说那个身剑身呢中那个毒箭那一段说讲得太快，身中毒箭在哪边？身中毒箭在第几页？在50页。50页的底下，
那个身已经呢中了毒箭，那么其人的剑属意令安隐，未除这个毒箭即命良医而未拔剑。那么底下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该努力的我们就不要去注重，说那个人说且待莫处唔通甲钱唔通甲诱出来钱较慢溜啦。那么我今当官不是毒箭从何方来？这个毒箭是为刀呀下来谁这手射？什么人呢？射了毒箭要射死我？那么复更作念是何木也？那一支箭是什么木做的？还是竹也？还是那个竹做的？是木做的箭吗？还是竹做的箭？还是柳那个柳树的做的箭？那么其处那个箭头是铁也那个箭头何也所出是什么人把那个箭头做出来？是钢也柔也那个箭头呢是始于钢还是始于柔？那么那个羽毛那个箭的羽毛是什么鸟的翅膀什么鸟翅膀去做的那么所有的毒那个毒箭里面的毒从做而生的，安那生出来是毒蛇内底毒，还是咱人用化学出来毒？所以佛呢就讲说，如是以人竟未能知寻遍命中那个寻就是很短的时间要死啦！你个研究这你研究也未知影你答案的时阵你命就无去啊！所以佛讲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要重视，我们要重视的要重视，要看清的要看清，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它这一段的重要点，就像我们在生活之中，就是要活在当下。当下我们整个那个当下的这个念就是时事古今不离当念就是时事以前时事以后，全部都是我们当下的这个念头。所以我们就要活在当下当下就没有三心，没有四相六道轮回就是说我们不住了，我们就不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是重要的我们这个都放着不管，然后所管的各位浅显想想看，我们日常所管的是什么？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些啦。蛮正是背字蛮正是背。我爱先研究，我伫环世间到底活咧创啥？等到你研究透彻无命啦，命无去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佛告诉我们要重视的就是我们当下的命你看我们的命现在都在，而且我们都有能力来维持有能力实际来做所以要活在当下，把当下整个我们的佛性都呈现。那只要我们在生活之中当下都呈现佛性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生活的领域就在佛的世界都已经进入了很理想。所以佛讲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该重视的我们一定要重视，那该看轻的我们不要看重这样子。所以我们凡尘
我们就是该看重的都不管它了，该看轻的，我们一直很用心计较，迄无计较袂使，无计较我都拢输人都爱计较，不知道说咱计较拢唔对啦，都是多余的，那个不必要啦，那个计较甲赢。都要了解到，咱计较赢失掉朋友了，失掉人家要跟你亲近了，迄唔通赢啦，迄小事拢唔捌输小，哎呀，说拢要赢人迄唔好啦，人家不喜欢跟你相处，所以我们了解输完紧，我们要知道说。培养浩然正气啊，就是你什么都让人，你都输了，让人了，你浩然正气培养出来。当你这个夜晚走在没有人的路上，你不会害怕，为什么？你充满浩然正气，天地间的正气啊，都在你身上。所有一些那一些无形的啊，都来保护你。这样你一点也不会害怕。那假如说我们都赢了，拢赢人，告诉你那个时候夜晚没有人走的路啊，你不敢走，那整个那一些无形都要打你，你看你会吓死了。等你回到家里生病了，你找医生啊，医生找不出病因。所以要了解到我们那个浩然正气啊很重要，就在吃亏之中培养，最容易的就是吃亏之中培养。那我们呢就回到了我们讲的地方，54页左边是吗？对。第几行？第9、2、4、6、8、9，三男子假令大地啊。是这样吗？这个假使这个大地虚为灰色，水为那个干相，佛为冷相，风呢为住相，三宝佛性即以虚空作无常相，如来中部呢为之众生呢作烦恼因缘。这个呢就是讲。假如说我们整个大地啊，全部都灰色没有形象，这个不可能啦。大地啊，拢实实在在，大的都是有形有相的土地，那水为干相，水啊拢打去拢无水，火都真烈真烧，变作冷相，风吹来吹去伊那带会调。风呢为住相，三宝佛性以及虚空啊，拢变无常，那有可能讲做无常相，如来呢，假如说是那个样子，如来也不为诸众生做烦恼因缘，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如来都是要帮助众生不会给众生找麻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如来都是要帮助众生脱离苦海，所以我们又把它引申到身上来。如来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佛性本体它不会为我们做烦恼因缘，所以烦恼因缘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这样呢就更了解了。这个如来呢不会为我们呢做烦恼因缘。三男子假使毁犯四重尽那个四重尽罪，各位都还记得吗？舍正华舍菩提心，牵令圣华跟恼害众生，叫做四重罪。还记得没？袂记了，听听拢搁害我，无采我咧讲到遮大声，讲到尾拢会无声呢。所以我们最重要
就是不能舍正法，正法不能舍啦，然后不能舍菩提心，我们那个决心呐，那个很灵敏的知觉心不能舍掉，然后知道法不能牵令圣法，袂使讲不爱人教，一定要告诉人家，不能恼害众生，就是我们在暗中呢，来害众生都不可以，这个叫四重罪，很重的罪啦，安尼知无？所以这个毁犯呢，四重尽罪及一忏提，一忏提就是没有善根啦，这个起心动念呢，都是要害人，都是歹念，那个叫一忏提。那一忏提呢，毁谤正法，就是呢说佛法拢骗人的，那个毁谤正法叫一忏提呀。所以要了解啊，这个毁谤正法要下阿鼻地狱啊，那个罪很重。现身得成啊，实力无畏，32相80种好。这个呢，我们这个现身得成，有实力无畏啊，32相80种好。这个呢都是我们呢这个有讲过啊修正了以后啊所呈现的力道。那么如来终不为之众生呢做烦恼因缘，绝对呢不会为众生这个做烦恼的因缘。三男子假使一切无量的众生上昧佛性，如来究竟入般涅盘，如来终不为之众生做烦恼因缘。所以佛所讲的这个假使一切无量的众生都已经上昧佛性了，那如来呢这个究竟入般涅盘，如来终不为之众生做烦恼因缘，就是在什么状况之下，如来绝对不会呢为众生来做烦恼因缘，所以绝对不会，都是我们众生自己寻找烦恼啦，自己找啦，找烦恼来烦恼，因为我们众生都太巧了，无烦恼了，要找烦恼来烦恼。善男子，不应花缘如来是真，为之众生做烦恼因缘。所以这边就讲说这个跟迦叶讲，不应该讲如来是真为之众生做烦恼因缘。善男子，如来真实能为众生断除烦恼，终不为做烦恼因缘，绝对不做烦恼因，而且又能够断众生的烦恼。告诉众生我们那个起心动念生出烦恼的来源，那个就是菩提，所以就持断了，烦恼就持断了。我们呢都进入烦恼的内容了，所以才很烦恼。假如说我们回过来看，烦恼从哪里生出来原来从佛性生出来，找到佛性的那个就是菩提。所以菩提即是烦恼，烦恼即是菩提，它是一样的。如所言，如来往昔沙婆罗门，这个奉事大梵天而修净行的一族，叫婆罗门。所以杀婆罗门者，善男子，菩萨乃至夷子尚不杀。那个菩萨呢，也没高下，伊都袂去个抬，何况婆罗门，绝对呢不会啦。菩萨常做种种方便，惠施众生呢，无量的寿命。这个菩萨呢，他常常呢多做种种方便，能够呢惠施恩惠的普施所有众生无量的寿命，让众生呢能够在凡尘生活得很好。福施食者则为施命。布施那个食物就是布施
我们的命，因为啊，虽然有长寿的命啊，一定要有食物啊，为缘，那个长寿的命才会呈现。你命真长啦，拢无通啊食，有法度命真长无？死啊啦，无通啊食会死啊，对不？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还没有修到四禅，爱食啦，修到四禅都唔免食，较认真嘞。修到四禅就不用吃了，连呼吸也不用，所以啊，那个布施食物的话，就是啊，布施给他生命，行檀波罗蜜时，那个檀就是布施，行布施波罗蜜，布施到清净的彼岸，常施众生呢无量的寿命。都布施给众生啊，就是无量的寿命。修不杀，不杀戒，得寿命长。那个不杀，就是凡有生命的都不把它杀死啊。这样呢就会得到寿命很长。那么行持戒波罗蜜啊，胜口无垢，就是持戒。所以这边讲慎口，很谨慎啊，我们的嘴巴讲出来啊都没有过错。各位浅显，我们在生活之中嘴巴讲出来有没有过错？有，我们清清楚楚的讲啊，对不？有过错嘛？唔知，都一下子呢就讲出来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持戒啊，波罗蜜，由持戒到达清净的彼岸，然后很谨慎啊，那个嘴巴，那个惜言如金呐，惜言如金，听有无？爱惜我们的语言呐，迄讲出来拢金啊咧，拢金啊，互人安尼爱啊无爱？唔通。互人去都无诶，金仔都无呀，点点金仔拢伫咧，家己用，然后家己用，这样知道吗？所以我们嘴巴很快啊，乱讲，都把那个福德啊用掉了，福德拢无去啊啦。咱若点点卖讲福德伫咧，咱家己享受，会享袂？会享受福德啦，这个很好的。那么行忍辱波罗蜜啊，皆得寿命长。忍辱啊，互人侮辱无要紧，咱互人侮辱就会当到清净的彼岸。安尼互侮辱无要紧，对吧？咱若唔肯忍辱，要甲伊拼会死，对吧？迄拢无价值。人家呢批评，这个都好斗狠啊，戏后常劝呢众生莫生怨想，劝众生呢就是不要产生那个埋怨，所以那个埋怨啊，我们要了解到，好像炸弹会爆炸的，若无埋怨的会爆炸，对吧？唔通带一寡埋怨伫个心上唔知倒一天会爆炸，会炸伤自己又炸伤别人，对吧？所以不要埋怨，推辞于人啊，允取相急，就是啊，推辞于人，把那个慈心啊，大家的心拢足好诶。拢执行推给别人，然后允取相急，那个弯弯曲曲上歹心的就是咱家己啦，安会晓袂？你看唔敢应，我哪有歹心，我足好心的咧，所以那个允取相急啊，不肯做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推功揽过。把功推给别人，把过错呢把它揽过来，这个呢都是要有很大的度量才能够做。无所争讼，
就是啊，不跟人家计较，不争讼啊，我们这个要到达不争讼啊，是很困难，你把手眼看人，就要跟你修正啊，所以啊，眼睛会杀人啊，我们要看人要正眼，不能白眼看人，那个会没命啊。这个精欠啊修善，精进啊来欠啊，大家修善，皆得呢寿命长，拢有法度得到寿命真长。可是这个在现实来讲好像不怎么适合。为什么？食较伤老艰苦啦，较早早死早巧，较早巧先，万事都遥远。所以我们要了解佛在凡尘啊，要活得很有价值，那个佛才有意思的。那哪拢活甲拢无价值真的活较不如死，所以要了解到这个生活呢，要生活得非常有意义，这个活得很有意思。当你都在帮助别人的时候啊，你那个生活就非常有意思，你会比别人快乐，被你帮助的人也快乐，可是你更快乐，你帮助人的人啊更快乐，所以我们呢，就是要真的呢，寿命长又很健康，好不好？好，最好了，不要寿命长，全身都是病。修平等心啊，善于摄心，就是我们要修那个平等心，心平等了，我们了解说我们在凡尘啊，这个平等的心啊是最难，所以六祖就讲平等是德，见性是功，你见到佛性啊就是功，你能够做到平等就是德，所以功德啊全部都在佛性里面找才有，外表形象找不到功德啦，你见到性了，你心平等了，功德自然就累积了，这样的话呢，你有德，自然能够降服别人，别人愿意跟你交朋友，愿意跟你在一起，这样你做人就成功了，不然你做的这个吸力是太强，人家会怕你耶，买了勾心斗角就搞好不好？吸力是太强好不好？不好，完全不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在凡尘啊，就是要成，学着天地啦，成得天之道，成之者啊人之道，我们呢就是能够呢，用诚心诚意来带的，那个呢就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呢修这个平等心，各位都还记得吗？5867果音转，记不记得？记得或者再讲一次啦因为我们有很多听了以后有听啦都没记呀，忘了啦，说呢这个5867五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叫五，8就是阿赖耶识啦，6就是意识，7就是末那识，就是第7意识。所以58就是果，6、7就是因，果因转。所以我们要了解当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要从因修才转果，才转得动了，不能从果转，从果转不动了。或者做比喻，说我们现在在家里就是因地，然后我们想买车票要到车站，对不对？车站是果地啦，你在家里买得到车票吗？买不到啦，所以那个因地买不到果地的东西你要开始从家里出发到车站，你到车站了就可以买到票了。
所以要从因转，因先转啊，果才转得动啊。所以啊，我们从六七六就是我们意识啦，我们把意识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啊，观察凡尘的万象万事，变成啊，我们的妙观察智，把意识第六意识啊变成妙观察智。六祖讲，妙观察智啊，见非功，见到非有为功用了。非有为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啦。你从第六意识就见到佛性，好不好？最好了，你见到佛性，都用佛性来主宰你生活的应对进对，这样子都不造业了，就不用受苦。所以啊，先把第六的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然后再把那个第七呀，我们的那个莫那识，莫那识啊，就是一根，我们把它转成那个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啊，心无变。当你心平等了，没有变，心已经没有变了。我们现在在凡尘啊，各位浅显，心平不平等？绝对不平等啊！我们一起心动念分别心就一定啊很明显，所以都不平等，不平等啊，心就有病了。我们把那个第七的那个潜意识啊，就是莫那识，转成平等性质，心就无变。然后第六、第七转好了，我们再来转前面啊，眼耳鼻舌身。那眼耳鼻舌身，我们平常在用的时候啊，我们都给它当家做主啦。那我们现在用第六、第七用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来指挥眼耳鼻舌身，成所作智，你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这样子的话，一点业也都不造，一点业都没啦，所以成所作智啊，同缘境，就跟那个第八的阿赖耶识一样，都已经转了。然后最后啊，再转第八呢，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已经转到我们原来的那个如来藏、如来含藏三河大地，这个最理想的已经啊回复到我们佛性的本体，所以我们了解啊，5、8、6、7果因转，会不会转？听就有在听啦，要做也搁一段距离呀，对不对？要做啦，你做了就会到，你只要肯落入实践啦，它就真的有一天就呈现，就整个都到达，所以我们修呢，那个平等心，平等的德就有了。那么善疑呀，摄心。我们就是要了解啊，这个摄心啊很重要。收摄啊，我们的心啊，就是回光返照。各位会回光返照吗？会不会？可是我们都不肯呢，都把心外放，对不对？要放的起较紧啊，要甲收回来较恶啦。好像现在小孩子。现在的小孩子啊一样，你若讲要带外口佚佗欢喜甲第二条。你若讲要甲带回来，卖啦，唔卖回来。就是啊，很喜欢往外。所以各位要记得，你往外啊就是众生，收回来就是佛菩萨。爱做众生啊，爱做佛菩萨。做佛菩萨得爱摄心收摄我们心回来爱做佛菩萨，不过讲要摄心，唔买咧，安尼有法度无？心又不收摄，又想当佛菩萨，有没有办法？
哦，没有办法了，所以一定要收摄我们的心回来。我们就想想看啊，我们让心跑到哪里去？跑到凡尘的万事万象上面去了。那一些万事万象都无常变化，我们为什么让它跑去无常变化？我们自己都很甘愿的，对不对？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都把心外放，外放实在出去无什么代志都跟他要好出去。好了，出去佚佗，不想收他回来了，又想这个做佛菩萨，又不想收心，这个真的很矛盾的所以有一天当你已经踢到铁板了。都很辛苦艰苦了，好啦，来收心，那句才甘愿。没有踢到铁板拢唔甘愿收心，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在凡尘过得太顺那绝对是上天对我们一个考试啦，看你是刚有影讲心要倒转来你真的心都收回来了，上天发一张考试单，给你赚钱，给你事业都很顺利给你有社会地位，各位浅显，要不要收心？要不要？真的这个心口不一啦，有咧想啦，不过无想要做。真的当你遇到挫折外口大家拢跟你牙齿割啦，拢无顺利的意思。这个时候叫做踢铁板。那你做什么都不顺，这个时候叫踢铁板。这个时候你肯把心收回来拢外口拢骗人的，拢假啦，好啦，把心收回来，这个时候才肯啦。对不？对不？很正确若要甲你考互你拢真顺啦，保证讲绝对无爱收迄嫌人嘛无去啦。讲倒来研究心理学嘛，卖啦，我即摆无用咧创啥？我一寡钱也袂用的咧，一大堆拢伫身躯边，爱紧爱用的。要不要做得听？要不要？要不要？要这么好又有钱又有闲，够有钱够有闲都研究会调，成不成就？一定成就。所以你看我们心多么重要所以明心，你心明了，我心不外放，我都收回来。这样的话，你很笃定，外面都是变化无常，我干嘛去追？不追，就回来，心笃定，然后我修，就是所有的善我都做，然后做好了抛开，不记在脑海，生死得本，这样的话，你一直累积所有无形的都保护你。保护你做什么？度化众生，众生越度化，你就越高兴。这么多呢，都肯回头是岸，都肯到清净的彼岸，都肯当佛菩萨。或许都讲你努力研究，按照或许讲的去做没有成果，或许再来陪你们修，有没有？很坚定的。所以一定要努力修，无你拢搞我害。所以真的又不说假话，不是讲假的是真的绝对可以成。所以那个善以摄心，收摄我们的心一定也要收摄回来心回来了就笃定了笃定做事就有力道。
宜知善法哦，不放逸哦，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不放逸啊哦很重要，就是放逸啊，就是放肆的意思啦。欧北来这个放肆。咱若拢安尼，很谨慎啊，拢安尼规规矩矩啊，那个呢叫不放逸。宜知善法呢，不放逸，全部呢都呢能够行持。那么众生行仪啊，众生呢都按照这样来行，以是因缘得寿命长。以是啊，用这一种因缘，心呢都收回来，然后呢修平等心，善法不放逸，这样做呢，得到寿命长，那个佛道久一点啊就有意思啦，因为都有意义的。那么以是义故啊，菩萨于众生，于诸众生呢，终无夺命。菩萨呢对众生啊，不会夺命，不会把众生的命啊，让他这个丧失掉。那么底下呢，佛所说这一段呢，须呢修至神通，方能了解，其行啊深义。善男子，相如所问，就是你上面所问的沙婆罗门时啊，得是地步，就得到了那个一指地，就是最善的那个地。善男子，我使我以得以爱念故啊，断其命根，非恶心也，就是爱念，才呢断他的命根，不是呢那个恶心。善男子，譬如父母唯有一子，爱之甚重，好像父母只有一个孩子，然后非常的这个溺爱，非常爱得很重，那犯官限制就是犯了国家的法律。那么是使父母呢，以不畏故若病若杀。虽有病杀呢，无有恶心。病呢就是赶出门啦，不爱好一大。杀呢把他杀死了。虽有病杀呢，无有恶心。虽然对他很不好的那一种处置，可是呢没有那个坏的心肠。那么菩萨呢，维护正法。亦复如是，那菩萨呢要保护那个佛法的正法，让众生呢都能够脱离苦海，也是这样。若有众生呢，谤大圣者，毁谤呢大圣经典，给予鞭打，用那鞭给他拍，苦加自知这个诱呢，加以这个苦字。剥夺其命意令呢改往，真修善法，那个毁谤大圣呢，因为这个命中了以后就堕入阿鼻地狱，那个受苦没有间断，所以在生的时候就用那个皮鞭来打他，苦加自知让他受苦很重。或呢夺其命，或把那个命这个夺了，就是意令呢改往，让他呢改过那个毁谤大圣的那一种就去掉，真修善法。那么菩萨呢意常咒是思维，菩萨呢他的意象呢常常都是这样思维，所以我们了解我们那个思考考虑都是心意识啦。那么这个思维它是在八正道里面的一个正思维，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正法里面所允许的正思维。那么以何因缘能令众生发起信心，
就怎么样的因缘才能够令众生能够发起这个信心？那么随其方便要当为之就随着怎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众生呢发起信心所以菩萨呢都这个随着众生的方便要呢当为之要去做。那么知婆罗门命中之祸生阿鼻地狱这个知婆罗门那个沙婆罗门这个婆罗门就这里交代命中之祸他已经呢下到阿鼻地狱，就是受苦没有间断的地狱则有三念他呢有三个念头。一则呢自念我从何处而来生处，他自己会想说我从哪里来，怎么会到阿鼻地狱来呢即自知从人道中来知道呢从人道之中来。二者自念我今所生为何处这个我是生在什么地方即便自知是阿鼻狱就是阿鼻地狱受苦没有间断。那么三者自念成何业缘而来生处是什么业的因缘，然后到阿鼻地狱来即便自知毁谤方等大圣经典所以这个毁谤方等大圣经典最重要到呢受苦无间的阿鼻地狱那么不幸因缘为国王所杀而来生处，念是是以即于大圣方等经典生呢信净心行己命中生甘露谷如来世界以彼寿命祭祖十劫所以他呢毁谤方等大圣经典堕入阿鼻地狱然后这个不幸因缘为国王所杀，就是呢在人道的时候不相信因缘，然后被国王杀死，然后到阿鼻地狱来。那么念是事矣就是念到这一样的这种事基于大圣方等经典就产生那个信见的心那行使就是很短的时间命中就已经没有命了，在阿鼻地狱那个阿鼻地狱要出来很不可能就是很久。那他为什么有办法很短的时间行使就是马上的意思在阿鼻地就命中就是因为他对大圣方等经典已经呢产生信尽心，所以就在那个地方阿鼻地命中了。那生呢甘露谷就是在呢这个释迦牟尼佛之前的那个佛这个甘露谷的如来世界那个地方呢这个出生。那么以彼寿命祭祖十劫就是很长的寿命虽然那个杀了那个我们了解说婆罗门被他杀了，被那个国王杀，可是国王杀他呢就是要救他了，这个当然要有那个我们那个神通以后我们才会知道这个事所以这个呢或许就先用一个刮胡说底下佛说的这一段需要修到神通呢才能够了解他的那个深的一层的含义。善男子，以是义故我以往昔乃以世人十劫寿命我给那个人婆罗门给他10劫的寿命因为我们了解那个10劫的寿命很长就等于
那么允和明沙为什么是沙呢？所以我们在现象看到国王杀婆罗门，其实他是救他，能够有10劫的寿命。三男子有人掘地一朝着世，斩截尸尸，骂力鞭打，以是业言堕地狱部。所以又跟迦叶讲说呢，这个有这个有人掘地阿头卡，然后呢一朝割草着世砍球然后斩截尸尸把尸体拢甲倒一块一块，骂力鞭打佮甲伊拍。那以是业缘堕地狱部。这一种业的因缘会不会堕入地狱？那么迦叶呢白佛言：如我解佛所说义者，应堕地狱。按照我了解佛说的义理应该堕入地狱。何以故？如佛习为声闻说法，汝之比丘于之草木莫生恶心。何以故？一切众生因恶心故堕于地狱。因为恶心就堕入地狱。那么尔时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如汝所说，应善受持。按照你所说的呢，要去呢这个受持。三男子，若因恶心堕地狱者，菩萨尔时实无恶心。菩萨那个时候实在没有恶心。何以故？菩萨于一切众生呢，乃至虫蚁，高下牺牲怜悯，利益心故所以则何？善诸因缘之方便故。所以嫌高下伊都真可怜高下已经岁龄要搁治疗爱足久的啦。安尼千万世拢咧做高下，足可怜的因为要利益所以这个佛就讲所以则何？为什么呢？善知因缘就是这个菩萨呢，知道这个因缘，他为什么脸会粉碎？他为什么会当众生？为什么会去当蚂蚁？都善知道因缘，然后呢，又知道呢方便法门。所以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心很重要。那么以方便力意令众生种之善根。以方便力要给众生呢来种知善根。所以我们在凡尘那个种善很重要。让善又生根，让善根又成熟，我们才会遇到善知识，我们才会呢听到上乘佛法，这个都很不容易啦。所以我们那个种善根很重要。所以我们善根不种，种了你听到上乘佛法心理心法，你也没有办法去实修实际的去做那我们有种善根呢，我们自然就排除那一些业障，然后就有办法来这个行持那个上乘佛法。那么以是义故我于尔时以善方便，虽夺其命而非恶心不是呢那个恶心来夺命。三男子，婆罗门法这个婆罗门法呢，7岁呢到14岁要在家学习，15岁之后呢游方学问学婆罗门法15岁之后爱出门去学啦一下给去学学问这个婆罗门法，然后40岁要回来家里娶妻生子
40岁要回来娶某生囝啦，50岁以后要入山修道了。所以婆罗门法就这样，他规定啊，就是要这样。所以7岁到14岁伫咧厝诶学，15岁爱出去外口学，一舍地去学，甲你赶出门啊，一舍地去学，40岁回来娶某生囝，50岁入去山去修，蛮奇怪可是他们都习惯了啦，按照那个样子。落沙遗址啊，满足实车咱若抬高遐，甲高遐抬安尼10车，有沙罪啦，迄拢无沙罪，文盲早失啊，这个猫狸狮子虎狼熊之恶虫兽，及于能为啊众生害者啊，杀满这个十车，鬼神罗刹呢，能为众生呢做老害者，有夺其命呢，悉无罪报所以啊，家就甲咱讲，咱啊抬高呀，抬到10车，无罪啦。文盲早失啊，这呢，知恶虫兽啊，这害这个众生害者你甲伊抬到10车，鬼神罗刹能为众生做老害，有夺其命呢，悉无罪报。这鬼神罗刹你拢甲抬。我那拢无罪报啦，各位知道了吗？厝诶若有家族目屎爱抬下未？下未？所以嘛，你看我们观世地经就讲这个恶为恶啊，除害没有罪，不用那么说我都有生命了，我不敢害死他。要把你叮，蚊子要把你叮，去叮别人，不要叮我。你这个心地这么坏，你要想成佛啊，你甭想。要叮你就把他打死，不要再去叮别人了。这样心地好不好？好不好？竟然不敢赢。所以持恶为善。各位要了解，持恶为善，有因果啊，我杀掉他来找我，你就这样担当，那你就有意义，你在凡尘啊，活得有意思啦。唔通抬，规入去甲厝内底规间拢加抓，人家会怎么想？你的卫生有够歹，伫恁家唔通食物件，食出去落屎。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啊，持恶为善，你持掉恶啊，你就是行善，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若杀恶人，则有罪报，这个杀恶人啊有罪报，所以佛都详细说，杀以不悔，则堕呢恶鬼。你杀了啊不后悔，就堕入恶鬼道。若能忏悔啊，3日断食，忏悔3天都不爱吃，其罪消灭，无有余语呀。安尼知不？这个佛教我们这个就是叫怎么样开一扇门啦，你杀了恶人，这个是有够苦你给他抬死啊，对不？你杀恶人了，有罪报你杀矣啊，不悔不后悔，你就堕入恶鬼道，那个恶鬼道啊，迄个烟火敢若一支尖啦，伊物件拢食袂落，巴肚足枵的，巴肚足大的，足枵的，拢食袂物件食袂落啦，好不好？
不要到恶鬼道去了哦，所以不好。阿佛就讲若能忏悔，你杀了恶人然后你忏悔，然后三日断食3天较啉奶，拢卖食其罪消灭无啊啦，罪拢无去啊，你看好好无？调到8岁起来嘛就好了，因为罪会消灭啊，已经啦罪恶呢那个都消灭无有余矣啊，无存啊啦，拢已经无啊。若杀和尚害其父母、女人及女无事千年啊，在地狱中所以这样的讲，假如说我们杀了和尚那个形而上谓之道，和尚他已经跟道合在一起，你把他杀了又害他的父母又害女人及女那无数的千年啊在地中足久的千年啊，拢伫咧地狱内底啦，你免想要出来，无法度出来出世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他那个严重性。善男子汝先所言，如来何故呢骂提婆达多吃人食破安尼食人的嘴烂如意啊不应呢作如是问，何以故？知佛是真呢，还所花言不可思议就是都不能用我们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论议都不可思议。善男子，复有实言，为世所爱实在讲出来，我们凡尘都很喜欢非实非法，不为利益啊，如是之言，我终不说。所以这个非实非法，不为利益呢，这一种话如来呢他都不会讲。若有语言呢虽复粗犷真实不虚是实是法能为一切众生利益闻虽不悦我要说之。听到以后虽然不喜欢可是呢佛都要讲。何以故？知佛是真呢验证遍知知方便故知意令彼安住正法，故是种种方便都是呢那个方便法门所以这个应正遍知正知然后遍知正遍知因为呢知道方便法所以要令呢那个安住在正法所以用种种法门呢来做。善男子，我以尔时实不骂入提婆达多，实在无敢骂啦，伊都促成我提早这个成道成佛所以我们了解实在呢没有骂他亦不疑痴呢，使人剔透亦不生于恶气之中，阿彼地狱受罪一劫亦不坏身，出佛身学，亦不违犯呢四重之罪，毁谤正法大圣的经典拢无啦。提婆达多呢拢无接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真的就不可思议啦明明看到的现象拢有，佛拢讲无。善男子，提婆达多者为是知佛之所知见知佛所知道所见到，是故汝今呢不应难言如来何言苛责骂入提婆达多汝于知佛所有境界不应如是生于以往佛于修菩萨道时发愿欲修忍辱波罗蜜提婆达多知道这个事发愿生生世世呢要和佛同时生在凡尘世间做加入者，让佛成就呢忍辱波罗蜜。所以原因就是这样啦因刚刚要来甲刺激的啦所以咱谈话
结就成哩，无甲你结袂成啦，甲你结才会成，有没有？那嘛呢，无风结无力啦，结个好，我做互你看，好足有力的，就绝对成的，那迦叶白佛言：譬如甘蔗世事煎煮，得种种味。我亦如是呢，从佛述闻多得法味。所谓呢，出家味离欲味、极昧味道味。所以佛就讲，敢若甘蔗啦，甘蔗呢，世事煎煮，咱即摆甲摕来，这个煎煮头一摆食无共款甜特别甜，你第二摆、第三摆、第四摆你煮，那拢无共，迄味有味，甲头一摆拢无共，所以得种种味，然后假设说我也这样，得到种种味。然后从佛述闻，讲足侪摆，有讲足侪解，我听足侪解，所以多得法味得到那个法味，那个法都不同，所谓的出家味、离欲味极昧味、道味，各位浅显体会多少个味？出家味有没有？离欲味有没有？极昧味有没有？道味有没有？拢无无咱体会什么味？世间味。世间味体会真深啦，这拢无啦。这个离欲极昧拢无。道味有无？有没？有啦，拢唔敢肯定，谢谢啥有。是真譬如真金世事稍达，消融炼也，转更明净，调和柔软，光色微妙，其价难量，然后乃为人天宝重，那个宝好像真金呢，一直稍达的话，如来呢如给达，那人人道天道都很宝贵很重视。是真如来意耳，郑重之问，则得稳健甚深之意，令身行者呢受持奉行，无量众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然后为知天人所恭敬恭敬供养。所以如来也是这个样子，这个很郑重慎重的来质问，来询问则得稳健甚深之意，问深呢就深的意义出来，你问浅呢就浅的意义出来，所以能呢令我们身行深深的要来修道的人受持奉修。无量的众生呢，就发无上正等正觉心，然后为知天人所中恭敬供养。尔时佛赞迦叶：善哉善哉！善男子，菩萨为利益诸众生故，知其如来如是深意。以是义故呢，我随汝意说以大圣方等甚深秘密之法，所谓极爱如一指地。所以问的深就讲的深啦。要了解说佛法无得深刻迦叶白佛言：若菩萨修慈悲喜得一指地者，修舍心时复得何地？因为慈悲喜舍，所以我们了解说四无量心呢，慈悲喜舍，那慈悲喜讲过了，那么修舍心的时候复得何地？那么佛就回答：善哉善哉，善男子，汝善知识知我欲说如则之问，
你善的知识，知道时机呀，成熟，知道我想说，然后你就问，菩萨呢修舍心的时候啊，则得注意啊，空平等地，如须菩提，须菩提呢就住在呢空平等地，菩萨呢住空平等地，则不见有父母、兄弟、姐妹、儿媳、亲族、知识、验真中人，乃至不见呢，五阴，这个18界，然后这个支路，就是根入尘，尘入根，六路，然后众生寿命，就是没有四相，所以我们一看了以后不见有父母兄弟姐妹儿媳亲族知识，然后验真中人无一款安尼看到安尼敢若仇人都没有乃至不见五阴也不见18界，也不见那个六路根入尘，尘入根就是支路以及这个众生寿命四相。善男子，譬如虚空无有父母、兄弟、妻子，乃至无有众生寿命，一切的知法亦复如是其心平等，如彼虚空。何以故？善能修习知空法故。可是各位贤贤，我们看到这样咱都会想讲安尼唔通。我除了最起码父母都不能忘，兄弟妻子也要照顾，对吧？对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在现象之中来说啦，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先人道圆满。人道你都圆满，没有后顾之忧，没有后顾之忧以后你冲度化众生就有力道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在现象之中不要有亏欠。那假如说我们在现象有亏欠，你遇到事情的时候人家一反问了，你答不出来，因为你没做到。所以你答不出来，那你在现象都很圆满做得很好。那么这个他是已经讲到我们法身了，我们法身有没有这一些？有没有？法身有没有父母兄弟妻子？有没有？没有。我们法身以虚空为身所以没有这一些所有的都没有。有没有仇人？没有。有没有恩人？都没有了。所以什么都没有，叫做空华。这样了解吗？空华就是我们法身的根本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凡尘的一切或者讲一切法皆不和不善，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若法无自性，则无有法。各位浅显，答案是什么？再说一次，一切法皆不和不善，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若法无自性，则无有法。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什么？不要说了，没关系回去慢慢想。你才会了解说原来佛法这么殊胜这么好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要
这个让我们成就啊，一定也有一些过程，一下子答案都告诉我们了，我们反而说很多啦，那个马来西亚有一个道亲有够骨力的啦，安尼逐天拢拍电话给我，伫马来西亚呢，拍过来给我，迄腔阁足重的，我是安尼做认真听。听到底咧，甲我问声，我安尼修对唔对？我你是安怎修？我就很努力听啦安尼他，伊讲伊咧做工啦做敢若油漆油漆工，较早转去拢啉酒啦，厝的太太查某囝后生啊，拢很讨厌啦。一个听到我咧讲心里心话，伊就认真听啦。转去酒唔啉啦，开始认真听，听咧认真去做啦，做咧就问我讲安尼对唔对？这声我又搁认真咧听，讲你安怎做？然后要想一想，这个有时候要用方便法门，虽然都还不很肯定他说的是对，可是不能跟他讲你安尼唔对啦，我伊拢不爱做。我对，你安尼对，让他熟悉一点以后再讲，可能以后我会更了解他在讲什么。无伊个口足重的，佫足骨力的。我看到迄电话，迄头甲尾一大堆啊！我这是都马来西亚你看从马来西亚打过来。等于每天打足骨力的啦，我讲咱台湾也无遮骨力，他那个真的很努力。伊讲你即马修足欢喜的啦，厝的遐规个家人都很高兴啦，不喝酒了不喝酒就不乱做事了，就不会打人了。就家里都很和乐啦，讲伊嘛足欢喜这个现象，努力修啦，修安那对唔对？安那对唔对？讲对，安尼对。所以我们了解说不一样的我们社会背景有不一样的做法，我们要衡量说以他的这个现象来做这个事，然后往后他一直做会变怎么样？我们要事先去了解。那了解了以后我们不要泼他冷水，要呢给他有那个动力。伊讲安尼对，伊就认真去做。做到尾的中间会去发现问题，会去问。那个时候我们再来调整就可以。不要一下子你又把它泼冷水，哇，都不爱走，哇，又失掉一个那个佛的种子，所以要有那个方便法门，阿和七色龙，就是方便圣智，给人家呢方便，能够让人家呢修持。假设白佛言云何明空，所以这边呢我们就是了解什么样呢叫做空。那佛就回答善男子，空则所谓的内空，就是我们的内心整个空，然后外空，外面整个空，然后内外空，内外全部空。有为空，无为空，有为空，无为空，然后无实空，性空，无所有空，地狱空，空空大空，就有这么多的空了，空有这么多，它都有含义的那菩萨呢，允何观于内空，这个呢就一个一个想，怎么样呢？来观呢？内空，是内空华，为呢无父母，愿亲中人，众生寿命，常乐我见，如来法身，
所有财物啊，是内法中，虽有佛性，而是佛性非内非外，所以则合。佛性常住啊，无变异故，是名菩萨呢，观以内空。所以啊，这个内空呢，佛就说，我们在观内空的时候啊，这个内空法，没有父母，也没有怨亲中人，没有那个怨人，没有亲人，没有，都没有，也没有众生，也没有寿命，都没有，这个事相，没有常乐我净，没有如来法身，就是三宝。那所有财物啊，在内法之中呢，也没有，虽有佛性呢，而是佛性啊，非内非外，所以则合。佛性常住啊，无变异故。我们的佛性呢，常住，如如不动，没有变异，是名菩萨呢，观以内空。所以啊，这个观内空佛呢就讲这么多了。那外空者啊，亦复如是，也是这样，无有内法，内外空者啊，亦复如是，也是这样。三男子唯有如来，法身佛性呢，不在二空，这个我们了解，法身，佛性啊，不在呢这个二空，这个何以故？如是事法常乐我净啊，是故啊，事法不名为空，是名啊内外俱空。所以我们了解是佛呢一个一个讲下来，外空内外空，然后这个有为善男子，这个有为空者啊，有为之法悉皆是空。所谓内空外空内外空，常乐我净空，众生寿命，如来法身，地狱空，是中佛性呢，非有为法。是故佛性呢，非有为法空，是名有为空。那个有所作为啊，有为空。善男子，云何菩萨呢？观无为空，是无为法，悉皆是空。所谓呢，无常，就是没有无常，苦不见，没有这个苦，没有不见，无我，那个因界路众生寿命，这个相，那个因就是五因啊，界18界，路呢就是6路，可是啊，有根路尘，有尘路根，就有12个，然后众生寿命啊，就10啊，那个4相，然后有为有漏，内法外法。无为法中呢，佛等四法，非有为，非无为。性是善故啊，非无为；现常住故啊，非有为。是名菩萨呢，观无为空。这个无为啊，本来无所作为，就是我们佛性呐。所以佛就讲我们的佛性呢，非有为，非无为。又是呢常住。不是呢，有为无为。那么云何菩萨呢？观无始空，见生死无始。没有开始的时候，没有结束的时候了。悉皆啊，皆悉空寂呀。所谓空者，常乐我净。皆悉空寂，无有变异呀。众生寿命啊，三宝佛性。即无为法，是名菩萨呢。观无始，空，无始没有开始的时候。因而菩萨呢，观以性空，观一切法本性啊，皆空。谓啊，因界路，就是五因，18界啊，12路，常无常，苦乐尽不尽，我无我，观如是等一切之法。不见本性啊，是名菩萨观以性空。
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啊，在观呢，这个因五因呢，它没有本性那个18界也没有本性，12路也没有本性不管是尘路根还是根路尘都没有本性，常也没有本性，无常也没有本性苦也没有，乐也没有，净也没有，不净也没有，我无没有，无我也没有这一些法呢都没有本性啊。所以各位要了解，有本性要进入六道轮回这一些都没有进入六道轮回啦，所以这一些都没有本性，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一点迷迷糊糊啦，对不？所以了解这个我们在讲这个五因，各位学贤，五因有没有本性？有没有？六路有没有本性？所以我们这样一想了就知道，五因假如说有本性，那五因要进入六道轮回，它有没有进入六道轮回？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有的给他印有，有的给他印没有。要让我这个讲，假如说五阴他有进入六道轮回，那他就变一个人了。五阴是不是一个人？是不是？不是我们在讲那个我们已经具备的五阴才有身体，对不对？那个是我们讲我们的佛性佛性的五阴色受想行识是讲我们人才进入六道轮回，讲五阴的本身没有，他没有进入六道轮回这样了解吗？那所有里面讲的18界那个六路12处全部都没有进入轮回，这样知道吗？咱就知啦，讲无，因遐拢无啦。咱讲这个道他有没有进入轮回？他有没有自性？无啦，伊若有自性咱就害伊会讲你莫甲我用，我无你用。伊会安尼袂？咱要用就甲用对无？伊袂去讲同意还是拒绝啦。所以他没有自性，安尼知无？凡尘的万象万事都是这样，没有自性咱就知影讲咱的自性有多么可贵，对不？但是咱爱修你若唔修，伫六道轮回内底不可贵你若走伊的恶鬼道去，不多就要好食袂落，食到嘴拢变火。糟不糟糕？很恶啦！佛伫咧修菩萨道，伫咧河边伫咧打坐禅，恶鬼道去甲佛讲，你点么正享受？哇，你巴肚足枵的啦！你嘛先甲我解决咧。实在有做讲头前迄河水遐济，你若唔去啉？伊讲你看河水，我看拢火我都袂食的伊讲安尼好啦，我甲你解决你遐业障互你消失，你去啉，业障一个无去一直啉拢水啦，毋是火，你看嘛。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是被障碍障住了，什么障？业障。我们自己造的业障障碍我们自己安尼了解无？爱做咩？所以我们要修啦，业障不要造啦，对不？你若无造业障，要来造于恶鬼道去，袂啦。人道的无爱，人道袂啊？袂啊？十方之佛人道修成人道要不要？
要修成都修成佛了，可以脱离苦海所以我们最幸运的就是可以脱离苦海。因为刚才来的时候安尼提一这大堆的问题要问啦，讲好，我留半点钟给你问，起码得剩半点钟。好，开始问。谁要先？好，请说。看一下达赖喇嘛说他下辈子不来1年时间，中国政府说他不能不来，众生所望，那么他能不来吗？因为我们众生真的很可恶啦，拢甲迄个达赖喇嘛讲，你若逐摆来拢要做头。当那个统领啦，当那个头啦。那达赖喇嘛说好，我这一生过了以后我就不来了，因为达赖喇嘛他是菩萨来示现，菩萨来的。这一次已经第几次？第14次已经来14届。他讲好，我这届啦，这一生过了我就不来了啦，就不到这个娑婆世界来。所以他到凡尘来，各位就可以看他的言行。后学不是讲吗？跟我们台湾那个佛学博士对谈，在纽约，然后电视实况转播，有没有？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理论一大堆一直讲，达赖喇嘛就举手拢用语咧讲。要请他讲，我可以问问题吗？我们那个佛学博士说，不是讲不可以，你讲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他这样说。然后那个达赖喇嘛第2次又举手，他要请他说，他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所以由这个对谈我们就可以了解达赖喇嘛是要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告诉众生当下啦，你讲那么多理论众生没办法吸收，所以把它打断，那个是要点点他能够清醒。他竟然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那我们从这个话，我讲完了有没有我相？讲完了有没有法相？有能讲有所讲，是不是生灭？生灭是不是6道轮回？所以那个佛事现在完成，他就说我不告诉众生6道轮回之法，就是不讲生灭法了。那个生灭的都不说。他已经虽然得到佛学博士可是他已经进入生灭。所以第2次达赖喇嘛举手又问，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以我们在现场来看，那个前后不过没有几分钟3-5分钟而已。我们会以为达赖喇嘛的记忆有够差啦，他无一时久袂记了。不是因为刚才要问，刚才已经过去了，那个已经过去心啦，告诉他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是这样。你看那个行家一伸手电视有没有？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回到台湾，等到他归空，他还不知道他错在哪里。因为当时有那个写武侠小说那个金庸到台湾来，还有那个拍电影的李安也到台湾来，3个就一起会谈因为3个都很有名气所以那个记者就去现场跟。然后那个佛学博士就问李安，你拍电影要把我拍成什么角色？各位听一下，
把我拍成什么角色？什么心？我相。然后问金庸：你写武侠小说要把我安排什么样的角色？我同样我相。所以你看，虽然他得到佛学博士，可是他的程度啊，比我们研究心理心法还低。我们都已经到达没有生灭，就是没有能手，已经到没有能手的状态。你看啊，他那个样子，是不是离这个还有一段距离？对不对？虽然佛学博士社会名气啊没用了，死去都无半行，咱来出世无半行啊，回去双手嘛空空，住伫世间那面嘛，死了江山换别人，真的就是那个样子啦。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你要在世啊，就已经成就。像那个广欽老和尚，你看他的要归空的时候就讲，无来啊无去无代志，无来啊无去啦，没有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去也没有去的地方所在，没有事，是不是已经回到我们那个当下，对不对？所以啊，你听他的讲话，你就了解说，他的程度够了，已经到了，到家了。时事古今不离当面。万年前也在你当下一个念头，万年以后也在你现在当下的一个念头。你看，我们当下念头都重要，那就不要有三心啊，不要过去心，不要未来心，不要现在心。过去已经过去了，不要去回想；未来还没到，不用策划。你身体要策划，活性不用，活性不用你去策划。你说现在不住，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了，现在过去一多没掉了。你看，没有三心了，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没有三心四相，当下佛性圆满具足，有简单无？有没有？咱拢会讲，虽然讲迄马来西亚拍电话我听袂介详细，但是伊甲我讲我伫咧马来西亚讲你这个心理心法，伊拢甲我回答，哪有遐简单呢？讲幸福无遐简单的啦，我讲有真简单。很简单，各位看过我的那些书啊，简不简单？简不简单？那个迄规个就是《金刚经》啊，内底有书还有迄个《大圣金刚经论》，有 DVD 有 CD 有 MP3，那不爱关灯去看，我关灯去听，那很棒的你深入研究还有那一些书啊，你凊彩摕本来看。都是要你成佛，里面就有教你要怎么成佛，都是不困难的，不是讲迄个安尼无法度做的，是咱要做啊，无爱做安尼尔。你只要肯做，一定成啊，不是很困难。只要你把佛性启发出来，你的脾气毛病、贪嗔痴慢疑无去。无你若讲认真要去掉迄脾气毛病各位先生很难。迄10年啊迄想看卖10年前的脾气毛病，甲即马10年后的脾气毛病有共款无？你甲伊看看回想一下，还一样的。10年前跟10年后没有改变。可是只要你进入佛性啊，你再经过个一段时间，你再看一看不一样了，脾气毛病不见了，贪嗔痴慢疑也淡薄了，不会很重视，绝对不一样。只怕你不进入了，
你若无爱进入佛性的无法度。只要你进入，一定会不一样。回答一条，我要10分，较紧的一大堆了，过来。再请问，对于已经死亡的动物，对它再切割也是杀业吧？它能会痛苦吗？这个大概在讲，我们已经买那个杀死的回去等着切了要吃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现在法院的判官法官在判罪你是那个主从。主较重对无？从较轻对无？主要的主犯甲从犯，就是讲你抬迄个较重要。过来就是讲边仔咧食，这样了解吗？虽然没有杀的人罪那么重，可是你假如说你都不吃，那个杀的人要不要杀？要不要？我抬拢无人要吃，我哪要抬？对不对？所以你是从犯，那个主犯当然罪比较大了，那个不是痛不痛的问题，抬就抬你抬1刀嘛抬抬1000刀嘛抬，那个不关紧要了，只要就是那个心，你那个杀心，你抬那个心上重要了。佛也就是讲，你杀人的时候，你没有杀的心罪不大。你虽然杀人没有死，可是你那个杀心的罪很大。所以那个杀，好戏，有没有？那边咧看的人刚才点仔直直看，那真是要执行的人也执行袂落手啦，边仔咧发的人，好死，都是罪恶的，迄好死的罪恶的，好了。再来是佛心如如不动，而六道众生死后是生活在受苦。好，所以我们都有这个疑问说呢，这个佛性如如不动。然后我们呢，这个已经归空了以后是什么人在受苦了？所以或者就有讲，我们佛性本体它不会变化，它是元神，它什么地方都有，什么地方呢都有我们的佛性。可是我们有一个世神，我们到凡尘来就是世神来接受我们业力的果报，所以到凡尘来，那个是世神。那我们到第一期受苦也是世神在受苦，就像我们身体的认识一样，你身体有多苦，你到地狱就有多苦。那我们假如说进入元神，进入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它不会痛，也不会饿，也没有冷热，它什么都没有，很超然的。所以慧学就讲，一定要领悟了，如如不动。我们不是讲那个照相机原理嘛？有没有？我们有玩过照相机的人都知道，你那个按快门不能晃动镜头，一晃动洗出来相片模糊不清，你不能动，很轻。那我们把这个原理拿到我们身上来，佛性假如说在玄关，你看我们玄关一天到晚动，你看会很清晰吗？会不会？一定模糊，对不对？那我们为什么看得这么清晰？因为佛性如如不动，动的是身体，跟佛性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或许都一直在讲，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理如来；若有所见，即是邪见。有没有？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没有能所，已经一体了。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
你已经见到如来。各位见到如来了没？见到了没？都在给他骗。所以各位浅显，我们的法身啊，充满整个宇宙虚空。你假如说这样一看出去了以后，若无所见，没有能见的我，没有所见的法，没有能所，就真的已经见到如来，就真的见到你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了解无？一点那个唔知啊。不过你把这些话你就记在脑海，你时常去想，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如来，是在讲啥？你有一天你体会了，都是安尼哦。所以啊，我们不是讲嘛那个记忆啊，有没有？各位还记得不记得？说说看。那个碎石半乳眠那个啊，生人不讲理，处处随着你，睡时半乳眠，醒时随乳期。你不认识他，他却认识你。有朝看透他，知佛皆欢喜。有没有？这个句语啊，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了解到说，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啊，一秒钟也没有离开我们。都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不认识他，不知道啦，唔捌，欠一个讲捌，那若捌就好啦，都唔捌啦，捌啦未？捌啦未？拢唔介意，不敢肯定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当我们这个所有的一切，我都拢讲啊。身躯是天地的物质，水火风土众缘集合做伙，照咱用，对不？水火风土伊是无知觉性，水火风土拢唔知半项嘛，没有知觉性。是安那水火风土会叮当？会叮当的是啥？看到无？有无？有看到我咧叮当无？迄敢水火风土咧叮当，佛性啊，对无？大家拢有对无？啦，你看这亲切有无？咱拢唔敢去认，敢若迄个禅师咧，暗时啊，掠贼，地主咱伫咧撞啦，师傅伫倒，掠无啦，师傅掠到一个。唔敢承担，不敢承担了，知道吗？是谁？咱家己啊，我们自己啊就是贼啦，那个偷家宝的贼，我们每一天啊，你看我们6根门头啊，这个放光动地。迄拢是佛性啦，咱拢唔敢承认，拢伫咧偷咱的家宝。所以那个禅师啊，他们的教法，那个一讲课了以后，好下课，下课大家等一对吧，伊就搁甲叫讲舍利是迄个阿遮利，就是鬼幻师啦。这学生去叫一个拢会回头对不？这个禅师就问伊讲：是谁呀？这个回头是谁呀？什么人？家己啦，就是这个啦。咱拢不是咧互叫嘛，不是咧回头，唔知讲就是这个，知唔知？知哦，遐好哦。还有没有？请问刘讲师，那个昧之烦恼名为内涵为错，那离异即昧名为内涵是对，此昧即如如不动，
灭掉所有烦恼，其以上之灭之烦恼有何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就完全都是在心呐。各位浅显，烦恼有没有形象？有没有？所以我们要灭烦恼，重要就是我们进入烦恼的内容。我们一进入到烦恼的内容啊，有没有办法灭烦恼？有没有办法？没有。所以啊，当烦恼生发的时候，你马上回过来看，生出烦恼的是谁？就是佛性。佛性才有能力啊生发烦恼。所以那个生发烦恼的就是佛性。你看佛性生发是不是啊？菩提，是不是？对不对？你进入烦恼的内容，是不是要烦恼？你反过来看生发的原来，是不是啊？菩提。这样烦恼灭掉了没？灭掉了啦。所以要了解到不要在文字里面钻，一定要抓到那个根源。你抓到啊，我为什么烦恼？就是已经进入烦恼的内容。那烦恼是我的佛性生发，我的佛性生发烦恼，然后我进入烦恼内容，那烦恼没了的啦，没完没了，不会没有，一定非常烦恼。可是只要你回光返照，看看烦恼哪里生出来，原来佛性生出来。你有成那生这烦恼来化烦恼，你哪讲？你不让它去掉你去掉了就是菩提呀，这样会吗？会不会？往后我们烦恼的时候可以用，你就没有烦恼就没有了。你若甘愿烦恼嘛无办法啦。我甘愿要烦恼，我要离开烦恼的内容，那也没办法了。还有吗？还有，有氧师指那个第一项与住下修行的差别，又与舍猎修行有何种异同？好，这个我们了解说，这个离念啊，与舍念，各位浅显，离念容易啊，还是舍念容易？离开念头啊比较容易，还是舍掉念头啊比较容易？所以我们看每个人的习惯性啊。假如说你这个很喜欢起心动念，很喜欢起心动念又不知不觉，那你对那个离念你要努力。马上念来你离开，马上念来离开离念，所以离念了以后念就没有然后舍念是你不知不觉已经念形成以后我不要把它舍掉，这样哪个比较高超？念头来了以后我把它舍掉，念头起来我把它离掉，哪个高？其实也是没有高还是没有低啦，就是因为习惯性习惯性是我们假如说那个知觉发现了起心动念发现了，你赶快离念因为马上那个最快念头起来知道离那个容易你等到念头让它形成再来要去掉那较困难已经会掉了啦，会掉就要用舍啦舍念所以舍念用力就多了，爱较出来你离念就比较轻松，因为才起来嘛譬如讲啦一个人来
然后你也未去想有诶无以前你就甲伊打招呼，是毋是迄个所有诶要去想诶拢无去啊，对无？啊，即摆一个人来，小等下，我想看卖，一个较早讲话拢足恶逆诶，这对我足歹。你已经想出这一些念头，你要再好颜色对他，容不容易？就不容易了啦，已经气到要死啊啦，对吧？就已经形成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那个离念啊，就是还没有意念形成之前，赶快离了，没了，没事啦。然后已经个想啊，我掉了，掉就要舍念啦，舍念都要出来，你才有办法舍掉。所以舍掉啊是比较要用力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修行的过程啊，看看我们这个敏锐度够，我们当起心动念，马上离念，这样的话心清净了。你假如说已经戆戆度度去形成那个观念，这个人有够心有够歹啦，迄心意识佫拢足强诶，佫拢要欺负我。你说啊，这个时候离念容不容易啊？就无法度啦，无法度就要舍念。好啦，总是假的啦，反正拢无半项啦，拢假的，舍掉啦，那个是比较不同的。所以我们在修的过程啊，要看自己的习惯性。那假如说是比较敏锐的习惯性啊，起来就不要，起来就不要，这样会比较容易啦。还有吗？过去心没有，那过去所造的罪业不去想，就不会出现，这样正确吗？咱拢会怀疑啊，讲咱的过去心啊不想过去所做的业是不是拢无去啊？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上天开就是一个方便门。假如说我们不可能累世之间没有造业啦，多多少少拢会安尼去做一寡业乱，然后我们造了业下来，它已经形成了业因了啦，已经在。那我们现在你去想你以往那个这一生所经历的那一些过去事，你又去想，那么你要了解啊，你这一想了以后啊，起心动念就是业，然后你把以往的因把它拉来，跟你现在的业汇合，形成果报，你现在要去接受。叫做业力现前，业力现前逃不了啦，你就要去接受啦，去接受好啊唔好？真艰苦呢，本来累世之中拢欺负人，即马你个起心动念，拢甲以前欺负人的业拢扭来，保证你的心。辛苦病痛你无法度家己照顾，一定爱足侪人来家你顾。你愿意也无愿意？要不要？你个拢咧度人咧救人，为什么会安尼？迄拢无研究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累世不可能说没有做错，一定有。那一定有它在虚空之间，它要有缘，因缘汇合，果报才会呈现。现在的就是看你要不要起心动念，这个就是起心动念就是业，那就是业。你把以前的因由来汇合，要不要接受？你不要接受嘛，袂使啦。不是讲我无起心动念，还佫有法度讨价还价，无法度，已经形成固定所以要了解那个已经固定定业定业你要接受，
所以修足久的，佮讲好，我拢伫外国伫咧开荒，好啊，那会拢得了这款病才歹医。我讲你就是无爱研究啦，你若较早研究的你就袂对。你遐个因啊，救袂来，你唔免接受这个果报，安尼无足好，有无？所以咱一定要相信道理啦。你若因拢无爱信，安直直要甲救，有法度。迄神仙难救无命囝，你都无命，伊无法度甲你救啦。还有1分钟，佛性与老母娘是相同的吗？若相同，佛性是怎么会得我们为是否为佛性受用的良心慈悲，如何体会为正确？因为我们要了解到，当你都已经修到很圆满，都已经恢复到你的本来，你跟老母就已经合在一起了。可是我们这个现在你看我们在生活之中，这个几心皆错了，有念皆乖，拢唔对啊。我们敢说我们是吗？敢不敢说？所以不敢说了。所以要了解到，纵然我们就是已经可以回归到老母身边了，你都安尼一寡有的无的这么多啊，你敢回去吗？敢不敢？答案在我们心中了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虔贤，大家好。佛学专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虔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今天手上又有一章了那个看标题又跟我们上次拿那一章一样，可是内容不同啊。那我们上次拿那一章因为在台北还没有讲完。讲完了以后会把录音记下来，就给各位听。那我们讲到第几页了？55页吗？第几页？55页，中间。引得菩萨观无始空的边吗？对呀，这个佛呢就解说呢这个空有这个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始空、性空、无所有空、第一义空、空空大空，就讲这一些空的内容。那么就解说说这个这个菩萨呢观无始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了无始空见生死无始我们众生在凡尘六道轮回那个生死没有一个呢开始就是无始以来皆悉空寂全部都是空寂。所谓空者常乐我净那个空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空以佛的讲法这个空就是常乐我净。那常乐我净就是已经这个成就了以后那个是果常永远都不会变乐也没有苦
我们凡尘的乐啊，都有苦来这个相对待。那这个乐啊，是永远都是乐。那我不是身体的我，而是我们佛性的我。那佛性的我就是如来，佛性的我就是佛。所以那个常乐我净的我，就是如来，就是佛。那净啊，就是清净。这个是已经成就修正成就以后啊，那个四个那个果位叫常乐我净。那皆呢悉空寂这个常乐我净啊也一样它呢都是空寂无有变异没有变化因为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就不会变化了。肉入形象一定会变，一定有生灭所以我们不追呢那个生灭的那一些东西。那众生寿命三宝佛性及无为法是名菩萨呢观无始空。这个我们众生的这一些寿命，所以要了解众生就是众缘机际这个显现的生相叫做众生，众缘而生啦。那佛性本不生因为不生就没有灭不生不灭。那我们追的就是不生不灭啦。我们追到以后能够进入不生不灭的本体，那这样我们就可以再运用更加深层，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延伸到整个虚空，跟虚空融成一体。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把它就是修得很熟悉，熟悉了以后我们这个身体还给天地这个跟我们佛性无关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假如说没有这样的话，我们都会被业把我们推很多人说我是行善行善也是业善业那有福报啦，那福报我们就享受它也会完所以你享受完了又落入六道轮回了，一样在轮回之中，所以一定要超出了。我们要超出轮回一定要回归到我们的本来。那我们的本来就是讲这一些空所有的空都是我们本来，我们本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可是我们落入现象都太住相了，对相太在意我们对相在意了对佛性无形无相就忽略，就不管它了这样的话我们就了解到，不知不觉我们就种业，业就已经种下来了。那种下来以后果报随后就来因果都一定的道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自己努力先把佛性本体启发，启发了以后，我们再使佛性本体跟虚空融合。那么这个时候融合了以后，因为我们都不住相，所以跟虚空融合一样都是无形无相，只是我们已经领悟了解已经跟虚空已经融成一体叫真空妙有真空，空中不空，妙有，有没有形象就是这样，我们已经是这样了一点相你要住什么相？没有相可以住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回归到本来了，就不用被六道轮回局限，它局限我们不住了所以我们了解解脱是要自己努力自己求解脱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就可以就已经解脱了所以一定要这个一定要自己努力啦，别人帮不上忙，别人做是别人的啦，不是你的你一定要自己做，而且你要自己能够对真理都透彻这个也没办法别人帮忙，你不了解就是不了解，你研究知道就是知道
所以啊，这个都偷懒不得啦，我们要一步一脚印，实际的知道真理，实际的去做，那做了以后，我们真的可以到达，使我们佛性跟虚空融合，这样啊，真空妙有，空中不空，妙有没有形象，这样就已经到达我们本位。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啊，大家本来都是佛啦，咱也不爱做佛，因为我们都觉得凡尘太好玩了，在凡尘玩啦，你看凡尘发明很多东西呀，都让我们沉迷，像智慧型手机啊，沉不沉迷？有用的人就会知道啦，人家已经赖过来了，你不能不回应啦。你一定回应，赖过去他又赖过来，没完没了啦。你都给我绑起呀，你这样就不是主人了啦。你说我是主人，你这个是工具呀，是客人。现在反过来，他变主人了，你变客人，你被他利用了。这样我们人生啊，价值何在？我们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子吗？赖来赖去就死掉了。那么引河菩萨呢，观于性空，这个佛呢又讲解说呢，观呢这个性空，观一切法呢本性啊皆空，为因介入，因就是五因啦，色受想行识。界呢就是18界，六根六尘六识，那个路啊，就是尘路根路尘，都6个，叫路，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一切法呢本性啊皆空，所谓的五因18界，12路，用6路也可以，因为2个。那么常无常，苦乐净不净，我无我，观如是等一切之法，不见呢本性，是名菩萨呢观于性空。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上次或许有讲，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一切法皆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若法无自性，则无有法。还记得吗？记不记得？没记得拢害我。听了就过去啊。各位就可以了解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讲的。说一切法就是万法，所有的一切一切法皆呢就是全部啦。不合不散，因为我们在研究我们还研究到眼聚则生，眼散则灭，有眼聚有眼散，可是佛就讲不合不散，本来法它都不合不散，然后无色，没有这个形象，无形，无对，没有相对。一相，只有一相而已啦，所谓的无相。所以无相就是一切法，你有了解无？佛讲啦，伊那无爱讲就拢什么无就好那还讲落落长，就是要降服我们的妄心啦。讲说一切都无，一切都空，我们不接受了。他就讲一切法皆不合不散，无色无形无对一相，所谓无相。他就这样讲得落落等，就很长。可是你很长里面你去思索它的含义，佛就是要讲我们在凡尘的住相太厉害所以用这一种方式在我们哪一个阶段志向他就哪一个阶段讲出来原理到最后若法
无自性，法没有自性，则无有法，就没有，连法也没有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的所有一切都叫法，所以一切法叫万法，那万也放下呢，也就是万法都放下。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把它融会贯通，你就会了解说原来真理就是这么透彻，告诉我们在凡尘所追求的就是实相，那实相不会变化，因为无形无相才不会变化，你落入有形有相它一定会变。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无形无相的佛性本体，它很亲切我们在生活之中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身体是四大假合，所有风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那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没有知觉性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那我们了解佛性没有形象，那没有形象的佛性借着没有知觉的那个所有风土，然后两个合在一起呈现出来。我们注重什么？所有风土，对不对？佛性我们都不注重那所有风土没有知觉性呢？那现在我们会讲话，会有动作，那个是什么？对，就是佛性。你看这亲切了，有无？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凡尘的视听言动，都是佛性的。没有佛性会袂会叮当袂会晓讲话袂？不会。所以很亲切。我们就反过来，对有形有相的，我们知道它是生灭，知道就好，也不是要破坏它了。我们知道了就好。然后我们呢注重无形无相的佛性，它没有形象，可是实实在在确实有存在，很切实，很亲切，每天都跟我在一起我为什么有知觉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虽然说我们身体的知觉性它是属于生灭，可是要知道那个生灭的知觉性是佛性的功能作用。功能作用就是六祖所讲的不断百思想那个百思想就是功能作用。功能作用我们要用对不对？所以在凡尘所有一切用的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用的都很熟悉只是要修道你要找本体来修了，就差在这里功能作用你修的话修不成道，你要找本体。那本体的话它是功能作用跟本体是一体两面，了解吗？你有作用就一定有本体啦。作用的背后就是本体，支撑作用的作用，有办法作用就是本体。这样了解意思吗？那无本体纵然妄想，你那无本体要那妄想，所以妄想还是从本体出来的。这样了解吗？只是说我们妄想一出来以后不会去看那个出来的源头，我们会去抓那个出来的内容就糟糕了啦。那个内容就很多，千差万别而且很吸引我们本体都无形无相没有形象，你不会注意因为我们越没有注意离我们就越远虽然入用，但是不知，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研究了以后，了解说原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知道本体所有作用它都自然呈现呈现就让它呈现它自然就会消失可是你要保守住本体，它又会摄用归体，又回到本体回来你在发挥作用无量无边非常多了，非常广泛。
所以啊，我们修道呢，就是要去找本体，然后我们只要多不住相的就会回归到本体。一回归到本体啊，我们的佛性本体越来就越灵敏。像今天啊，或者要出门啊，说要带卫生衣，因为以往前2、3天很热了，夏天一样。这个像2、3天之前的天气呀，你带卫生衣一定会有效。人遐热咧，咧穿卫生衣。可是啊，或者在整理要下来背背包的时候啊，我说要带，而且要带厚一点的。你看这个佛性多么奥妙，就告诉我，真的就穿上了。因为各位就是要了解为什么或许上来讲课没有穿夹克，因为夹克没有办法夹带这个麦克风啦。夹克就是轻的麦克风不知道要放在哪。假如说我没有地方放麦克风，我拍摄下来的那个DVD 啊，声音就不清晰了。我放在这边拍下来讲的就跟我们现场一样很清晰。就是为了要放这个啦，我一定要穿有办法放的这个衣服啦。所以就一定要里面穿厚一点，一修就好啦。我穿夹克嘛，跟穿那搞的卫生衣一样。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佛性的作用非常多，可是你一定要先抓到本体。那个本体啊，就好像我们拿的那个金钱，咱摕1000块啊，那就是本体啊。你这张摕来会使来买对不？你要买啥拢会使对不？对不对？要吃饭啊还是买日用啊都可以。你要用什么都可以用。可是你没有这个本体啊，你去迄店来讲，我给你买，你讲好啊。你去找物件找些钱来纳钱，你物件就当摕回去，你用手跟人比他不能他不会让你把东西这个带走啊，一定要付钱啊。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有体有用体呀这是重要。有体了以后，你用你就可以这个千变万化。就不一定说我只有一个作用，作用就很多了所以观呢这个性空啊，一切法那个本性啊皆空，所有的法。所以各位姐姐这边所讲的他那个法的本性啊，他不是在讲佛性啊，他是在讲那个现象那个法就已经有现象。所以我们平常因为不引起我们那个想太多了，所以不讲。那这边呢，因为我们又越来越深入了，所以要说呢这个法我们要了解到它运用到我们佛性的时候就会讲佛性啦。那应用在万象万事上面啦。各位先生，万象万事啊，是不是也称作法？对不对？那那个万象万事啊，有没有本性？有没有？可是要了解我们有是悟性不是佛性的性假如说了这个我在我面前这个麦克风，它也是一种法各位先生，它有没有本性？它的性啊，就是要传达那个里面的那个电可以通到主机，然后放出来，是这样的作用。可是啊，它有没有佛性？它说这个若有本性是佛性的话，然后我们整个凡尘都不安利啊，因为他会有主张，你别给他用，我没你用，他去下就海啊，对不对？像我们讲座啦有讲座就很这个看起来就很适合。
可是假如说哦，它有本性，你莫给它用的，我没利用，我们要怎么样？糟糕了。所以啊，若法无自性啊，即无有法。安尼听有无？有没有？哦，所以要进入哦深一层的道理啦。就是我们要了解到哦，凡尘的演即则生，演善就灭啊。这个万象万事啊，它都称为法，可是它都没有本性。安尼有了解不？好，所以啊，我们要深入那个其中，说自性啊皆空，它没有自性，五阴，这个18界，6路啊，它也一样。各位浅显，这个五阴呢有没有自性？所以我们就要了解到，我们都会混淆了，把它联想跟佛性在一起。就会说有，因为五阴就是我们的佛性都会这样联想。可是他这边是把它分开，说呢那个五阴的本身，色受想行识啊，有没有佛性？分开以后它都没有，全部都没有了。那合起来，在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里面它称为我们的佛性是这样。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彻底了解常无常就是了解凡尘的这一些常态。它这边说凡尘的常也是比较时间久一点啦。跟无常来说的话，那个长的时间久一点，不像说进入我们佛性如如不动的那个常住不迁不一样所以在看的时候就要马上了解说他这边讲的角度是在哪里是什么样的那个里面内容苦乐苦跟乐苦跟乐也没有本性都是我们众生自己的感受那静不静也一样也没有本性，我无我也一样都没有所以观如是等一切之法不见本性都看不到它的这个本性是名菩萨观你性空那个性全部都是空。有没有一点印象你看嘛，这叮当这么沉重了愈学那愈深，愈学那愈济，这样才对愈学那愈少，愈学愈浅就害我们越深入的话，就越浅出了。你能够深入，你做出来就很容易啦。那你假如说没有深入，你不知道要按哪做才是健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深入了以后，你要怎么做，你都笃定。我怎么做没有业，我怎么做符合真理，那就是深入了。这样了解吗？都不回应。那么引合观呢无所有空这个无所有我们就是了解凡尘的我们众生以拥有呢为快乐，那修道呢以空无为快乐，无所有是最快乐啦，拢无负担，拢无烦恼啦所以无所有如人无子，好像这个我们没有这个孩子言色在空讲我厝的都拢空空毕竟观空无有亲爱这个这个好像我们人没有这个孩子说呢色在来对拢空空这个毕竟观空无有亲爱。那么愚痴之人呢言之荒安，贫穷之人呢言一切空，如是所记或空非空菩萨观时如贫穷人一切皆空是名无所有空
无所有，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在凡尘啊都想拥有啦，各位啊想不想拥有？这个不好回答。当我们啊，各位姐姐，当我们对我们的另一半想不想拥有？想不想拥有？无转个送给人好不好？你看我们现在下面小三很流行，对不对？那个就已经送给人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啊，我们都会想拥有。那假如说我们研究真理了以后啊，我们夫妻之间互相尊重，互相给对方空间，这样的夫妻生活就很圆满。那你假如说要约束他的话你都要闹，你不使闹，哇，那就时常摩擦了。那个会幸福也要太阳从西边出来。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随顺真理的才能够幸福了。真理啊，就是要这样给大家空间。所以啊，那个儒家呢都讲说一个房子啊里面啊这个婆婆媳妇啊，整天都窝在一起，这个不吵架也困难了。你让他有各个的空间，伊也拢去参加社团活动，伊也拢去参加一些烹饪课，这样啊会不会玩给？不会，就是各有各的空间啦。所以啊都能够容纳。那我们假如说一天坐着相瞪啊，大眼瞪小眼会不会玩给？爱个好愈看愈顺眼啦那有意见了就还愈看愈袂顺。所以凡尘真的两边这个天地这个一生下来以后啊，就已经分成两边了。你不两边都还不行，都很自然而然都两边。所以啊，孔老夫子就很感叹中道难行。我们要行中道真的还要有智慧。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菩萨呢观这个无所有空的时候呢，好像贫穷的人一切都空，拢无半项啦，一顿要吃不知伫倒位啊。以我们现实来说的话后一顿要吃伫倒位不知就可怜了，对不？可是啊，佛制定戒律就是要他们这样，下一餐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就是托钵那你去哪里托钵？人家哪一家要布施你都不知道所以他就没有那一种依赖的心。那我们人时时刻刻都没有依赖，独不独立？成不成佛？所以在日常生活我们就训练自己时时都独立时时呢就可以成就那个都是我们要自己去努力的。因何观呢第一义空，观第一空时是言生时无所从来，及其灭时气无所至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观第一空这个我们眼睛看到万象，然后看到以后这个无所从来，它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文字我们看了以后我们自在文字就会觉得说目睭看得有都有形象形象看到都是伊来的所在是不是这样？对不对？
这个是以现实生活里面我们所看的啦。可是啊，就是要了解到，我们不可能说这个整天坐着不动，一定会到处走动嘛，对不对？那你到处走动啊，是不是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样？那看到的不一样景色啊，它从哪里来？它固定已经在在原来的地方所在了，对不对？是你看到的时候，它才进到你的眼睛来。是啊，你看到了。可是要了解到那个景象啊，它从来没有意思说我要给你看，我不要给你看，有没有？会不会？要不要？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所有万象来没有来的地方所在，然后我们不看它气也没有气的地方所在所以我们了解就是本无今有，已有呢还无本来这个形象都没有现在有了。可是现在有了呢，过不久它又没有了。那么推其实性无言无主我们要推究它实在的那个佛性所在没有言，佛性里面它没有言，也没有主人如言无性，好像眼睛的本身它没有性所以眼睛是借我们佛性用的，我们佛性在眼睛就能够看了眼睛本身眼睛没有性。那么一切之法呢，亦复如是所有的万法也是这样都没有本性了，所以亦复以后才呈现。那么何等名为第一义空有业有报不见作者有业已经呢有这个业障，然后有果报，可是不见作者如是空华名第一空。这个各位前贤有业障有果报那个不见作者是谁在做谁在做？谁在做？是我们自己在做了自己作业自己接受果报，对不对？可是我们假如说不做不作业也没有果报是不是也我们自己？对不对？所以佛讲这一个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自己造了业呢，我们还不知不觉啦，不知道接受果报我们还心不平。那一个为什么是我这个受苦的都是我，享受都是别人我们都有那一种观点要了解到为什么我们会造业不研究道理才造了业，造了业就要受苦为什么要受苦？因为造业。那不造可以吗？可以。那你为什么要造？因为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合不合逻辑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个真理，对我们的思索很有帮助。这个不是妄想，而是思维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告诉我们说怎么样呢才符合我们能够回归到佛性本体，怎么样呢才是我们要追求我们要做的所以我们呢就要深入研究。那么引河菩萨呢观于空是空空中呢乃是声闻辟支佛等所迷没处所以这个空空之中就是声闻辟支佛，就是那个四谛苦集灭道修就是阿罗汉声闻，那辟支佛就修12因缘
12因缘成就就是辟支佛，他呢所迷没的地方所在啊，就是空空。所以啊，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已经进入啊，空没有啦，什么都没有的完空了。各位浅显，这样危不危险？什么都没有，危不危险？所以我们要知道假如说我们已经进入到啊什么都没有那个是完空。那完空的话，很容易消极。都什么拢无啊，什么拢无啊，你就好啊，拢免去强求，这个就消极了。那消极我们要了解说不符合真理，它跟真理不符合，所以佛都会骂阿罗汉跟这个辟支佛，说骄牙败种，说他们都只顾自己好啦，不管别人的死活，就是那样不符合真理，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空空啊，就是什么都没有了。三男子是有是无，是名空空，是非是名空空，所以我们了解是有是无两边，是名是空两边，是非是两边，两边呐，都空空，危不危险？他中道没有点出来啦，空空空空就好啊，这样不好嘞。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要追求到那个究竟的。三男子十住菩萨呢，上于世中呢，通达少分，犹如围城呢，旷复于人。那个十住菩萨，那个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一般呢，讲这个菩萨都是讲十地呀，那讲那个十住这个我们就比较少用少听啦，那个是对所有人讲，他这个讲第一个就是前慧地，有听过吗？第一个前慧地，那第二个呢叫现地，第三个所以我们了解这个第三个叫八人地，就是苦法智人，苦法智，已经呢有8个，叫八人地，然后第四个叫薄地。所以我们了解说咱都唔捌听到这咧，因为这个它是比较通俗整个完成用不是说菩萨十地呢是专门讲菩萨，所以再来见地，然后这个离欲地，离开欲望，然后以半地，然后辟支佛地，菩萨地，佛地，有没有听过？对了，有的已经有听过，有研究过，那我们一般比较少用少用到这一种这个讲法，因为在我们讲这个楞严经的时候他就有讲说第一个前慧地，那个前慧地就是修道以后，你已经心很笃定了，已经到前慧了，然后经过我们讲的这个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释迦行，然后实地到等觉到妙觉，有没有？55位，所以从前慧地开始，你到等觉，等觉以后就是后前慧地了。所以我们就比较少研究说第一个前慧地，第二个那个后的前慧地我们竟然没有去努力去探讨所以他到后一个前慧地以后，然后才转过来再一次
再从实性、实住、实行，一直到等觉进入妙觉。所以啊，我们一般都讲，你到等觉，然后就跟佛交接了。那在《楞严经》里面，佛就不这样讲。佛说呢，还要再经过一轮，再经过一次啦。因为我们也都讲过了，现在只是回忆一下啦。回忆一下说有这个学问在，只是我们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啊，不需要去研究那个阶段。说在台北讲的时候啊，很多前贤就讲说那无问之说太高了，不用讲了，咱也无到那个程度听无。可是在我们这边全部讲那个无问之说也讲。可是真的啦，我们说已经上过了跟没有上过一样。再拿出来问不知，绝对是这样啦。为什么？太深了。所以我们要了解，一定要自我勉励啦。我为求做佛，你就要努力，把心收回来，回光返照，照见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你绝对可以成佛啦。想不想啊？想就要去做光想不会到要做才会到。做又不很困难，困不困难？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当下呢就圆满。你有困难无？就简单嘛对不？不简单是咱的心啦，我们的心好像简单呢。像马来西亚这个前贤很努力3-2天就打一通电话给我，马来西亚打过来打到台湾来。然后那个问问题呀，问了就很微细我讲你修啊这深啊嘞，这个真的就很努力修得很深入他讲我跟人家讲你照这样修你就可以成佛，人家都跟他说那也简单。他讲要安那？我说静心就好。你已经说了方法跟那个理都跟他说了，他做不做要不要他自己取舍。他也说对我们没讲，我心里面都难过。我知道我研究了好几年了。工体马来西亚的研究好几年，连我在讲那个山鸡用羽毛去浸水来救火他也讲给我听的。说我就住在这边长大扑灭不扑灭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不做的话，我心里面难过。我说这个观念很好嘞，我尽心尽力我讲咱台湾无一个道真讲1-2天拍电话给我伊安尼伫马来西亚拍过来，我看电话拢头到尾这大堆讲又是马来西亚真的就是马来西亚打过来，很努力有腔调，他也很努力的讲我很努力的听。因为他已经修到很细腻的地方，所以不能引导错误了尤其我们出街的时候还可以用方便法门你修到蛮高的程度就一定一点错都不可以你错了整个慧命都断了所以就要很小心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在研究过程一定要切实透彻，你敢讲你都要负责所以一定要说这个你做了会怎么样你要负责我们有这一种实际的经验实际的去做，然后跟他讲那他做不做是他的事就不在你的范围以内了你不讲的话，你知道不讲，你牵令圣华四重罪里面的一个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空是两边呢都住了
善男子十字菩萨呢，在这个里面啊，还通达少闻一点而已哦，好像微尘况复于人，别人呢更没有办法到达。善男子如是空空啊，亦不同于啊声闻所得空空三昧。这个声闻呢，他得到空空三昧，空空的正定啊，三昧就是正定，是名菩萨呢观于空空。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那个有一些呢，虽然他呢不是很高的法门，可是他很努力修啊，一样呢会成就。那么引何菩萨观于大空？言大空者啊，为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波罗蜜啊，就是大空。是名啊大空。菩萨得如是空门，则得住于啊虚空等地。住是地矣啊，于一切法中，无有自爱、系缚、积执，心无迷闷，犹如虚空呢。于可爱色啊，不生贪着，不爱色中呢，不生嗔恚。所以这个佛就讲说这个大空，大空呢就是般若波罗蜜，般若就是妙智慧，是我们佛性本体啊所具备的。说般若呢波罗蜜，到达清净，用妙智慧啊到达清净的彼岸。这个呢叫般若波罗蜜。那么是名啊大空，这个呢就是大空。那菩萨能够得到如是的空门，得到这个大空啊，这么多的空，则得住于啊虚空等地，已经住在虚空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说，虚空啊，各位同学，虚空可不可以住？虚空也是在大的。你看我们都没有研究，都不知道，虚空就是啊没有形象的啦。那我们佛性没有形象的啦，这样了解吗？了不了解？可不可以住？所以啊，我们跟整个虚空融合一体啦，已经住在虚空。可是啊，不能住相。一住相就还啊，本来是甲宇宙虚空融汇嘛，才看那大的还啊变一角，在一个角落而已啦。所以你都不住啊，你就很宽广，跟虚空都融汇在一起。所以啊，我们就了解住在那个地住在虚空等地啊，于一切法中呢，无有自爱，所有的法都不会有自爱，系缚积执啊，都不会被系缚，没叫绑掉的，无拘束，无执着，心呢没有迷闷，都很笃定啊，没有迷闷，犹如虚空，好像虚空一样，以可爱色看到很漂亮、很好的景象，不生贪着。不爱色中很丑陋很不好看的那一种景象之中不生嗔恚所以我们了解说那已经呢就很殊胜的那一个境界广大无对悉能容受一切之法很广大没有呢相对都能够容受呢一切之法。自是地中呢，一切法意见啊，意知若行若言若性呢，若相知是众生信心成就，求以大圣，是人胜流，是人逆流，是人正住，知是众生已到彼岸。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在这个大空呢广大无对啊所有都能够容受。跟虚空容受万象一样，一切之法，自在呢这个虚空等地，这个地中，以一切法意见啊，意知，所有的法都看见，所有的法都知道，
若行若言，这个好像呢有在行持，好像呢有看到呢眼际则生，眼善则昧，若性若相，都呢能够呢呈现。知是众生知道这一个众生信心成就他有信心的，可以修正的，可以成佛的。那么求以大圣都呢求这个大圣佛法。那么这个人是顺流这个人是逆流世人呢正住世人呢有那个逆住所以逆流我们要了解说逆流的修持方法比较困难顺流比较容易。那我们在现象之中，假如说顺境我们来修的话是很好修，可是容易迷失。那逆境就是修的困难，可是容易成就那么知是众生呢已到彼岸就是这个众生他已经呢回到本位到清净的彼岸了。所以我们研究性理心法可以了解到人家修的程度了。只要他讲话你就知道他修到什么程度。要训练训练自己看他一定可以看。像我们修到时间久，有一个众生到我们眼前来，你一看到他的脸相你也都当有没有？马上可以看出来，对不对？那有一个众生到你眼前来，这个有够好修，安尼圆圆的面，个拢安尼满脸的春风，好不好修？好不好修？我们都会看的，我们可以坐在那个看相的桌上来给人看命。所以或者在谢谢你都讲，我们经历了六道轮回太久，你这里讲现在讲得准伊拢有见过。所以不要相信那一些不实在的话实在的就是真理，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才是实在。顺流则为凡夫啦顺流呢就是凡夫，逆流则从须陀洹乃至呢到必知佛，正住者为菩萨到彼岸者所谓如来是名为知就知道。所以我们越修道呢那个大用佛性的大用就越多知道的越多了那我们呢也不要炫耀知道就好。那么引何为见菩萨住于大圣大涅盘点，修幻行心，以净天眼见之众生造身口意三业不善，堕于地狱次生恶鬼。见诸众生修善业者命中当生呢天上人中。见诸众生呢从暗入明，从明入暗是名为见所以这个见就是讲菩萨呢住在大圣大涅盘点修呢这个幻行，幻行呢就是清净之行清净之行这幻行以净天眼，清净的这个天眼见到所有众生呢他造身口意三业不善。所以我们能够呢造业不管善业恶业都是身口意的所以你看那个比丘的偈语身口意业不造恶，有没有？身口意业不造恶摆在第一个我们呢造业都是身口意业啦不恼这个众生这个我们不要懊恼所有众生这一些这个知有情的不要去懊恼然后我们这个用呢我们的正念来观之，意境空，我们欲念欲望意境都是空的，那无益之苦当远离没有利益的苦我们不要做所以身口意三业不善不善呢就要堕落这个三恶道了，地狱畜生恶鬼
那见诸众生呢，修知善业他都在行善，命中呢当生呢天上人中在七天神仙，或是呢在我们人道之中看到众生呢从暗入明这个能够呢从暗入明进入了解真理的世界。那有的呢从明入暗，哇，那个他就知道不好要去做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在学校念书所以我们在学校念书那个真的是变化很大的时候现在很多呢就是利用学生做什么吸毒用那个糖果里面就是那一种有那个毒的那一种成分，然后就是请你你不要贪小便宜，你去啥吃落去都害啦。为什么？会上瘾。你即马上瘾不是要请你吃，你爱买你爱买即马学生没有钱没有钱要安怎？所以就很多问题延伸然后那个上游拿那个毒免费给学生吃的人，就教他去拉别的人来吃这个吃了以后他一样要买，所以你拉的越多人他的收入就越多了。你看怎么样？往后自己陷入了，也拉别人，是不是很恶劣的环境？所以真的学生去念书那不知好歹互伊念，互伊去这个读册无读无册，愈读愈册，大家真册。所以一个好好的很清白的懒得五颜六，那女孩子更糟糕。你没有钱的话用身体去赚钱你看就沦落那个人肉市场这样的话你的一生又完蛋了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不能够一步踏错了一脚步都唔当去挡掉哇，全盘皆输，再回头以400年生来不及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我们在凡尘时间就这么短。这个辞掉那个孩童时期，辞掉老人时期，中间可以打拼一下几年，无几年啦，目一个年就过都已经过了。好些都在想这个去年还佫直直讲72，今仔72所以好些都讲活一天这个是要努力一天努力宣扬要大家呢都研究心理心法。那么亦有众生或因贪欲嗔恚愚痴事业必应地狱受报世人只以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现世亲受，不堕地狱有众生呢因为贪欲贪嗔痴这一种业很重一定呢要在地狱受报。那么这个人他这个知道了以后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全部修，那先世现在这一世亲受，不用呢堕入地狱。那么允和事业能得现报就是忏悔发怒我们呢这个要进入地狱的那一种重罪我们呢忏悔发怒呢就是把它呢把做错的事情都整个说出来，让大家知道，叫做发怒
那我们大概都缺少这个勇气啦，做唔对了嘛唔敢讲，对不？那个就没有花路啦。所以你在忏悔的时候啊，就是要花路，把你也唔对讲出来，让人知影。这样有没有很大的勇气？有没有？要很大的勇气啦。已经那个效果啊，你忏悔的效果都已经呈现，追不去。你看好不好用？你若惊，哎呦，唔当啦，唔当王知影啦，我这见效，愈见效做愈重。所以啊，就是要花路。那么所有的知恶啊，忌讳之后啊，更不敢做。惭愧啊，成就故啊，供养三宝故，常自苛责故，世人以是啊，善业因缘不堕地狱，现世啊受报，所谓头痛、目痛、腹痛、背痛，横楼死腰，苛责骂戮啊，鞭杖逼续，饥饿困苦，受如是等啊，现世亲报。所以若咧身体若咧唔好，唔免惊，好代志。本来做正重这若爱受过就好啊，就无啊，已经拢接受果报啊。反之造少罪业啊，那么此业因缘应受现报。世人少恶啊，不自苛责，不生惭愧，不能忏悔，无有不惧啊。事业增长，地狱受报。本来做的追少少啊，结果啊，愈来愈严重，愈多。那么众生呢，皆有佛性，为之烦恼之所护庇，不能得见。众生呢，全部啊都有佛性，因为有烦恼，有很多烦恼，把我们覆盖的蒙蔽了，不能得见，不能看到佛性。那十智菩萨呢，知之众生呢，皆有佛性，见不明了，犹如暗夜所见。那个十智菩萨。知道呢，所有众生都有佛性，可是啊，看不清楚啦，见不明了，好像呢暗夜所见。那么知佛如来亦见亦知，知佛如来呢，也看到也知道，假设问言，如是知得何等利？说知道这样有什么利益？那么佛就回答。能如是知得事无碍，华无碍，义无碍，慈无碍，乐收无碍。那么华无碍者知一切法即华的名字；义无碍者知一切法所有的知义。能随知法所立名字而为作义。慈无碍者，随智论证，因论。忏陀论，这个的六论之一，这个是辩论。乐收无碍者所谓菩萨所还手眼收无有障碍，不可动转，无所畏惧难可摧伏。是名菩萨呢，能如是见之即得如是事无碍智，就可以得到呢，这个事无碍智。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都很努力就可以得到，本来都是很难得的。复次善男子，法无碍者菩萨遍知声闻眼觉菩萨知佛之法，这个法无碍菩萨就可以遍知声闻就是阿罗汉，眼觉就是必知佛。然后菩萨实地以及知佛如来这个法。那亦无碍者圣虽有三，上圣、中圣、下圣，知其归依归于一佛圣，终不为有差别之相。那个呢就是义无碍。
此无碍者呢，菩萨于一华中作呢种种名经无量劫说不可尽声闻缘觉能作是说呢，无有是处所以这个声闻缘觉毕竟呢程度还不够啦，所以一华之中呢，做种种名经无量劫说不可尽呢，声闻缘觉就没有办法。那乐说无碍者菩萨于无量劫为之众生演说之法，若名若义种种义说不可穷尽那个乐说无碍这个呢为众生来演说之法名称义理种种不一样的说法讲不尽的。复次菩萨于事无碍法皆不起着，何以故？若取着者不名菩萨那起相住相呢都不是这菩萨啦这凡夫。迦叶白佛言若不起着则不知法，若知法者则是起着所以或许用小刮胡把这一段呢深思此段之问答佛法之精髓所在就是很重要的或者把它呢用小刮胡刮出来。若知不着则无所知，因何如来说言知法而不取着？那佛就回答：夫取着者不名无碍无所取着乃名无碍所以你这个有着了就有挂碍啦所以不名无碍，已经有挂碍。那无所取着才叫呢无碍。善男子，是故一切知菩萨等有取着者，则无无碍若无碍呢不名菩萨。当知是人呢名为凡夫。这个或许讲你只要一有所住就是凡夫了。所以不能住相，才能够进入菩萨。那何故取着名为凡夫？一切凡夫取着于色取着于受取着于想，取着于行，乃至呢取着于事色受想行识，以着色故则生贪心，生贪心故为色系缚，乃至为事之所系缚这个乃至中间就省略它为受为想为行一样呢都会被它系缚然后最后一个就是事就前面一个色后面一个事，包括中间的三个受想行有起着了都被它系缚，以系缚故则不得免生老病死。你看我们只要有取着住相拢会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所有都来了。是故取着名为凡夫，以是一故一切凡夫无事无碍我们凡夫呢没有事无碍啦要呢这个菩萨跟佛呢才有没有这个凡夫没有。善男子，菩萨身修知见法相，以知见故呢则知其意以见法相，乃知义故而于色中不生续着，乃至事中呢亦复如是所以菩萨身修这个知见这个我们呢了解说佛知佛见很重要啦。所以知见这个法相以知见故呢就知道其意以见法相乃知义而以色中呢不生系着，乃至于事中呢亦复如是。以不着故
菩萨于色不生贪心，乃至世中呢，亦不生贪。以无贪故呢，则不为色之所系缚，乃至不为事之所系缚。以不服故呢，则得脱于生老病死忧悲大苦一切烦恼。以是义故一切菩萨得是无碍。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不住相我们才可以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事相本体就不见了。所以一定先学着不住相。不住相呢，我们又做万年放下了，这样很快把佛性的人口都呈现。那佛性的人口呈现我们又深修就呢可以让佛性呢跟整个这个宇宙虚空融成一体。这样的话我们又一直又努力的进修，就可以到达我们呢这个真空妙有然后慢慢的发挥佛性的大用。那佛性大用发挥以佛的讲法，我们可以转移四天下了。各位浅显，以后呢功夫修够唔免去转四天下，转钓鱼台就好。所以善男子，以是因缘，我为弟子12部中，这个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身，常行从诵，估其未曾有，无问自说论义，12部经，说续着者名为模糊，若不着者则脱模糊你若续着你若拢住相就去剖析那个魔是服了。譬如世间有罪之人为王所服，这个世间那有罪就去政府抓去监牢关。无罪之人王不能服。你若无罪政府袂使甲咱关。菩萨呢亦复如是，有续着者为魔所服，无续着者魔不能服。以是义故菩萨而无所着。菩萨呢都没有着相啦，这个最基本的要当菩萨袂使着相。迦叶白佛言：若诸声闻眼觉之人，一切无有，是无碍者，因何数真？说舍利佛智慧第一，大目犍连神通第一，摩诃迦毗罗是无碍第一。如其无者如来何故说如是说？尔时世尊赞迦叶言：善哉善哉，善男子！譬如恒河有无量水，心头大河随意无量，波叉大河随意无量，溪头大河随意无量，波罗达池随意无量，大海之中随意无量。如是之水虽同无量，然其多少其实不等。虽然这种大河，印度的大河跟海都一样是无量的水，可是他们呢那个水的多少不一样多了。声闻缘觉及之菩萨呢是无碍智亦复如是，也是这个样子。那么我为凡夫说摩诃迦毗罗是无碍智，为最第一。如所问者其意如是。是不是那个讲在凡夫那个程度以凡夫程度来说，摩诃迦毗罗是无碍智最为第一。那以菩萨来说的话他还没到啦。
所以你看那个方便法门就是很好用。迦叶白佛言：如佛先说幻形品中，菩萨之见呢，得是无碍，则无所得，亦无有心。若是菩萨呢，心有所得，则非菩萨，名为凡夫。允何如来说言菩萨而有所得？所以这个迦叶就问得很详细。那佛就回答：善男子，善哉善哉，我将欲说，而汝复问。我刚好想说了，刚好你问。其菩萨呢，实无所得，无所得者名是无碍。所以你看这个程度就不同，很高了。善男子，以何故这个无所得者名为无碍。若有得者则名为碍。有障碍者名是颠倒。那个常乐我净之相反，谓之颠倒。菩萨呢，无是倒故为这个无碍故得呢这个无碍。是故菩萨呢名无所得。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无所得才真的得啦。你有所得就有所失得失呢是对待。故此无所得无所得者，则名为慧有智慧。若有所得名为无明。你有所得就是无明，没有所得就是智慧，有智慧。菩萨永断无明暗故无所得。那个无明暗它永远都断了。无所得者名大涅盘。无所得就大涅盘。菩萨安住如是呢，大涅盘中，不见一切呢知法性相。是故菩萨呢名无所得。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大涅盘不生不灭那个绝对的不生不灭之中不见一切的知法的性跟相。是个菩萨呢名无所得。若有所得名二十无有。这个二十无有我们以前呢都讲过很多次，就是三界的详细说了，还记得吗？欲界有14个，无色界7个，色界有7个，无色界4个，有没有？第二个会记得，因为这个我们时常都会用到了，所以或许都讲很多次，要时常讲，就是20无有，六欲天四大部洲就10个，然后4恶趣就是三恶道再加呢阿修罗，就14啦，然后这个色界就是初禅、大梵天、2禅、3禅、4禅，无想天、无净居天7个，然后呢无色界有4空天，空无边、事无边、无所有、非想非非想，总共有25，有印象吗？这个呢25有我们经典看经典的话，时常会出现的。有时候讲3有，有因有果啦，所以叫有之有。那菩萨永断25有，得大涅盘。是故菩萨呢名无所得。这个菩萨呢他名称呢叫无所得。故此无所得者名为大圣。菩萨呢不自知法，故得大圣。在所有的法呢这个菩萨都不住，都已经超越了所以都无所得。有所得者名为声闻辟支佛。菩萨永断二圣道故得以佛道。无所得者名方等经，就是大圣经典的通称叫做方等，平等的意思，大方平等。
菩萨读诵啊，如是坚固啊，得大涅盘。哦，我们讲说，哦，涅盘呢有生死相对了，大呢加一个大，哦，就已经超越了，哦，超越生死。是故菩萨呢，名无所得。复次啊，善男子，无所有者啊，名为虚空。世间呢，哦，无物啊，名为虚空。菩萨得是啊，哦，虚空三昧，无所见故啊，哦，是故菩萨名无所得。有所得者啊，名哦生死轮。一切凡夫啊，轮回生死，哦，故有所见。无所得者啊，名地狱空。菩萨呢，观地狱空呢，虚无所见。所以啊，或许时常呢就讲，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理如来。熟不熟啊？听得熟不熟？很熟哦，知道意思吗？没有能见啊，没有所见，就是把整个凡尘啊，已经融成一体了。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这样呢，若无所见，就真实的你见到如来了。各位见到如来了没？这个要用领会的啦，就是你真的所有的相啊，你都了了分明，都不自不住在相啊，都了了分明啊，都知道啊，全部整个心啊什么也都没有，这个就叫见到如来了，见到我们如如不动啊，真心佛性本体啦。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迄那安尼袂像我直直讲嘛，讲个一样。若有所见啊，即是邪见。为什么？有能见的我相，然后有所见的万象，邪见。为什么叫邪见？不正。为什么不正？生灭无常变化，安尼知无？所以啊，无常变化的，在佛来讲，它都不正确啦。因为那个啊，很快都变了。你现在这个相都不见了，你这个脑筋里面还住在这个相，这个线都没有了啊，变化了啊。所以告诉我们，实相呢，就是佛性本体啦。啊，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啊，就是那个觉。很灵敏的觉，那个觉啊，就是实相。我们呢，时时刻刻都会可以体会啦。咱咧真实在啊，实实在在有成本体啊，拢知影。人啊咧叫用，相咧用，又是佛性啦，迄个啦，用迄个啦，很亲切。不是离我们很远啦，我们都有时候跟他们说话，不敢去肯定。无所得者名地狱空啊，菩萨观的地狱空，虚无所见，都没有所见。善男子，汝之所问啊，亦无所得。我之所说啊，亦无所得。你这个所问啊，也是无所得。我所说也无所得。若说有得啊，是魔见属，非我弟子。迦叶白佛言：世尊，为我说是啊，菩萨无所得时啊，无量众生断了有相心，以是义故啊，我敢知取。无所得意呀，令如是等无量众生呢，离魔见属，为佛弟子。迦叶白佛言：如来先于娑罗双世间，为尘陀收记，本有今无，
本无今有，三世有华，无有是处，是因何？所以啊，这个很重要了。本无今有，本有今无，本无今有，三世有华，无有是处，那佛就回答：善男子，我为化度知众生故，而作是说；亦为声闻必知佛故而作是说；亦为闻思势力法王子故而作是说。不但呢正为尘陀一人说是偈也。时闻思势力将欲问我，我知其心而未说之。我既说矣闻思势力即得解了。迦叶言：世尊，如闻思等具有几人能了是义？唯愿如来更为大众广分别说。所以迦叶呢就跟佛讲说，像文殊这样智慧那么高的，能有几个人能了解这个义理所以他呢希望如来呢再说一次更为大众广分别说。这个广分别说我们就留待下个礼拜，因为上次问还很多没问又有新的问题进来。我说好，我留半个小时就回答问题因为回答我们要了解修道对有疑不必问很重要你有疑不问那个疑就是解怕感没有把那个结打开你永远都不会进步了。好，请说。这是第一个问题，在儒家大学道论里面有一句：有人不敢认情真，直接给人佛所定。就像586经我一段，这个地方不写的了解，请讲一讲。哎呀，这个有人不肯令情真这个就是说呢，这个我们修道人不要认情来征兆。我们假如说被情征兆，情落入那一种情绪人情世故这样的话你就这个没办法修了。所以有人不肯令情征就是不被人情征兆了这个是正确的选择，不要被人情征兆。我们修道不修人情道所以不可能被情征所以以下呢那个佛所印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源佛性本源是佛所印的。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你要修到成道成佛，一定要从佛性本体从佛性本体呢才能够成就成佛成道所以那个佛所印可你一定要这样做。那5867口音转我们就讲了很多次没关系再说5就是眼耳鼻舌身5个，8就是阿赖耶识6就是我们意识7就是末那识，第7末那识5、86、7果因转果就是5、85、8是果，6、7就是因你转一定要从因才转得动这个果转不动。所以或许都会用比喻说我们想买车票我们在家里想买车票家里是一个因地的地方你要买车票要到果地你要到车站果地去买才买得到车票，对不对？因地买不到了所以要因地你就只会出发然后去车头去买，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要从阴转。那阴呢，就是6、7啦。因为5、8是果，6、7是因。然后6啊，第一个就是我们意识，他把意识啊转成妙观察智。妙观察智啊，见非功，见到非有为功用。非有为啊，就是无为，无为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你用呢，妙观察智啊，就可以观察到我们的佛性本体。这样的话就已经不用日常的那个心理事啊，我们已经用佛性本体啦。所以啊，最理想意啊不要用佛性本体。然后啊，已经好了，再转第7的末那识。我们把末那识啊，就转成平等性智。平等性智啊，心无变。假如说你能够平等啊，心就没有病啊。我们分别心都太强，所以啊，心都有病啊。那假如说我们人与人之间平等。人与物啊之间平等，物与物啊之间平等，所有都平等。假如说以平等这一种心的话，那我们那个就已经把那个第7呀那个意根就变成平等性智。我们用妙观察智跟平等性智啊来指挥。前面眼耳鼻舌身就指挥前面5个。那这个5个听话，听6、7的话，就呢成所作事。成所作，你完成我的命令，你去做，成所作事啊。同眼镜，跟呢我们那个眼镜智一样。这个第5啊，眼耳鼻舌身5，然后最后一个8呢，就是我们的阿赖耶识。那我们了解啊，我们阿赖耶识就是死后来先做主哦。我们死的时候，他最慢离开的啦。我们来投胎呢，他最早到。所以我们了解啊。那个我们的那个佛性啊，我们了解说阿赖耶识啊，可以修成佛，然后也可以让我们下入呢三恶道，所以啊很重要了。我们呢已经修了以后，修正了以后啊，让我们的第8阿赖耶识啊，已经变成了我们的本来。变成本来的话呢，它就已经呢恢复了。这个是我们要修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就是了解到，很实在要做，就是在第6了。第6的妙观察智，那个是最需要的。你只要你肯做了，然后一个接一个，然后这个8识啊转成4智，4智整个啊都回到佛性本体回来了，是一体的啦。不是有那么多个。只是说我们在修的时候啊，要讲明那个内容，我们才有下手的地方，才知道你怎么做。知道的话，我们就可以修正啊。你知道理不知道怎么做，那也没用啊。好了，一条了。第2个问题。好，先说。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跟释迦牟尼佛讲的佛性非因缘非自然，它有什么样的不同？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那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3个法是效法，然后那个道法自然的法是方法，不是说呢那个道还要再效法自然了。到了，假如说要效法自然。那表示自然比道高一个阶层。那假如说自然又高一个阶层各位先生有没有听过？我们成道叫成佛，成佛叫成道，对不对？有没有说成自然？有没有？你没有听过啊？已成自然了啦。
各位先生，成自然的死去啊，你伫个六道轮回啦，还有这成自然啦，所以啊，成道不是到了上面还有一个阶层，不是啦。所以我们要先了解老子的意思，那个道呢，它就是自然，自然的方法就是道，安尼啦，不是说道还要效法自然啦，我们解说都错误诶。道在效法自然的话，自然就高到一个阶层，比道较悬，啊道就上悬啊，啊你搁比道较悬，要讲我做啥？那已经不是你呀啦，已经不对了，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老子讲的，道法自然，是说道的方法就是自然，自然就是道了。人死去后就自然，迄个咧，他就死啊，迄自然啦。那释迦牟尼佛讲的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为什么我们的佛性啊超出因缘，超出自然。假如说我们的佛性是因缘，那糟糕了，缘聚则生啊，缘生就灭，对不？咱时时刻刻的佛性嘛在生灭，合不合？就不合真理的啊，佛性没有生没有灭啦。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我们的佛性超越凡尘所有的现象，超越凡尘所有的文字，全部超越了。所以不是因缘，不是自然，不是合，不是不合，全部超越。假如说是落入自然，那自然有自然道，对不对？那你看我们佛性够不够奥妙？自然有一些我们不能有一些佛性的功能作用，还不能用自然的那个来论来讲。安尼那是自然，已经都超出完成的现象。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凡尘用的自然有它的角度啦，或者说那个不宽广。自然的角度不宽广，道的角度无量宽广。所以我们要了解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佛性本体无量宽广。你自然有一个很小的一个范围。是这样。你刚才解说完了吗？好，再说。之前所做的因，我们去想，这一想变成起心动念，就形成业力现前。那我们再忏悔过去的罪过错，请问刘讲师，忏悔的这一念算不算起心动念？所以或者都说一定要问啦。我们不问的话真的卡在哪里都不知道，要怎么做也不知道啦。所以我们了解说虽然我们已经研究到说你起心动念有念就是业，那个是已经很微细了。伊即马把迄个真粗的甲很微细的甲念做伙。念做伙时阵就说我们要忏悔，忏悔也要念念也是变这起心动念也必这业它就是这个意思啦，对吧？问的人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人不在。应该说这个人没来这个人不在的话有一点想象空间。所以或许都鼓励我们能够举手发问你直接问都没有对。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忏悔就是内心已经承认自己错，我错了我错了你要了解到是要诚实的对你自己啦。所以你就看是哪一个你在哪一个地方有佛堂就在佛像前面，没有呢你就在青天白日之下，那你就诚心诚意的
跟上天讲，我确实错了，我要忏悔，我要改过，以后都绝不再犯，这样你才真的叫忏悔啦。那个不是起心动念，而是要清除啊你里面的所有污垢，把污垢啊都清除掉。你只要一忏悔了，不能再想。你说再经过一个场合，加个人在忏悔，咱经过来忏悔，那个叫伤害，那个不叫忏悔。所以要认清啦，咱爱知影，你啊都爱办，一届一届，逐摆都拢拄到场合，来个忏悔，来个忏悔，你本来都拢无一款那个不对的那一些事项，你现在要搁忏悔了呐？搁把较早又来对不？是不是二度伤害？所以啊，我们就要了解到，像我们立志也一样啦，立志长，不要长立志啦。讲来咱来重发心念，你进前发的心念唔拢给。所以你一发了以后啊，是千千万万年呢，不能说你现在发了，过一段无效啦，过来重发心念，过一段过来重发心念，你那个什么愿啊？没用。所以啊，我们发愿场，你一发愿了以后，千千万万事啊，你都是执行，按照你的愿去做，没有变化的，不能说隔了一段时间又来，隔了一段时间又来，那不算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呢，一定要自己笃定，对的，我为什么要忏悔？对你没有帮助了。错了，我诚心忏悔，往后绝不犯。你看那个是真正的让你所有的过错去掉，罪业都消灭，没有了，心里面都已经干干净净。我们求的就是这样啊，这样的生活，我们就延续。还有吗？修道能力开始，抓到能修之心很重要，但是往往我们分不清楚身体上的觉与佛性的觉，请刘讲师讲解。这个倒是很实际呀。身体上的觉跟佛性的觉我们就是要能够了解，身体的觉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佛性的觉是佛性本体。这样了解吗？那你要分说什么样是佛性的觉，就是或者讲脱根脱尘离身离界，那个就是佛性的觉啦。那你身体的觉，你身体有什么状态你最了解了，那个都很快显现啦，那个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们身体功能作用很快就改变了。可是佛性本体它不会改变，那我们就是能够去体会，那个就是觉观不能及，就是你的觉跟你的观到达不了，那个才是佛性本体呀。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或许因为在这边四周都静悄悄的，很不容易来讲耳根圆通了。不像北部那个嘈杂声很多，很容易说了。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闻性听闻闻性，我们把闻性然后拉到外面，我们这边听静悄悄好了啦。可是静悄悄就是静悄悄不容易变化。那我们了解说你在你的家里在不同环境，你把你的那个闻性把它拉到外面的声音，然后你听到声音了，不管什么声音，你听到了，你的佛性也就在那个地方，已经在那个地方。可是那个地方的声音它会变化，变化了以后，哇，声才无去啦
可是你已经刚才啊，已经把佛性拉到你刚才那个地方啊，所以啊那个时候声音无去，咱耳根那个啊听的时候啊，已经不用了，为什么？无声你唔免听，但是佛性拄则就甲机会伫遐，对吧？啊无去迄句啊根脱根啊，唔免用根。然后那个声音啊，就是六尘之一，有声音就是尘，啊声音个无去啊，我脱尘，啊你看伫个声音的所在，唔是伫我身躯啊，对不对？所以啊，离身。离开身，又离开声音的景象，离境，脱根脱尘，离身离境，那个就是佛性本体啦。安尼样的，会不会？若无像我去用小弟按摩迄样疼到要死的着，找着袂疼的，迄个袂疼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啦。不过足侪人拢甲我讲，后影疼到要死，无疼拢找无。那个是你的心无法度专注啦，拢去互疼扭去。你若很专注的时阵你就有法度甲迄个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掠掉的。掠掉的时阵疼的时阵迄个疼敢若毋是你啦，因为你伫个佛性本体内底啊。所以那个要体会啊，说我们有时候都会生病身体不舒服啦。这个时候你可以赶快找那个不痛的，那个不痛的就是佛性本体啦。会痛那个佛性功能作用啦。安尼样没？会不会？不过这我讲较学啦，用迄我拄才讲迄较紧啦。个较会控快，因为声音不管哪个地方声音你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你用的时候啊，佛性已经到那个声音的地方，无去。有声音的时阵，你得用耳根；无声音的耳根不用了。有声音的时阵，伫咧用生成完成的迄个景象。无迄声音无去，景象嘛免啦。脱根脱尘拢免。离身离境，那个就佛性本体啊！你看。那个时候你就很笃定，佛性本体就是安尼，你要去倒找无形象啦。可是啊，实实在在，我就是切实抓到它，安尼样没？会不会啊？会不会？个讲一个当你在家里面或是在有声音的地方。然后你就利用一段时间来修，你坐着放松，然后你用稳性，听闻稳性，第三个那个稳性啊就是佛性啦，那个听是耳朵功能，闻是听到加入我们心意识啦，那变成佛性功能作用，那个稳性就是佛性本体。虽然说已经是佛性本体，可是我们很难去分辨，所以你要去抓它的时候啊，就用这个方法，你用耳根圆通。我底下讲过了，该耳根圆通听无？好啦，就讲，你听到声音，你把你的注意力，把你的闻性往那个声音的地方，就追到那个地方。佛性已经在那个声音发生的地方，已经在，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啊，那个声音会变化了，变化的时候啊，你已经把它拉了，佛性已经拉去了，拉去它变化，你耳根都不用了，那个声音消失啊，那个色尘也不用了，所以脱根脱尘了，脱根脱尘又离身又离境，都已经出来了，安尼样的。有简单无？有无？你都要做袂使用想象想象会必妄念。你假是做的时阵都切切实实啊，把佛性已经稳性已经拉到声音的地方，切切实实，对不？迄个所在你就了解到一个方向，声音就伫遐，就走遐，你的迄个灵知灵觉，你嘛知影朝往，对不？
佛性就去伫遐，去伫遐，啥物无去，唔免用根；啥物无去，唔免用尘，根尘都不用了。然后这个身跟境也都不用了。你看佛性都呈现，安尼样没？会不会？这个是说我们刚开始做要用这个方法。当你很熟悉的时候，整个都全部都是啦，规个拢是呀。好，你要都爱吃的，整个全部都是佛性啦。那个时候就你要了解，你先做这样，先这样，等到你熟悉的时候那个佛性啊。你刚开始不要贪，不要说我要听就远的，安尼也足忝。你先听较近的，听较近的较笃定，慢慢搁听愈远，搁来尾愈的时阵，不管倒位有声你拢有法度运用，了都已经出来，离开身体了，这样会吗？讲无一个甲我赢。还有吗？还有啊，好，快讲，还剩下5分钟而已。破花心在修道者的身上可学到许多真理，然而经过几年之后，热度就会减少许多，如何能克服疲倦的心？是修道越来越没力道，本来真认真，尾愈修愈无力，是这样吗？对。这个我们就是了解人之常情啊。这人咱是人咱的习惯性啊，拢安的啦。所以这个都是要怎么样？要自己克服啊，自己了解。所以我不能堕入惯性，习惯性所以要了解到像今天报纸就讲说有一对夫妻做那个美国航空要到美国去，结果在中途他那个飞机有点故障，然后就要所有乘客各个自己去找看你要转哪一步，然后他不熟就一直找那一些他们航空公司帮忙，然后到最后都跟他回答一句话：我无能为力。已经听到好几个回答都我无能为力了。一共拜托了，我这个很重要的会议一定要去赶到了，不能不能不让我到那个地方。一样的，我不能为。到尾上尾一个甲讲，伊讲在我们美国这一种现象是司空见惯，都是这样你在台湾人在福中不知福，太受宠了，所以你才不习惯这样的现象。你看嘛，航空公司甲你载到半路放掉的，无负责任，佫甲你讲安尼看你会讲袂使，你安尼袂使，一定攻击的对无？伊讲若阮遮是做司空见惯，拢安尼啦，拢这款情形，就要各自想办法。你人在台湾的是人在福中不知福，你太受宠了，所以你才会不习惯。所以就是我们当初的心不见，当初要修，当初要成。那个出发心不见，你出发心不见越来你就越没有理想，就越被身体拖着了。所以我们要用意志来拖着身体，不要身体来拖着意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意志先坚强，我一定要过，你绝对可以过了。哎呦，这哪有法度这袂当啦，这保证你成不了，这样了解吗？所以那一种不能说愈来就愈安尼无力，愈来愈贫惰，这人之常情啦。身体甲咱拖的啦，
迄拢要拖咱落去吼，迄地角，袂使，我要起来天道，你要我拖喺地角袂使，所以要这个激发自己啦，若个无出力尖牙一支，甲你骹大腿甲插落去，好努力，安尼样袂？下课。各位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前贤，大家好。佛学占道天师德，老千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佛学聚会学讲。我们呢，今天又有一本新的那个书了，叫怀海禅师上圣顿悟法门。这个也是顿悟。所以或许都比较推崇因为在我们现在的时期来说，渐修的都来不及那个时间要很久，经过很多生很多世才会到达。那顿悟就在一生之中呢可以到只要我们努力就都可以到达。然后我们就开始呢讲这个《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705757页，57页的哪边？大众广分别说，这边吗？好。这个善男子，谛听谛听，今当为汝从虎眼之，就是之前已经有讲过，可是因为太深了，听了以后不了解，所以佛呢又重讲，言本有者，本来有，我习本有无量的烦恼，以烦恼故现在无有大波涅盘。这个本有，就是我们还没有这个修道，我们没有研究心理心法，那个本有无量的烦恼，就是非常多的烦恼。那么以烦恼的原因现在就没有大波涅盘，没有回到我们原来的地方。那么言本无者本无般若波罗蜜，这个般若就是妙智慧，我们佛性本来具备的妙智慧。波罗蜜呢，就是到达清净的彼岸。有妙智慧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以无般若波罗蜜，现在具有知烦恼劫，因为没有般若，没有自己佛性具备的妙智慧来到达清净的境地，所以现在具有呢知烦恼劫。所以我们要知道说，假如说我们心里面都还没有了解对理的部分就是卡住了，那个就是结了怕改我们一定要改套苦一定要把结解开，这样呢才会通过这个真理的那个整个领域。所以或许要鼓励一定有疑必问，修道进步才会快。都唔敢问会去戒掉的啦，一定爱问。那么言本有者，我本有父母，和之身，是故现在无有金刚的妙法身，本有就是我们有这个父母亲把我们生下来的这个身体，因为呢在这个形象方面我们住相，所以现在没有
那个金刚呢妙法身，我们呢那个金刚妙法身啊，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我们呢研究了以后啊，知道说，我们都有，我们有这个金刚啊，这个妙法身。那么言本无者，我身不本无32相啊，80种好，这个都修持以后啊，才会呈现。故啊，现在既有404变。这个一大不调这个随耳风图啊，一大不调和的话呢，就有101个变，4大不调啊，就有404个变，所以我们生病是正常的啦，我们多多少少都有病，有时候啊，人都会夸说我都嘛无病，唔通互伊破病啦，那一个破病就是啊。那不是咧病小病不断大病就不患，直病拢袂死啦，那迄个唔捌病病者就死啊，所以因为复合啊，那个真理里面啊，我们一大不调有101个变，那我们4大随耳风图4大不调就有404个变。所以我们了解说，假如说我们修正的有32相80种好，那么这个404个病啊，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努力啊，修啊，那个好的形象，32相啊80种好，佛呢就是用这样来引诱众生啊。讲你看我若修修到好啦，形象就好看，可以引诱众生修道。那我们修了假如说修得很好看，越修越好看，去度人的话很好度。那假如说我们越修越这个愁眉苦脸的，越修越不精彩，去度人的话，人家说买咧，我若跟你行我跟你同款。假如说我们都修得很精彩，活得很快乐，你讲好，我带你来，所以我们用呢，这个身教，用身来度化众生啊，很快。那么言本有者啊，我喜本有，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就是啊常乐我净，常乐我净啊是佛的四果。是已经啊成佛了以后才有，所以啊本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还没有修正的时候啊，都是无常无乐无我无净，故现在呢无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假如说我们没有常乐我净啊，那无上的正等正觉啊，就不呈现。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研究心理心法，我们都进入常乐我净。所以或许都跟各位讲你听或者讲课，按照或者所说的去做，没有成佛，或者再来陪你们，有没有？那个就是对常乐我净很笃定的相信，常永远不变的，乐没有苦的对待。我就是如来，我就是佛，净就是清净，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常乐我净，就不会怕说来凡尘现象。很多道亲都跟后学讲，说你的身体安尼坎欠欠不是咧破病啦，你搁要来，讲那较戆啦。我讲迄不是咧破病，迄拢短暂。迄拢假，迄不是真的，真的病是心病，我心没有病我很乐观都鼓励大家能够成佛成道充满信心所以没关系，病就互伊去病，看伊我要偌病，没关系。我要来度化众生的心
没有变化。所以都希望各位能够成道成佛，不很困难。只要我们能够活在当下，当下就是佛，很容易不困难。言本无者，本不见佛性，故无常乐我见。就是我们众生本来没有不看到佛性，所以我们能够看到佛性很不容易能够领悟佛性非常不容易。所以领悟了以后我们整个人生都不一样，整个人生都变化了，已经进入那一种佛性的本体之中。所以凡尘的现象我们都可以看淡，一直在变化了不用去住相。相不住了以后我们就已经逍遥自在。逍遥自在就是佛了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本来都是佛之所以没有成是我们不愿意凡尘很好玩各位节贤，尤其现在有智慧型手机可以滑手机可以赖整天都跟人赖来赖去的很有意思不想成佛了所以不见佛性，不想成。言本有者本有凡夫修苦恨心未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是事故现在不能破坏四魔这个四魔有三个是我们内心烦恼魔、五阴魔跟死魔，这个是我们自己那个天魔是外来的所以外来的很少啦只有一个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这个凡夫修那个苦恨我们说苦行也可以了解意思就好就是很苦的时候他一直在行持说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以是事故现在不能破坏四魔。所以佛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去修那个苦行不能够得到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那一种凡夫的心太浓厚，所以没有办法破坏四魔。那我们只要说进入佛性，那佛性里面没有烦恼烦恼魔就消失了。佛性里面没有五阴，五阴魔也消失了。佛性里面没有死，死魔也消失了你看就简单有无？有无？有无？不回应的话表示没有听进去啦你回应了表示有，我有在听所以我们了解说大部分烦恼五阴死都是自己内心我们佛心里面都没有没有这一些，所以不用那个凡夫修苦行的心那个就已经不在我们佛性之中。那么言本无者，我本无有六波罗蜜就是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六度波罗蜜本来没有，以无六波罗蜜故修苦行心，为可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无有是处就是没有办法达到都不对了。所以跟我们凡尘所讲的不一样有没有感觉？咱讲都爱都爱较认真修的，较认真做的，有无？结果佛拢否定啦，你认真修、认真做唔对拢无伫个心咧做功夫啦。所以修道要成道一定伫个心内底做功夫
在心里面，不是在形象啊。自古以来啊，没有从形象修成的，一定呢都是从心。只要你的心笃定，你的心认识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这样的话，就已经成佛没有疑问，绝对可以成。言本有者，佛习本有杂食之身，以实身故现在无有无边之身。这个本有我往昔本有杂食，就是我们呢吃了很多东西啦，吃饭吃米吃面疙瘩逐项拢吃这个杂食之身啦。咱有杂食之身无？逐项拢食对无？所以以实身拢用咱重视咱食的这个身躯所以现在无有无边之身。那个无边之身就是我们法身。我们法身呢无量无边。所以我们了解说，上个礼拜有讲。我们把我们的佛性拉到外面，有没有？用耳根连通，因为我们这边周遭都没有声音所以或许都一直没办法引用。我讲安尼要安怎？讲无要紧，你若等你你的居家周围一定有声音你就用第三个文献。第一个我听，第二个我闻，第三个闻现，用闻现。听到声音以后，那个声音发生的地方就有你的佛性在。你把它呢，延伸到那个声音发生的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稍微停顿，它声音会变化，消失了。那消失的时候我们耳根不用了，然后那个声尘也不用了，脱根脱尘，离身离界，佛性本体就是那样。然后我们努力的修。那假如说拢无声，佛性伫迄个无声的所在，住一站住较会惊拢无依赖，佮听到别位有声。稍微转移啦，甲转移去有声的所在，搁大，共款搁一段时间，然后你会熟悉，熟悉以后有声音佛性在，没有声音的时候佛性也在，所以声无即无昧，声有亦非声，声昧二远离，是则常真实。我们的佛性常真实，所以我们就了解到，我们要追的常真实，这个是我们可以拥有的。那我们这个现象无常变化，你搁较按那顾伊都会无去搁较老顾较200几岁。会死袂？嘛是较慢死尔嘛死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把注重养生的那个精神转移到我们修佛性的这一条道路，用顿教法门，从凡夫地直接到佛地，利用这一生修成，可以成。一定要给自己信心，已经呢摸到佛性本体，绝对可以成佛。不成是没有摸到了，没有摸到要赶快努力找。哎呦，佛性我哪都唔知，我哪要死要安怎？要这样台北前贤就这样问我哪个死佛性都摸不到要安怎？我讲唔通遐无信心，我讲上简单身躯是最会风土4大假合，众缘际会借我们用
我们都要还给天地。然后水有风土啊，它没有知觉性，水有风土伊无地感啊。咱即马身躯你看四天圆动啊，拢真灵活，对不？迄什么人？佛性啦。所以你看啊，佛性都伫咧你的生活内底拢呈现啊，哪会讲行到死去个无？有啊无？确实有，是看袂到安尼尔，有确实有所以要甲这个确实有的，甲伊修正甲整个虚空融通，那个叫无边身。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无边之身。只是讲咱拢伫咧迄死个囡仔啦，去互迄死个囡仔害个，有啊无？5个毋是4个一个跑到哪里去啊？怎么看到都只有4个？或者第一次听到说。拢为着迄4个囡仔伫咧拍拼，我就想说毋是为着趁钱哪会为着4个囡仔？尾啊，一个人讲1000块迄度都4个囡仔，就是为了那个钱啊！安尼这讲话真有艺术。毋是为钱啦，为钱足俗气的为了4个囡仔。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杂食之身啊，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我们注重身体呀，要了解到，不管活得多么多久，不管长短啦，像永嘉大师39岁而已。你看伊安尼即马呢流传后代啊，咱拢咧看伊的正道歌有没有？歌有没有看？很棒呢。你看了以后你就知道怎么修道。伊拢教人修。真的那一本很好。现在又有一本新的，叫做淮海禅师上圣顿悟法门。也是一样。这是顿悟的法门。那因为或许在北部讲，我们这边也有花嘛，对不对？有没有讲义呀？有啊无？都有了。若无爱紧甲迄个套，甲咱遮的迄个超值讲师套，讲我那无，他就会想办法给你，都有的。那个楞严经精华已经呢下个礼拜就可以寄过来了。大概有5片还是6片MP3 一片。要听 CD 可以，要听MP3 也可以。就是讲解它里面的精华。讲得蛮久了。你看4次1个月啦，6次就1个半月啦。讲半月啊，大家拢想讲都讲那拢无寄来，还没讲完啦，还没做。大概下个礼拜就可以，就可以收到了。然后还有一篇就是又把那个又浓缩一个开类，手楞严，可以有吗？有这个一问的时候刚有我也无摕到拿到的人说有，拿到以后没有详细看，敢有摕已经摕手的摕厝的去还佫伫咧敢有所以或许很努力写啦，可是各位都没有很努力看。我写了手就会软。讲买咧，无人要看卖写。各位只要说努力看了，我就会努力写。这样呢帮助我们熟悉真理，熟悉佛的领域，熟悉我们要怎么样进入，都会交代了。所以早上这个接驳鞋到车站的一个前贤，
就发足侪问题，你伫个迄31片啊，涅槃经31片嘞，拢咧回答我的问题，我讲唔知咧。我在讲的时候没有说我要回答你的问题啊，可是他说我所有问题你在里面都回答了，有影安尼上好，所以我们了解啊，修道一定有问题啊。修道都没有问题，那个道就很奇怪了。你越努力修啊，问题越多。遇到了以后啊，哎呦，我对唔对？没有肯定。那假如说你全部都肯定了，那个已经啊，那个根基啊，超好的，就是很好，了解到真理的领域啊是什么状态。一下子呢都能够马上进入状况，所以用各种方式绝对都可以。所以佛学就讲说我们这个改毛病、气脾气呀，贪嗔痴慢疑都没有，我们实际要修很困难，20-30年都嘛都伫咧无变化，然后听了心理心法。竟然很短的时间脾气毛病都不见了，然后贪嗔痴慢疑也淡薄了。最神奇的就是可以指挥梦境各位前学，咱伫咧做眠梦有法度甲指挥无？有法度无？拢嘛随在去对无？要安那拢随在你去，独头意识啦。他竟然修到梦境里面可以指挥。我讲安尼都甲清醒同款啦，都等于没睡啊。说是啊，是在睡啊，可是那个梦境都可以指挥。我说我这个讲的人都没有办法到达。你那个听的人已经做到了。你看嘛。就是这个样子真正的他努力的程度我们真的比不上。他讲安尼短短的时间听歹3台MP3 的机器已经听歹3台啊，各位听歹几台？笑笑就好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真的你要听坏3部那个机器MP3 那个收音机还真不容易你要故意把它弄坏都还不会坏你踏来踏去也搁咧弹。所以那个杂食之身就没有无边身。言本无者，本无37自道华，以无37自道华故现在既有杂食之身。所以那个37自道华就是四念处、四正勤、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有印象无？伊个拢害我啦！你教遐济，阮哪记会掉？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37自道品是释迦牟尼佛在凡尘所讲最重要的重点，就是37品自道法。你看那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到现在整个我们社会都在传播这四念处。我说这样是初步啦。我们开始修的时候要用，可是你修到一段期间已经呢对真理很熟悉了，四念处的内容不一样。各位记得吗？念念看。哇，不错竟然都会嘞！对，我们呢那个上圣的四念处就是观身性相犹如虚空，观我们的身，观我们的性，都跟虚空一样，这样就可以成道成佛啦。那不是在咧观身不净无法度成佛。
嘿，干那吼不住相安尼尔，哦，那个一个初步啦，初步，所以一定要进入啊，哦，上圣的思念处，哦，观我们的身有性有相，有身体的形象，都跟虚空一样，哦，都呢没有，都没有形象啊，虚空没有形象。我们身体啊也一样会归于空，哦，那我们佛性啊本来它就真空，所以啊跟虚空呢都相同。然后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安尼的都，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这个观受没有了，没有受，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住中间，没有受。那我们在凡尘为什么会六道轮回？就是把这个受当成实实在在，拢是在不知道讲以假无常变化，我们都把它当实在了。所以这样的话害我们自己。那我们按照真理，观受不在内外，不住中间，没有受。然后观心，但有名字，名字性。观心啊，只有名字，跟他名了啦，也没有名会成的无。所以我们了解说，空的性也是空的，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没有善法，也没有恶法，就是没有，全部都空。所以上圣的思念处啊，全部都是空，都跟我们讲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呢，想说完成的所有一切，你看看哪一样我们可以拥有？都是空了，都没有。可是我们实实在在去应对，有可以不住在心里面，事来则应事去则见，完全心里面都没有相，没有形象在了。所以我们了解说，只要我们心里面都没有形象，那我们呢整个跟空已经可以事先融通，还不用说把佛性拉到整个虚空，就已经跟空通了，连在一起了。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都要自己努力这个别人帮不上忙，也不会天上掉下来，一定要自己努力去做，才能到达。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37次道品，各位有印象吗？那个是正勤就是很努力，正确用功的方法，就是我们正确用功。假如说我们这个有恶，马上就断，没有让它不生，那已经行善要它增长，那没有善要让它生善出来，四个是正勤。然后四神足，欲勤心观，欲就是欲望，这个四神足就是我们六通的基本，要有强烈的欲望，我要有神通，那个很强烈的欲望，勤就是精进，然后心呢就是一心，观呢就是关照，所以欲勤心观就是四神足。然后五根，信静念定慧，五根。然后五根呢产生五力，一样呢是信静念定慧，这个就已经呢有10个。
然后再来呢七节支，这个我们了解啊，就七菩提分啦，这个它三个啊是始于定，三个呢是始于那个慧，一个啊是平衡，各位都还记得吗？择静息，安定舍，中间啊一个念，择就是选择，静呢，就是啊精进，喜呀，就是很高兴，择静息呀，它始于慧，安定舍啊，它始于定，你定久了，人会昏沉，然后啊，你智慧太强了，人会轻狂，两个都不很理想，所以要用念念呢那个菩提分来平衡两个让定啊跟我们的慧定慧平等，这样七菩提分，然后八正道。第一个啊，就是正见，正确的知见呐，佛知佛见，正见，然后正思维，正思维啊，要了解我们的思维是始于八正道里面的正。那我们在凡尘啊，都是用思虑，不是用思维啦，用那个凡尘的细力士。所以那个不可以，我们要用正思维，然后啊，这个正念，正念啊，就是所有的念头都放下，所有念头放下就是正念，然后正语，正确的语言讲出来都跟真理呀，相符合，然后正业。就是我们的身口意呀，都没有偏，都是跟真理相合，正业，然后正精进，然后正定，八正道。或许突然间要讲37支道品，我无先好心呢，怎么办？我紧啦，直接讲，他就走出来，他就跑出来了，37支道品就跑出来了，所以没有37支道品法，现在就具有杂食之身，就是我们没有进入修道的轨范，那个轨道那一些常态，我们没有进去。言本有者，我喜本有一切法中起着之心，已是事故现在无有，毕竟空定。这个本有，我喜本有一切法中取着之心，这个一切法我们都取着都是住相。凡所有不管有形无形我们都住相。这样呢，住相的话，那我们在形象一直浮沉，都没有办法稳定所以没有，毕竟空定，那我们的空定我们佛性呢，真空妙有，我们佛性呢，出来的定那个才真的不会被破坏，那我们在凡尘学的定很快就被破坏了。那么言本无者我本无有，中道实义，以无中道真实义故一切法则有着心一切法呢都有着，有着心，所以我们了解我们最怕这个着，一着了着相着事情都着了，迄拢变经袂过来，都害我们自己，害咱家己啦。
言本有者啊，我吃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有之顿君呢，声闻弟子，以有此故啊，不得演说一圣之时，说呢这个本有，说我已经呢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个时候有之顿君呢，声闻的弟子，以有此啊，不得演说一圣之时，所以啊，这个角度啊是释迦牟尼佛他说呢初得到无上正等正觉的时候，因为有很多呢那个根器呀不分力的那个弟子都有这一种这个比较呢顿君就是讲无灵通啊，不精灵对佛性呢都一点了解也没有所以就不得演说一圣最上圣那个实相之法。那么言本无者本无利根，人中向往这个人中向往就是他在人之中呢就超出人的那个智慧，超出人的那个行为，超出人的所有一切，就好像向往一样很突出如迦叶等故随以方便开示三圣所以那个有这个人中呢那个向往所以我们了解说本无没有利根，可是没有利根呢里面会有那个特殊人物。言本有者而我本说也，切或三月以娑罗双世当波涅盘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圣大波涅盘所以佛就讲说来年3月以娑罗双世要呢进入涅盘是故现在不得演说大圣大波涅盘已经要进入涅盘就讲涅盘经。言本无者本习无有闻思思虑故说如来无常所以这个或许又用小刮胡把它说知音呢难寻闻思思虑智慧很高所以就可以跟佛互相呢这个阐发把那个真理都能够演说因为没有讲的人呢就没办法把那个最殊胜高的法门讲出来所以讲这个如来无常这个如来无常跟真理不合。善男子，如来普为知众生故虽知之法说言不知这个如来普遍为呢所有众生的原因，虽然知道所有的法知道知就是很多了知法，那说言不知不知样，虽见知法说言不见已经见到知法说呢没有不看没有看见，有相之法说言无相，无相之法呢说言有相实有无常说言有常。何以故？如来明见众生根故所以如来见到众生的根，知道了要怎么说有时候呢就是要随顺众生的根器较深的就讲深，较浅的一定要讲浅那较浅的你讲深伊听无那较深的你讲浅伊无爱听所以要拄好拄到伊适合听
适合修，所以啊，我们了解，我们真的讲了今年第6年，应该对佛性呢都非常透彻了解，而且实际的把它应用，所以啊，应该我们整个虚空呢，全部都聚满佛性，所以叫规个拢是啦，规个拢是佛性啦。安尼讲，各位先生听有无？有，安袂歹，唔免讲徛起才是。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还没有熟悉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能说整个周遭虚空啊都是佛性，这样的话，他就不知道怎么下手去修。你要告诉他要怎么样做假如说都还没有熟悉啊，先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先让我们佛性的轮廓呈现，然后之后啊，你有机会做耳边圆通，把佛性呢拉离开你的身体，跟虚空融合，这个过程一定要不能一下子规个拢是啦，那样的话会害他，伊全袂晓做啦，规个拢是我都免修啊，要不要修？所以有时候啊，那个法对我们来讲，就是很重要。我们刚好这个时机，刚好用了这个法门，让我们可以成就。那假如说不同那个程度，那你跟他讲非常高的方法，那等于害他了。伊要做他袂晓做，那已经都很深入了。你甲伊讲这过程初步的你搁害甲诱导转来，所以你看要恰好，恰好啦，这个那个法龙禅师啊，有讲那个句呀，各位都还记得吗？讲讲看。哇，真棒嘞！哇，我们班真的不能轻看，恰恰用心时啊，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就是啊，就是这样，那个法龙禅师啊，就是这个句呀，很风行啊，因为都四句里面都有恰恰，恰恰用心。要用心，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当用恰恰无，各位就可以体会啊。这个呢，恰恰用心的时候啊，我们要用心找不到心，恰恰无心用，无心用，无心恰恰用，无心刚好用，当用恰恰无，已经进入了很高的程度了。所以我们了解它里面都有含义啊，不是在绕口令的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一定呢要符合众生的根。三男子如来虽作是说，终无虚妄，虽然这样讲没有错，何以故啊？虚妄之语啊，即是罪垢，如来悉断一切罪垢，因何当有虚妄语也？所以啊，不讲那个假的话。三男子，如来虽无虚妄之言，若知众生呢，因虚妄说得法力者，随宜方便则为说之。所以对众生有利佛还是会讲。三男子，一切四谛若以如来即是第一谛，何以故？知佛是真
为地故啊，所以是地。可能无声啦，真的找不到一个来替或者讲，有没有这个前贤啊？说来我替你讲，有啊无？依令众生呢，得地狱地。若使众生呢，不得如是啊，地狱一者，知佛中部啊，先收是地。所以啊，都呢佛都是想尽办法，要让众生呢都能够修道成佛。善男子，如来有时演说四谛呀，众生为佛说地狱地，有时演说呢地狱地，众生为佛说以四谛。是则知佛甚深的境界啊，非是声闻眼界所知。所以要了解到，那个佛的那一种领域呀，有时候呢，这个表现出来啊，不是那个阿罗汉呢跟辟支佛他所能够知道的。善男子，是故啊，汝先不应难言，菩萨呢无所得也。菩萨呢常得地狱地呀，因何难言？无所得也。这个迦叶呢，因为啊，就讲说，菩萨呢无所得。那迦叶复言，世尊，地狱地呀，一名为道，一名菩提，一名涅盘。若有菩萨啊，若有菩萨言有得道者，菩提涅盘即是无常。何以故？华若常者啊，则不可得，犹如虚空啊，虽有得者。所以这个观念还蛮殊胜的。这个观念说呢这个有得的话呢，菩提涅盘啊，就变成无常。华若常呢，则不可得。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有时候在语言语言说那个是假就是借啦，借着语言，然后要我们领悟。所以啊，佛就讲无言之法，本来最殊胜最高的那个叫无言之法，不能用语言说的啦，无言之法。可是呢，以言显说，用语言明显的来说，因言而入。因为讲的语言，我们可以进入，非即是言，而不是这些语言就是要我们呢不住在语言下，那个文字语言都是假的，不真真的无言。所以当你领悟了以后，要讲给人家听，你会觉得说好像不是我领悟，好像不是我讲的这样呢，那个就已经呢领悟无言之法。无言之法你就看已经是无言不能用说的。可是不说的话没有办法了解，所以以言显说，用语言明显把它说出来，我们就可以因言而入，可以你讲的这一些然后进入，非即是言，不是在语言里面所以各要了解这个都不是文字游戏啦，而是讲真理。真理呢我们了解它都没有语言，没有文字，没有。我们佛老师也讲，道本无言，非言不显，言有不达，道无以明，有没有？
记不记得？都没记得啊！哦，这个是在《大圣金刚经论》啊，哦，佛讲序言哦，那个时候说的啦，哦，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哦，都呢真理的哦领域啊，都是没有语言，哦，没有文字，哦，那个才是究竟啊。有语言文字哦，都有变化。你没有语言文字啊，已经没有了，就不变化了。就像虚空一样哦，整个虚空啊不会变化。哦，那我们落入形象啊，都会变。哦，不管它呢长还是短啊，都会变。哦，所以啊都不真。那假设呢？又说世尊如世间物啊，本无今有，名为无常。道义啊如是，道若可得，则名无常；华若常者啊，无得无生，犹如佛性呢，无得无生。有一些说出来，不是说不对啦，只是它缺少活泼。没有玲珑了，要活泼玲珑才能够通达。虽然有一些讲法，没有错，可是按照他这样的话，那就没办法来教导众生修道。所以要借着语言文字，世尊夫道者啊，非色非不色，不长不短，非高非下。非生非灭，非赤非白，非青非黄，非有非无，因何如来说言可得？菩提涅盘呢？亦复如是。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讲出来都没有错了，是正确的。可是按照他这个样子糟糕了。我们众生就是众生啊，成不了佛啦，缺少那个大慈大悲的心，所以这样子的话呢，是真理相合啦，可是跟凡俗就不合。那佛就回答：如是如是，你安尼讲对啦，拢正确，甲真理拢有符合。此段问答呢很利呀，凡人修道呢，不易了解呀，易在这些观念呢分不清，所以或许呢用小刮胡呢，把这个内容说这一段的问答，很利呀，就来我们凡人修道呢，不容易了解呢，易在这一些观念呢。分不清，没有办法分清，所以呢，细思之啦，要仔细的来想，思维。善男子，道有两种，一则常，二则无常。菩提之相呢，亦有两种，一则常呢，二则无常。涅盘欲耳，就是涅盘也有一则常，二则无常。那么外道的道者啊，名为无常；内道的道者啊，名之为常。声闻缘觉啊，所有菩提呀，名为无常。菩萨知佛所有菩提呀，名之为常。外解脱者啊，名为无常；内解脱者啊，名之为常。所以佛呢又把它分的又比较详细一点。善男子，道与菩提啊，以及涅盘，悉名为常。一切众生呢，常为无量烦恼所缚。我们呢被烦恼覆盖，无慧缘故啊，不能得见，就不能看见道，不能看见菩提，不能看见涅盘，所以没有慧缘。而知众生呢，唯欲见故啊，修戒定慧，
我们众生啊，要见到道，要见到菩提，要见到涅盘，所以啊，就修啊，这个戒定慧，以修行故啊，见到菩提以及涅盘，这个修行啊，就看到道，看到菩提，看到涅盘，是名菩萨得道，菩提啊即涅盘也，所以这个佛啊，就详细的说，那个德啊，就是这样。然后我们呢了解说大乘佛法，它最后呢一定是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最后啊，这8个字啊，一定是圆满菩提呀，归无所得，已经圆满菩提了，可是呢都无所得，为什么？我们本来有啦，我们本来有，不能得，对不对？因为有得就有失啦，有得失完成了生灭法。那我们佛性本来有啊，本来只是恢复本来而已，有没有得？没有。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努力啊，是要恢复到本来，我们佛性的本来。本来都是佛，我们本来都是佛，要恢复到佛啦，所以啊，恢复到佛叫做得道，其实啊，只是恢复本来而已。有了解不？要知道，确实啊，无所得。各位前贤要了解，有所得就有所失，得失啊，就是两边，得失啊。就是生灭，那有生灭就是不是我们佛性的东西，佛性里面啊没有生灭，所以一定要确认，佛性没有生灭，佛性没有我们讲的这一些全部都没有，那为什么要讲？因为我们已经失掉太久了，被烦恼覆盖啊，太厉害了。所以要借着这一些语言文字来说，让我们了解，让我们恢复，只是要恢复而已，只要我们恢复了，就叫成道，就叫成佛，是不是只有恢复到本来？对不对？所以成佛是我们本来，咱本来就混啦，你知无？现在是凡世间伫苦海，安尼浮咧沉咧，浮咧沉咧都是因为咱拢贪恋凡世间啦，拢贪恋凡世间的一切，你看即摆若有钱机票买就要来观光，有贪恋无？转来忝啊要死，佮用足济钱你用迄钱来帮助一寡艰苦人善下人，无足好诶。对不？伊予人都唔甘愿的，家己用都用到真欢喜。人之常情啦，咱人拢安尼嘛，对不？要替人用，我辛辛苦苦去赚的咧，无啊？若家己用，用了无真恰当，无要紧，都是家己用去的所以有当时上天会甲责罚，好，安尼互你破病。都爱用足济钱诶，用诶你嘛甘愿，有无？有甘愿无？迄无甘愿嘛无法度啦，嘛都爱甘愿。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得得失失啊，有万千。你去论得论失那个都论不完的啦。所以我们要保持一颗心清清净净，就是本来。本来就是佛就是清清净净，恢复到本来可以到达，是我们努力做就可以到达，凡尘一切变化无常，不要去住相了，卖管拢假啦，唔免计较，我们现在讲都会啦，哎呦，咱来世间无半项转去双手嘛空空。
住伫世间啊，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会晓背袂？真好听对吧？哦，这个是他经过挫折了以后才讲出来。哦，他很如意的时候啊，过得很顺遂啊，伊才袂安尼讲。哦，啊，已经安尼哈食老啊尔，独生子已经死啊，啊个吼，伊要娶某，我无好娶，吼，啊无孙，啊个无囝，哇，呾一声老孤单，哎，啊就讲安尼啦。讲的哦，或者就把它记下来，哎，因为蛮好记啦。哦，就是我们人生常态啊，都是这样。哦，真的就是啊，你起码哦有足济，哦有足济财产啊，唔免了办。哦，你一仙钱都带袂转去。哦，所以都要赶紧好好改用啦，哎，把它利用，哦，好好利用，有之以为利呀，哦，无之以为用。哎，都把它用，哦，这样呢，人家会感激啦，哦，人家没有感激，我们内心也很高兴，哦，我们帮助人了哦，比那个受帮助的还要高兴，哦，所以我们哦，生活啊，追求也就是这样，哦，就是啊，生得很哦踏实，过得很有哦意义，哦，就有意思嘞，哦，你活嘞拢袂白活的啦。哦，啊无咱人哦，生了这个身体哦，要说什么价值啊？哈哈哈！老天人讲一身臭肉，讲起身躯拢臭肉了，啊有影吼，还未身躯了皮皮的，无芳，哎，真的臭肉，哎，所以啊，哎，终究要丢掉的啦。哎，啊，我们还没有哦丢掉之前啊，利用它好好做一些呀利益众生的事，哦，这样呢，我们呢这个眼睛一闭的时候啊，没有亏欠，哦，努力做了啊，哎，啊个来无法度就莫讲啊，哦，啊有法度的较怕样子，哎，所以我们了解说，哦，这个完成的一切呀。都是哦，这个变化无常，所以说得啊，说哦不得，迄拢是完全在讲的。哦，道之性相啊，哦实不生灭，以是义故啊，哦不可周持。哦，这个道的性，道的相，哦实在呢，它不生灭啦，不生不灭。哦，就是这样的义理。我们不可周哦，不可持，所以哦，袂使甲抓条条啦，哦，还放互真灵活。善男子，道者虽无色相可见呐，哦，称量可知，而实有用。哦，这个道哦，虽然没有色相啊，可以看见，哦，不能用称量来知道，但是实在有用。哦，这个道就有用诶。哦，你看我们佛性啊，有没有用？非常有用，对不对？咱的佛性哦，伫咱的身躯啊，吼，咱行出去外口，但是啊，哦，足好用的，哦，会当安尼帮助人，帮助人无一定拢是用金钱啦，哦，你用语言，你用你的笑面哦，都已经帮助人啊啦，哦，所以啊，很容易的，我们呢就是帮助众生。哦，解脱呢苦难。善男子，如众生心，哦，如众的生心，哦，虽非是色，非长非短，非粗非细，非弧非节，哦，非是见华，而义哦是有。以是义故呢，我为悉达，就是那个几孤独长者。哦，几孤独长者叫做悉达。哦，说言长者，哦，心为成主。若不复心呢，则不复身口；若复心者啊，则复身口。以不善复身口故呢，则到三恶去。就是哦，那个三恶道，三恶趣哦，就是三恶道。哦，恶鬼哦，畜生哦，那个地狱哦，三恶道。复身口者，
得人天涅盘，得名真实，其不得者啊，名不真实，所以啊，佛呢就详细的讲，说呢我们这个众生的心呐，不是呢有形有相，也不是长也不是短，也不是粗也不是细，也没有弧也没有节，非是见法，不是已经见到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而亦是有，但是有。以是义故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为悉达其孤独长者呢说，长者，心呢为成主，若不护心呢，则不护身口，若护心者啊，则护身口，没有保护心呐，我们的身、我们的口也就没有保护，就会遭遇一些呢这个不好的。以善护身口故呢，则这个道呢三恶趣呀，不善护身口呢，就会到三恶趣。然后护身口者呢，就会得到人天涅盘，人道、天道啊，以及呢到达涅盘不生不灭，得名真实。那其不得者啊，名不真实。善男子，道因菩提呀，以及涅盘亦复如是，亦有亦常，其如无者啊，云何能断一切烦恼？以其由故啊，一切菩萨了了见之。说这个道跟菩提呀，以及涅盘，也是这个样子，亦有，亦常，有。有道有菩提有涅盘有，也是常，永远都在。那假如说没有，怎么可以断烦恼呢？因为有道有菩提有涅盘，所以可以断烦恼。以其由故，因为有，所以一切菩萨呢了了见之，就是透彻的知道。善男子，见呢有两种。一呢相貌见，二呢了了见。那么云何相貌见？如眼见烟，远远的有看到烟，名为见佛。实不见佛，虽不见佛，亦非虚妄。这个有看到烟啦，讲看到火，实在无看到火啦。不过伊讲看到火不是假啦。真是有火才有烟呐，无火就无烟，所以讲的话不是假，非虚妄。见呢，空中鹤，便言见水，虽不见水啊，亦非虚妄。看到空中有鹤，有迄白鹤，讲看到水，虽然无看到水的，不是假啦，有鹤呢，就有水，如见花叶，看到花叶便言见根，看到根伊涂骹拢无快啦。虽不见根呢，亦非虚妄。虽然讲无看到根，也毋是假。伊若无根袂开花啦，嘛无叶所以一定有根。如人遥见这个离间牛角。便言见牛，看到人这个离条来，看到牛角，讲我看到牛，虽呢不见牛，无看到牛，亦非虚妄，嘛毋是假啦，有牛角就有牛，如见女人怀孕，便言倦意，看到女人已经这个怀六甲的怀胎了，便言见欲，就是说呢，那个男女之间做爱，虽不见欲亦非希望，那无做爱呢，袂讲会怀孕。如见树生叶，看了树生树叶便言见水，虽不见水亦非希望，
迄树啊若无水伊就袂生叶啊，所以就是有水，所以讲会对，又如见云变远见雨，看到天顶的云，讲我看到雨，虽不见雨虽然无看到，意会虚妄嘛，毋是假，因为要落雨进前拢有云，先有云呢，才雨才来，如见身业，即以口业，变言见心，咱有心，会业，口会业，便讲我看到心，虽然不见心意会虚妄，因为咱的身业、口业拢为心出来，咱有心安尼想身躯才会去做，业才生成，要讲呢，讲话嘛是为心出来。所以辛苦呢，就要如意啦，所以要了解说，我们时常都会讲讲，有你得要留一点口德就是不要乱讲，这个见身业口业变言见心，虽不见心亦非虚妄，是名呢相貌见。那么允和呢？这个了了见，如眼见色，三男子如人眼根清净自观掌中手持业物，了了分明，我们的眼睛看到形象，好像我们眼根清净自己看自己手掌之中拿的那个叶树叶了了分明。菩萨呢了了见道，菩提涅槃亦复如是，这个菩萨呢就见到菩提，见到涅槃，虽如是见呢，初无见相，虽然是这样，已经呢了解到道，了解到菩提，了解到涅槃，可是呢没有见相，世间众生呢所知见觉便自收言，我知见觉，我们世间的众生呢，让我看到我的地界。三男子如来一切呢，悉知见觉，亦不自言，我知见觉，这个如来都知道，可是呢他不讲，一切菩萨呢亦复如是，何以故？若是如来作知见觉相，当知是者非佛是真，名为凡夫，菩萨语耳。伊若咧讲我拢知，我拢知，安尼伊毋是佛菩萨啦，伊就是凡夫。安尼知影无？人若咧点你的心肝底就想讲这就是众生啦，这就是凡夫。若是正信伊真牛，伊就袂点啦。没电的真人不入相，入相就非真人。所以你看之前那个寒山蛇德去互知影尔，伊就全走入去石头内底啦，有无？跟那个阿弥陀佛，那个阿弥陀佛他也是一样，被人家知道了以后，不见了。因为他泄露寒山蛇德的身份，伊家己泄露，伊家己嘛全无去，都不能再见人的，因为大家知道他的身份，所以真人都不能录像，录像了以后一定要允啦，不能再呈现。那么接着底下呢，这个大般涅盘经呢第16卷，这个梵行品，迦摄言。如佛世尊为舍利佛说，世间知者我亦得之；世间不知我亦悉知。其意云何？这个呢都很会问就是要了解到整个那个真理。那佛就回答说：善男子，一切世间呢，不知不见不觉佛性。若有知见觉佛性者，
不明世间，名为菩萨。所以啊，这边就讲说，你假如说已经呢领悟到佛性的话，就已经呢叫做菩萨，菩提萨埵。世间之人呢，亦复不知不见不觉，12部经，12因缘，四道，四谛，37品，这个12部经，因缘比喻方广受记，本事本身常行重诵，未曾有，然后这个无问自说，论义，有没有？好像安尼耳熟啦，刚才捌听过安尼然后12因缘呢，无明眼行、眼识、眼名色、眼六路、眼触、眼受、眼爱、眼取、眼有、眼生、眼老死，有没有？都没记了或许不是讲得很详细吗？从后面讲上来，从上面讲下来，有没有？所以要了解说，我们不管研不研究了，12因缘都是一个接一个啦。咱那老爱系最后一个最大原因就是有生。咱那会生在凡世间，就是因为我们有那个业啦，就是有。是咱那有，就是因为取，就是行为啦。那会去取，因为有爱，才会去取。那有爱，就是因为我们接受了。那有接受，就是因为我们六根它有接触完成所以才有受。是咱有触，六根，是咱有六根，就咱有迄个名色。是咱有名色，就是因为有事。是咱有事，就是因为有行。是咱有行，就是因为无明。你看12因缘它连贯一个接一个啦。所以从上面讲下来，无明就是不了解真理啦。无明眼行，不了解真理不管是时间，不管我们的心，一个接一个，一直这样的延续下来，所以眼行，然后行眼识，这个认识的识就是我们累世之间的因缘，然后前一世的因缘，假如说我们有跟这个父母亲结缘，然后我们就赶快终于生来投胎，就赶快一直跑无言的地方大地如墨水墨黑暗嘛。无言的所在有一点亮光，看到亮光就紧走，走去那个亮光内底，刚好父母亲在做爱，就投入了，就怀孕了，就开始了。怀孕了以后就有六根有了以后的出生跟凡尘接触了以后慢慢长大，就感受很强烈，然后就有喜欢讨厌，喜欢想拥有，讨厌排斥，然后就有爱，然后就取，就有因为这些延续下来，已经业因形成了，就形成爱生。有生就会老会死，安尼为顶头讲到啦，为下骹讲到去12因缘，拢固定的啦，咱走袂去，固定的。那我们修道呢，就在受，我们可以改变，完成的受，一切都是因缘际会，不是真实的。咱甲伊当作真实的哇，搁刷落去就变爱，变喜欢讨厌喜欢讨厌就起舍就造业，造业就受苦啦。咱受一切都无，没有的话，没有喜欢讨厌，没有起舍，不造业，解脱了，
你看研究重要嘛？就是很重要。你研究了以后，你遇到那个境啊，你就会取舍。这个境我未使去互迷惑，我应该怎么处理？这样呢就进入真理。所以研究啊，对我们帮助很大。不然我们在受苦啊，各位浅显，我们受苦怎么来的？咱哪受苦？我们自己造的啦，对不？咱家里造了很多业，自己来受苦，甘不甘愿？真的甘愿啦！一直在讲我那不是别人来弄我，一定不甘愿啦！怨天尤人，所以要了解到，这个佛菩萨大慈大悲啊，要拔苦，把我们众生的苦拔掉啊。可是佛菩萨呢，不代替众生来承担这个业啦。你造的业你自己去接受，佛菩萨不会去担众生的业。那为什么要拔苦呢？他是告诉我们，你之所以受苦啊，是因为你不研究真理，不明理啊，无明所造下来的那个业，所以你才要受苦。那你现在要了解，你只要业因都不种，苦果自然没有。你不种因啊，你说我要受苦也要受苦，没有苦给你受了，因为你不种因。所以啊，我们种了很多因，我不受，可以吗？一定要受了，咱家己种的啊，一定要自己去接受果报。逃不了的。所以我们了解，佛菩萨是教我们不要种因，把苦都拔掉了。所以这个叫大悲，真的把苦啊都拔掉，不用受苦了。不然我们众生啊，更较有钱嘛，在受苦。你看天气热要跟着热啊，天气冷要跟着冷，对不对？你说现在科技发达，有空调，你拢去关咧去关加热呢。若出来就爱个天真啊甲天地同款啦，对不？热就热，冷就冷。你入去空调的内底关掉的，敢若加热，好不好？无好呢，爱跟自然合在一起才好。所以我们了解说，研究了以后，我们可以解脱了。为什么我们的咪咪唧唧，规工伫里咧拼？各位今年咧拼什么？要生活啦，对不？是不是追求生活？咱咧追求生活甘都爱拼到安尼才有法度生活。所以你看要吃饱真简单，对不？我们又不吃满汉全席，吃饱就好啦。所以真简单。然后啊，我们又有的穿。即摆你若讲无衫裤人穿真简单。你去迄回收的去捡一寡就好啦。穿袂完啊。迄拢真好，人就无爱滴啊啦，捡转来穿。安尼就有通穿啊，还有一块遮风避雨，安就好啊。生活上不缺就好啊。然后努力充实啊自己的内心，你内心啊很充实。外表形象那个无关紧要啦。有钱无钱拢无要紧。我们要了解到，现在不是只有追求吃穿跟住而已啦，拢嘛安尼要享受。要享受，各位浅显要知道咱若要享受就要生活享受，都是回报啦。咱今嘛要享受一部车子，就要生活车子享受咱，对不？今嘛咱才甲买回来还没有买回来之前啊，是不是车子在享受我们？拢安尼啊。咱要甲享受，就要生活享受啦。伊享受够啊，才换咱。
就换回来，何苦来哉？拢唔免，较骨力行咧，车嘛免买，较骨力行咧，若无就做大众运输，安尼就好啊，安尼来就袂，规个拢塞车，塞得很厉害，现在尤其大假日的时候有节日的时候，高速公路整个都赛车场，都是在停车啦。整个高速公路规条拢在停车，尤其那个5号高速公路塞得更厉害。各位可能都没有到那边去就是宜兰雪山隧道因为很快，台北到宜兰很快一下就到了，大家拢一下就到了，拢挤这会啦，有没有一下就到？不能一下啦，要变做大下才有法度到。你看呢，行20几分都要塞2个多小时，安尼是不是一下？真的啦，你去塞一下，叫咱去塞车去塞一下，塞了你就知道，本来你想讲20几分无要紧，来到遐再来厕所，哇，塞个2个多小时啊，怎么办？搁塞，搁背，那个大小号都没办法解决，很痛苦对不对？哥你看嘛，大家拢塌掉的时阵，你要去倒大小号能看吗？所以背，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会生病？背出来的啦。你背一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要跟人家凑热闹。那个都是受苦的。所以我们这个讲12部经12因缘，那个4导呢，就是常乐我净，无常无乐无我无净，然后4谛苦集灭道，37品我们刚才说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大般涅盘，若知见解者不明世间，当名菩萨。这一些都能够全部知道的话呢，就叫菩萨。那么允和世间所知见解，所谓幻天、自在天、八臂天，也叫做那罗延。那罗延是天上的力士，大力士啦。梵天王的译名，梵王是众生的主护，那个呢，印度他们都这样说，现实微尘法，即辉华是造化主，世界的宗旨断肠恶见，收言痴禅，智恢响，名为涅盘，那个初禅、2禅、3禅、4禅。以及那个空无边，事无边，然后这个无所有，非想非想，这个呢名为涅盘。三男子是名世间呢所知见解，菩萨以如是事亦知见解。菩萨若言，不知不见不觉，是名是为虚妄。虚妄之法，则为是罪，以是罪故堕于地狱。所以菩萨呢，知道就知道，不知就不知，不能讲那个虚妄。虚妄法呢，就是6道轮回。三男子，若男若女若沙门，沙门就是修道人。若婆罗门，婆罗门也是修道人。说言无道，无菩提，无涅盘。当知是辈名一忏体，一忏体呢，就是没有善根魔之见属，它是属于魔之一类，名为谤华。如是谤华，名谤之佛。如是之人不明世间，不明呢非世间，这个好重的罪过，就是罪很重。
尔时迦叶啊，闻是事矣啊，即以偈颂而赞叹佛。大慈啊，悯众生。这个大慈。这个怜悯啊众生，故令我皈依。皈依啊，这个佛善拔众毒箭。我们众生呢都中了毒箭。故称呢大医王。是医啊所疗治啊。虽差还复生。虽然差，那差就是好了啦，病好了。还复生，病好了又生出来复发。如来所智者啊，毕竟呢，不复发。是真呢甘露药。以施呢知众生。众生既腐语呀，不死亦不生。这个等于是告诉我们啊，佛性本体不生不灭。所以啊，不死也不生。如来今为我演说大涅盘，众生闻秘藏。这个闻到呢这个如来秘密的宝贝。即得啊不生灭，就可以啊得到啊不生不灭。迦叶说是偈语，即白佛言：如佛所说，一切世间呢不知见觉。菩萨系能啊知见觉者，若是菩萨是世间者，不得说言啊世间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能知见者，若非世间啊有何异象？这个啊他不讲妄言。可是啊假如说呢真的啊不知不见不觉。菩萨呢能知见觉。若非世间有何异象？已经呢不是世间，不是凡尘的人。那佛就说：善男子，言菩萨者啊，亦是世间，亦非世间。或者用小刮胡说，又是一段的深理呀。很深的道理。不知见觉者啊，名为世间；知见觉者啊，不名世间。汝言有何异者啊？我今当说。善男子，若男若女，若有初闻是涅盘经，即生净信，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则名为世间菩萨。世间的菩萨。菩萨闻是涅盘经已，知有世间，不知见觉。应是菩萨呢所知见觉，知是事矣，即自思维。我当允何啊方便修习。用方便法门来修道学习，得知见觉啊。复之念言，唯当身心呢修持境界。就是身心来修持这个境界。清净的觉力。善男子，菩萨尔时已是因缘，于未来世啊，在生处。觉常清净。觉清净故啊，常无骄慢。学见以往，终不说言。如来毕竟啊，入于涅盘。是名菩萨修持境界。清净的觉力。觉即清净。初修禅定。以修定故啊，在生处。正念不忘。所谓一切呢，众生悉有佛性。12部经知佛是真，常乐我净啊。一切菩萨安住方等大涅盘经。那个方等大方平等。就是上乘佛法。这个大涅盘经悉见呢佛性。如是等事啊，遇而不忘。因修定故啊，得11空。这边或许有把它写。内空外空内外空，有为空无为空，无实空性空无所有空，地狱空空空大空。11个空。
是名菩萨呢，修清净定，戒定以备啊，自修净慧，戒定慧。以修慧故啊，痴不具着，身中有我，我中有身，是身是我，非身非我，是名菩萨修习净慧，清净的智慧。以修慧故啊，所受持戒啊，牢固不动。三男子，譬如须弥啊，不为世风之所轻动。这个须弥山啊，很坚固，不为呢那个世风呢，吹了就轻动。菩萨呢，亦复如是，不为世道之所轻动，就是那个常乐我净，无常无乐无我无尽。三男子，菩萨尔时，自知见解，受持，所受持戒，无有轻动，是名菩萨所知见解啊，非世间也。这个前面是世间，这边呢就非世间。三男子，菩萨所见持戒，牢固不动，心无悔愤，无悔愤故啊，心得欢喜，得欢喜故啊，心得悦乐，得悦乐故啊，心则安允，心安允故啊，得无动定，得无动定故啊，得实知见，知实知见故啊，厌离生死，厌离生死故啊，便得解脱，得解脱故啊，明见佛性，是名菩萨所知见解，非世间也。已经呢，是始于啊出世间。三男子，是名世间，不知见解，而是菩萨呢所知见解，就已经呢程度啊蛮高。迦叶复言，因何菩萨修持境界呢？心无悔恨，乃至明了见理佛性。然后佛就回答：三男子，世间戒者啊，不明清净。何以故？世间戒者啊，为以有故啊。这个世间的戒力啊，就是有。所以啊，我们进入有为啊，那个有的话呢，就属于啊世间界，那个性啊就不定，非啊毕竟，不是究竟的，不能广为一切众生啊，来这个修呢那个境界，所以要了解说，菩萨呢，修持这个戒律啊，就是要广为度化众生。当众生的模范，所以他呢用啊有那个心啊跟无啊不相合，那么以是义故啊，是名不净。这样的义理呀，就是呢不是啊很清净，进入啊我们佛性啊那个清净啊才叫无，不是有。以不净故啊有悔愤心，以悔愤心故啊心无欢喜。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假如说做的不甘愿啦，那个就有悔愤啦，有悔愤啦，心就没有欢喜，没有欢喜呀，则无悦乐，无悦乐故啊，则无安隐，无安隐故啊，则无不动定，无不动故呢，无实知见，那个知见呢，就不是实在的，实在的知见呢，就是佛知佛见。无实知见故啊，则无厌离；无厌离故啊，则无解脱；无解脱故呢，不见佛性；不见佛性故啊，终不能得大般涅盘。是名世间戒啊，不清净。所以我们了解说，凡尘啊，你戒律守得很好，原来呢，是世间的戒律，那不清净的。三男子，菩萨呢清净戒者啊，戒啊非戒，他呢这个戒律啊，已经呢不把它当成戒律，是佛性里面的一环，非为有，它不是有，定啊毕竟，
那个是从佛性出来的定，毕竟究竟的为众生故啊，就是为了众生，所以他守着戒，要为众生呢做一个模范，是名菩萨呢戒啊清净也。三男子，菩萨于境界中，虽不欲生，无悔恨心呐，无悔恨心自然而生。三男子，譬如有人执持明镜，不起见面啊，面相啊自现。你摕镜咧照，我无爱看到面，面就家己走出来，伫个镜内底伊就家己呈现。亦如农夫种植良田，不其生芽而芽自生。农夫啊，你甲经济啊，种伫个良田内底，你讲我无爱生芽，无爱芽就家己生出来。亦如燃灯啊，不其灭暗而暗呢自灭。我们点灯了，虽然这个地方这个很暗，我不要去灭它。可是那个暗啊，它自然灭。你灯一点呢，暗自然灭。三男子，菩萨坚持境界啊，无悔愤心，自然而生呢，亦复如是。他没有悔愤，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有期待的，没有按照我们的心念啊，悔愤心就生花。三男子，如端正人啊，自见面貌。心生欢喜，持境界者呢，亦复如是。那个端正的人啊，看到自己的面貌，我那才水。我们留15分钟呢，给这个大家问问题。各位前人希望能够踊跃啊，提出问题来问，这样呢，对我们修道啊，帮助会很大，也会很快。哪边先问？好，林讲师这边好，请说。这边有前人在说，自己家里设了简单的这个神位，还有拜观音的佛像，也有药师佛的画像，以及西方三圣。那这个已经拜了很多年，但是因为家里面的人进去会觉得不舒服，如果要把它撤下来，要如何处理？而且有在里面焚香，就是先的檀香供那个供场，那这个要怎么样处理？这个我们要了解到，拜佛敬佛如神在啦。你拜他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样的敬我们那个诚敬的心啊，有。那假如说这个我们自己呀，疑心就生暗鬼啦。说我都咧拜这拜到拢袂顺厝的拢会有问题。我们没有去检讨自己的所作所为，自己的念头，然后怪到我们拜的活菩萨去了。所以那个或者就讲，你只要心生，你心里面产生看得贵，想起你就看得贵啦。所以你心里面产生我就是因为拜安的厝的才袂顺啦，袂顺，以后免行会顺，因为你心里面已经自生障碍，那个障碍已经产生了。那佛菩萨各位前贤就是了解佛菩萨的心很宽广，袂讲你给他拜我就真保庇，你若不爱给他拜，我都不爱给你保庇，不会这样啦。你给他拜是你家己得到好处啦，你若无给他拜也不是讲我都爱你拜才成佛啦，我都已经成啊，对不？你有拜无拜我都成啊啦，所以你要安怎处理都无所谓，拢袂要紧啦。所以你假如说觉得都是因为拜这问题啦，你莫拜，看问题拢无伊呗。所以要了解到心的问题啦。他假如说觉得是因为拜才有的，那你就不要拜。
那没有哦，这些神像要怎么办？看你喜欢怎么处理啦。你纵然说哦吼，我很讨厌它，把它拿来敲碎了啦，给垃圾车哦载走。那个画的佛像呢，哦更简单，一根火柴把它烧掉就好了。你说谁烧的？刘王春。所以啊，我们就是要了解到，处理的时候啊是很方便的，因为你的心已经没了，你要一直供奉在那里呀，对你是伤害。你把它烧掉的时候，你心里面痛快，你所有的恶印啊，都去了。感情是为安呢？不是啦，你没有找到那个不顺的原因所在，是出在你自己的心量不广，出在你的做法，这个不对，才会家里不顺，才会做什么呢？都不合你的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你要处理都很简单啦，我都讲，你说佛像啊，我还没矮，你用报纸把它包起来，把它敲碎。拿给垃圾车载走，容不容易？画像你把它烧掉，容不容易？听下佫甲我问讲迄符咧，迄符我那一样少垃圾车载啦，都没问题的。你像没？重点在自己的心啦，你有没有澄净的心？都已经没有了，那个形象啊，对你都没有帮助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借着形象，人是安那拢有法度受人的恭敬，受人的朝拜，就是因为他值得我们效法。我们拜是要效法，不是拜那一些已经固定的形象了。你有甲拜伊成佛啊，你无甲拜伊嘛成佛啦，所以无差。有差是你拜的人，你拜的人啊，有影响，所以啊，当你遇到事情的时候啊，你就知影讲，大事化小事，小事化没事，那个时候你就知道，有咧有败有保庇啊，有家都有惊去啊，还有吗？有。好，请说。想知道，那个有道就是说，这辈子是长这个样子那前辈子应该不是长这种样子。那内心赛可能会认识我，那我们的佛心不是说全无其相吗？这个问的不够高追，所以我们了解说，当然都不会一样的追生的形象，上一辈子的形象，一定都不会一样的。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佛性它都没有形象，大家都一样，全部都没有差别，拢同款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进入到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就是因为没有形象，所以它不会变化，所以它才常住不迁，如如不动。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因为住相就会说，伊生做水，伊生做歹，水会食的呗。所以我们要了解，水败无关紧要啦，最重要是心。当你跟人家相处，当然那个长得好看的初见面你会感到很欢喜。较输伊个真水的面，可是罗刹的心，你该做伙会安会惊死着无伊虽然搁较水啦，你就惊紧的，转来我紧走，对不对？所以要了解到水歹伫个心内底啦，你的心水外表形象都无关紧要。你跟人相处越久人家越喜欢。你外表形象水免不了骄傲。你骄傲的形象
人爱跟你到底哪不爱，就不喜欢了，对不对？所以不要去在意外表啦，水歹天注定，就天生安好我就好啊，对不？管你水也歹，心水啊，心歹无人知，水歹上厉害，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心就是保持就是非常的善良，帮助人，都不挑拨离间，都是无形之中呢在利益众生。只要你抱着这个态度保证很多人都喜欢跟你在一起，会很高兴。你也这个没有那一种让人知觉的状态之下，让人很舒服。这样的话自然人家喜欢跟你在一起，很喜欢跟你相处。不然跟他睡，还不好啦，没用。还有吗？有想知道误拿荤食如何处理？是转送给别人吃，或者是丢弃？那这样浪费有没有罪过？这个导师问得很好，因为我们了解到，或者说我们这个素食表文一升天那个遵守那个千口那个愿真的是有够坚强。我们把这个转移到修道来，你修道的心就像维护我们千口表文那样那你修道一定成。那我们要了解到这个佛菩萨那么多弟子，阿佛戒力就是要他们出去就是托钵乞食。那一定托钵的时候人家会给他那个荤食，就是有鱼有肉了。那这一些弟子就问释迦牟尼佛安尼要安哪？佛就跟他们讲，你到河边把那个鱼腥味、肉味把它洗掉，你就可以吃，活不活泼？我们人就是贪吃爱吃，家己爱吃，跟你讲那不好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就教他们你到河边把那个鱼腥味跟肉味把它洗掉，你就可以吃。吃就是养生你有吃了你就生命可以延续下来，延续下来就是要修道。所以不重视底下我们口味啦，所以我们了解说活泼，好像你出门在外这个所在那拢无人咧卖素食，无要紧，你入去店的甲买白饭然后我们现在那个素食的罐头很多嘛，你买个罐头来配就好。若无你甲店的讲阮真侪人拢食素食，你鼎细细的炒一个菜互阮食，保证迄个店家好，安尼鼎子细细几来改啦。我们人那一种心就是那样子。伊食菜都唔通去互伊肉就臭，就安尼就是细细细他炒一盘菜来互你食。你看心都那么好所以活泼看你怎么样去运用。你运用的对了就可以像说有分食的你说像以前开法会了老前人到会场很多那个开法会的那个众生道亲在外面偷抽烟老前人来了，较紧嘞，捏的转甲等咧涂骹的迄个骹骨甲落落的。老千讲那么浪费，这样，我现在就在想以这个观点来说是叫人吃因为我们都真的很乖啦真的就是自己也知道我们对观音改过。
所以那个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有东西了，好好处理啦。我的老千时常讲，人家拿东西来了，你放在冰箱里面让它坏掉，你有罪功。你赶快处理让大家吃，你有功德。你看不一样，就是你怎么处理呀，就是你的智慧。没使坑好派的，坑好派你有罪过。所以你赶快处理。老千都说冰箱啊，冰的东西不要超过1个礼拜。1个礼拜以后就有毒了。都鼓励人家能够赶快清一清吃一吃再去买，不要一直买回来一塞到坏掉了，坏掉一定拿去收水桶。像讲师、各位坛子、各位贤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千千大德，以及感谢各位贤贤给佛学聚会学讲。我们的这个之前发的《楞严经》精华重点所在那个在北部已经讲完了，录下来呢，有 CD 有 MP3，就在后面呢，各位可以拿回去听，因为那个我们已经有上过了，可是那个《楞严经》比较深，一定呢要复习，把那个重点所在又加以了解，它对我们帮助很大。我们修道的就是要成道，要成佛。那《楞严经》对我们呢来讲，就是释迦牟尼佛讲那个心性的一部经典。讲49年呢，就只有这一部是讲心性，全部从头到尾都是心性。所以我们呢，要成道成佛，一定要了解，那个整个那个真理都了解了，然后怎么做也知道，我们就可以这个很容易的进入状况，修呢就可以成。然后我们就讲这个《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60页，左边，开头吗？这个善男子，破戒之人见戒不净，心呢不欢喜，如行禅者，就是已经呢，这个戒律没有守好，已经呢这个破戒。他见自己的那个守戒不清净，心里面呢很不这个喜欢，好像呢那个我们的形体我们的身体有残缺，自见面貌不生呢喜悦，看到自己的脸都不喜欢。破戒之人呢亦复如是，破戒人就是这个样子。那么善男子譬如牧牛，好像呢在这个看顾那个牛群，有2女人一池肉品，一池姜品，俱供至诚，一直到呢这个城比较呢多人居住的地方，到那个城市而意卖之。要来这个卖，那么一路脚跌2瓶击破，2个呢都把那个瓶子打破，那一则欢喜一则愁恼，所以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人呢有不一样的感受。那么持戒破戒亦复如是，这个持戒跟破戒也是这个样子。那持境界者心则欢喜，能够持境界的话呢，心里面都有欢喜心。那心欢喜故则变思维，知佛如来于涅盘中所有能持清净戒者则得涅盘。这个在涅盘的时候有讲，
能受持清净戒呢，一定可以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么我今修习如是境界亦应得之，以是因缘呢心则悦乐。就是他能够守着境界这样的心里面就很高兴。那么假设又问复言，喜之与乐有何差别？说喜欢的跟快乐有什么差别？那佛就回答说：善男子，菩萨呢不作恶时名为欢喜，那心净持戒名之为乐。所以这个喜跟乐有一点差别。善男子，菩萨观于生死则名为喜，见大涅盘名之为乐。这个菩萨呢观我们凡人的这个生死这个呢了解说我们呢在凡尘有现象有生呢就有死看到这个就喜。那见到呢大涅盘已经回归到本位名之为乐就很快乐。那下名为喜，上名为乐这个喜比较属于下阶层，那上面呢就很快乐离世共华就离开凡尘共通的方法名之为喜，得不共华名之为乐。这个离世共华，离开凡尘大家都相同的那个就叫喜喜欢。那得不共华不跟大家相共只有他得到比较这个难得的殊胜法，这个呢名之为乐。那以戒净故身体轻柔这个戒很清净的话，那身体就很轻很柔和，口呢无出过嘴巴讲出来的话呢都不会呢有这个垢臭。那菩萨耳时若见若闻，若嗅若尝若触若知悉无之恶假如说嘴巴都没有讲那个不好的话，那菩萨这个时候不管是见闻嗅尝觉知都没有那个恶。以无恶故心得安隐，以安隐故则得静定，得静定故呢得识知见，识知见故厌离生死，厌生死故则得解脱得见佛性得大涅盘所以一个一个从你那个戒清净了以后不管是见闻嗅尝触觉觉知就是我们的六根悉无之恶，全部都没有坏的负面的那个这个念头。以无恶已经六根都没有恶，然后心就得安隐就非常的安隐。以安隐故呢则得静定能够静定得静定呢就得到呢实在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得到呢实相的那个知见。那么实知见故厌离生死，已经呢实在的佛知佛见就厌离所有的生命厌离这个生死。那么厌生死故则得解脱就可以解脱了，得见呢佛性得大涅盘看到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可以进入大涅盘。是名菩萨呢清净持戒非世间戒那个已经离开凡尘的戒力蛮高的菩萨的清净持戒跟世间戒不一样。那何以故？为什么呢？菩萨呢所做的境界五华佐助就是五个方法来帮助这个境界。那允何为五一则信二则禅，三则亏
信、惭愧四个呢善知识五中境界，所以这五个来佐助清净持戒。那么离五盖我们被这个五个盖住了佛性就呢起后造业。那么这五盖呢贪嗔睡眠掉悔疑。很多浅显在问为什么睡眠呢在里面这个五盖所以我们了解说真正的我们修道能够呢进入就是全部呢都是阳，没有阴所以都是阳的时候我们在睡觉是已经在睡觉了，可是我们都这个睡觉之中还很清醒就是自己的一切呢这个梦境修到这个可以指挥了做梦的时候梦境的动作我们竟然可以指挥了所以我们这个可能都没有研究不知道有这个现象你困梦可以当指挥所以就已经有一点成养阴已经都慢慢消失了阴消失的话，我们阳增多就可以接近那个佛的领域佛的那个状态就比较接近。所以睡眠我们一睡了以后一般都嘛顾在一起要梦就做你梦梦境的内底要爬落来卡要骂就来骂都嘛拢按照咱日常生活的习性呈现在梦境之中了那表示说我们的修还没有进入到深层的状态各位就可以体会我们这个清口表文一升天那个清口的那个戒律很严格你纵然在做梦人家要请你吃分的东西你会跟他说没赛我请靠这些错没赛讲你看梦境都会这样那表示说已经深入到佛性里面佛性里面已经能够呈现对那个戒律的遵守。那我们在修道方面也用这个方式就是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会把负面的那个思想观念全部都去除掉，不要有不要有的时候我们慢慢的把那个阳都培养那个都正面的精进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连做梦都很理想睡醒过来都很高兴做梦的时候醒过来知道说这个迷茫拢假会一下子拢无使这好的梦那拢假就很失落，有一点那真是念就好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的思想融入到现分，在我们佛性之中，它会在梦境呈现真的在梦境呈现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心已经深入佛性我们的心已经有进入佛性本体这样的话我们修道就很踏实，就实实在在的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睡眠因为会盖住我们的那个灵知灵敏的知觉把我们盖，所以才叫五盖贪嗔睡眠。然后这个调回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比较少听到这个名词啦这个调回就是我们把心挤得高高的让它不安好像失掉我们的心了所以很后悔
比如说啊，现在那个刮刮乐已经好几次共估现在已经好几亿了啦。然后我们就想，我去买这个好几亿，可能就是我得到，把心已经挤得很高了，让他不安，那个叫做吊诡，这个我们比较少听到的名词啦，可是我们会时常做。就是啊，你生活的不踏实，就是活在那一种这个空花水月里面，都是过得很假，虽然现实是很假，可是你的思想啊，就先很假，这样的话呢，我们的脚步啊不踏实，修道啊就不会成就。所以我们要一步一脚印，所以那个啊吊诡，然后啊最后一个疑，这个怀疑呀，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怀疑就产生颠倒，那颠倒就妄意，然后妄意啊就无明，无明啊就悭贪嫉妒啦，都是由怀疑而来，所以我们不能有那个疑心。假如说我们有疑心的话，有疑啊必问，有疑，你有疑问了，一定要请教，知道的人请他解说，我这个疑问啊，应该怎么样解决？你这样的话，心里面啊都没有疑，没有怀疑就不会颠倒了，不颠倒就不妄意，不妄意就不无明，不无明就不悭贪嫉妒。所以那个一个疑啊，引申下来很多都不理想。那只要我们都不怀疑，所以或者都鼓励啊，有疑必问啊。你小疑就小问，大疑就大问。问了就可以解开了。就把那个疑呀，怀疑解开。我们修道呢，要全部啊都是很顺畅，不能阻塞啦。3点水在一个带。那个滞留就是阻塞，阻塞的不会成道，所以一定要通流，都很流通，就是道，所以啊不能怀疑，这个离开五盖啊，就所见啊就清净，离开这5个贪嗔睡眠吊诡跟语呀，我们所见啊，就能够清净。所见清净了，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就很安逸，就能过得很理想。那么离5见，这个5见啊，身见、边见、邪见啊，见起见跟戒起见，所以啊，离开这5个，身见由身体产生的见解，然后边见啊，就是两边之见，就是啊不中道。两边之见，那邪见就是不正的见解。我们一般呢就是了解到说没有因果，那个就是邪见因果是定理啊，绝对有，不会没有因果啦。这个很多呢念书念得很多啊，说你研究因果就是落伍了，跟不上时代。我们要知道因果定理。你假如说连因果都不相信那你连呼吸也不要。你为什么要呼吸？为了要活下来，呼吸才能活。那你因果都不相信，饭也不要吃，因为肚子饿因你要吃饭果，才能够活下来。所以我们要知道因果是定理，一定的道理。我们研究了了解我们就不会种了那个就是让我们受苦的因我们都不种了，苦自然就没有。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身见、边见、邪见这个都是由我们身体所产生，然后见起见这个见起见就是讲我还未领悟，讲我已经领悟我还未证悟，讲我已经证悟，迄叫做见起见啦。拢讲的无实在话。那戒起见
就是讲用不合理的方式啊，来修持，像讲灰啊，涂在身上，然后说这个在修苦行啦，迄做戒起戒啦，起不合理的境界，那个呢，我们要了解说不要。那个对人对自己啊都没有利益，已经离开五戒了，心呢就没有以往，没有那个怀疑的网啊，把我们网盖。那么离五一故啊，这个一则疑佛，二则疑法，三则疑生，四则疑戒，五则呢疑不放逸。这个无疑呀，怀疑佛，有感情是有佛，二者呢华，感情是有法通互咱修，三者疑生，感情是有迄个修道的人，四个疑戒，刚好迄个戒律，互咱修会当成道，成佛，然后五者疑不放逸。我们呢就是了解不放逸啊，心呢就是能够回光返照。可是啊，我们一般的众生呢都会放逸啊，放逸最简单的就是咱坐呢其脚伸到低低，迄叫做放逸啦。足简单做的对吧？各位捌人捌？坐的时阵两脚伸到低低，就舒服的，有没有？那个叫放逸啊。我们用现在的名词啊，叫放肆。放肆的是讲你在长辈面前，然后都不约束自己，足无礼貌的啦。你看，长辈坐伫遐，你两只脚粗甲低低不礼也无礼，就没有礼貌。那个叫放逸，那个是很小的身体的行为啦。那真的放逸啊，是在心里面。你心里面啊，整个都放到凡尘啊去玩，那个叫放逸。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不放逸啊，我们要自己呀，能够约束自己呀，能够回光返照，自己能够自觉。自己知影，不放逸就没有无明了，不无明就不会起后造业，不造业就不会受苦，所以我们自己呀就可以解脱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以这一些和凡尘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一切啊，都是要帮助我们成道成佛。菩萨尔时啊，即得五根，所谓的信根、念根、精进根、定根跟慧根，已经呢得到这个五根，信进念定慧，都已经呢得到这个五根。那得五根故啊，得五种涅槃，为这个是摄解脱。这个受想行乃至事解脱，因为这个佛讲经呢，都把中间省略掉，不然呢，全部讲的话，就是摄解脱，受解脱，想解脱，行解脱，事解脱，这个五种涅槃，就已经呢，都已经能够这个到达不生不灭。是名菩萨呢，清净持戒，非世间也，不是世间的戒，已经呢是要离开凡尘的戒律。当然指是名世间之所不知、不见、不觉，而是菩萨呢，所知见觉。这个呢世间所不知道的、所不见到的、所不觉到的，所不知道。而菩萨呢，他所知见觉。三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思学解说大涅盘经，有破戒者有人苛责，而作是言：
若佛密藏大涅盘经有威力者，允何令汝回首受戒？若人受持是涅盘经，毁境界者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虽复读诵，为无利益。眼视亲回涅盘坚固，护令无边无量众生堕于地狱。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假如说能够受持读诵思学解说这个大涅盘经，然后呢他呢不守清净的戒律那有人就会苛责说这个佛的密藏大涅盘经，假如说有威力的话为什么能令汝来这个回所受的这个清净戒律？假如说若人受持是涅盘经，毁境界者当知是经就没有威力。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大涅盘经佛非常重视所以这个受持读诵思学解说的呢，一定呢要遵守清净戒律所以佛就讲说大涅盘经假如说没有威力虽复读诵就没有利益眼视亲回涅盘坚固护令无边无量众生堕于地狱假如说那个受持读诵思学解说的没有受持清净的戒律他会让无边无量的众生呢就一样不重视，然后就这个堕于地狱。那么受持是经呢，而毁戒者，则是众生呢恶知识者。所以我们了解说受持呢这个大涅盘经，然后而又毁戒不遵守清净戒律的话，那么那个众生呢就是恶知识。我们呢就不要接近而且呢非我弟子，不是呢释迦牟尼佛的弟子，是魔的眷属如是之人呢，我亦不听。这个不听就是不允许的意思受持是点佛也不允许他来受持这个大涅盘点临死不受，不持不修，不以毁戒受持修习这个灵验呢这个不受。三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思学演说涅盘经者，当正身心慎莫调息亲照己动，求有之心名为亲动，身造之业名为调息。所以佛呢又告诫假如说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那么受持读诵呢思学演说这个大涅盘经呢当正呢身心慎莫呢调息亲照己动求有那个心求有，就为名叫做亲动这个躁那个躁动，那身造之业名叫做调息。若我弟子求有造业，不应受持是大圣典大涅盘经。若有如是受持经者人当轻科就是人要骂他，而作是言：若佛密藏大涅盘经有威力者，因何令汝求有造业？若持经者求有造业当知是经为无威力。若无威力呢虽复受持为无利益眼视亲回涅盘坚固护令无量无边众生堕于地狱受持是经呢求有造业则是众生呢恶知识也，非我弟子是魔的眷属所以佛的讲的呢很慎重。故此三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思学演说大涅盘经莫非实说
莫非国说，莫不情说，莫亲心说，莫处处说。这个时机呀，不恰当的时候啊，不要讲。那个果啊，佛在说这个果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小团体啦。这个团体之中呢，佛就称为果。莫非果说，假如说这个呢，他们没有心要追求，那就不要说。莫呢不请说，没有人请你讲的时候啊，你就不要讲。那莫呢亲心说，要讲的时候啊，不要用一种漫不在意的那一种心来讲。莫呢处处说，因为佛对呢大涅盘经非常重视。假如说你都处处讲，那个价值啊，就不高了。所以佛呢就讲，不要呢到处讲。莫呢这个自叹说，不要自己呀赞叹的讲。莫呢轻他说，不要看轻别人的来讲。莫灭呢佛法说，不要呢灭掉佛法。这个佛法呢就是要使众生成佛的方法。你不要把它灭掉。莫自然世法说，不要呢重视世间法，然后呢你再说大涅盘经，那个呢就不适合。若欲受持者，说大涅盘者，说佛性者，说如来密藏者，说大圣者，说方等经者，说声闻圣者，说必知佛者，说解脱者，见佛性者，先当清净其身，以身见故啊，则无科者。无科者故啊，令无量人于大涅盘生呢清净性，信心生故啊，恭敬是经。若闻一句，一句一字，即说法者，则得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了解一个句语，或是一句话、一个字，以及呢说法者。则得发语，要发呢无上的正等正觉心。当知是人，则是众生呢真善之事，是名菩萨，非世间也。这个菩提萨埵，就是有这个觉，这个菩提就是觉，萨埵啊就是有情，有情已经觉悟呢，叫做菩萨。复次善男子，允何复名一切世间所不知见觉，而是菩萨所知见觉。这个呢又解说呢，为什么一切的世间所不知、所不见、所不觉，而菩萨呢所知见觉。所谓的六念处，云何等为六？念佛、念法、念身、佛法身、念戒、念施、布施、念天，这个戒施天，六个佛法身、戒施天，这六念处。那么允何念佛？怎么样来念佛？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觉无上士啊，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常不变异啊，即指实力是无所谓。大狮子佛名大沙门、大婆罗门、大净，毕竟到于彼岸，无能胜者，无见顶者。所以啊，那个佛呢，他无见顶相，你要看他的头顶看不到了。所有神通的跑到佛的上面要看佛的佛顶都看不到。说无见顶，这个无见顶相。那么无有部位啊，不惊不动，独一无履。所以啊，我们要了解说，独一无履，就是啊绝对体呀，它没有两边，没有伴侣。
哦，这个无师啊，自悟哦，没有老师自己领悟哦，极致、大智、立志、深智、解脱智、不共智啊，广普智、毕竟智啊，哦，自保成就，就是智慧啊，都非常的充足，我们就是要培养。哦，那个般若妙智慧啊，哦，一直都成就的话，这一些智啊都会具备。那么人中象网，哦，人中牛网，人中呢龙网，人中丈夫，人中莲花，分头利发，哦，调御人师为大师主，哦，这个人中的相法，人之中啊，哦，这个非常的有德。然后又可以带领大众啊，好像那个象啊，那么的稳定然后大，那个体啊非常的大，人中牛网、龙网、丈夫、莲花，芬托利，那个芬托利花呢，在我们这个凡尘来讲，就是很难看到呢，那个它开花芬托利。调御人师啊，为大师主，可以调御我们众生，所以啊，他是大师主，大华之师啊，以知华故啊，名大华师，以知义故啊，名大华师，以知识故啊，名大华师，以知足故啊，名大法师；以知我故啊，名大法师；知大众故啊，名大法师；以知众生种种性故啊，名大法师。所以我们了解啊，这个要称为大法师啊，就是要了解到呢，这个知法，所有的万法，那个法的内容呢，你都了解。最高的法，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然后呢，我们最低的凡尘的生佛，所有一切呢都称为法，知法，然后知义，所有现象的义理呀，都知道，以知时，那个时机呀，时间，都呢了解到恰好，知足，就呢，能够啊。这个满足于现象，那么以知我，知道啊，这个身体的我不是真的我，而我就是如来，而我就是佛，那个知佛，就称为大法师。然后知大众，知道呢所有众生，名字叫大法师。因为呢知道众生种种的性啊，才称为大法师。以知知根的利钝，知道众生的根利还是根钝，然后用什么方法给众生修，都能够知道，所以啊，故名大法师。说中道故啊，名大法师，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说以中道，我们凡尘呢都是两边呐，要讲中道呢，非常不容易。那么允和名如来，如过去之佛所说不变。那么允和不变，过去之佛唯度呢这个众生，说12部经，然后如来遇耳，也是一样说12部经，故名如来，智慧呢，明白的现于我们眼前。那我们要了解啊，就是人，明之在人，生者啊，从佛依法而住而行，随顺于佛，修正于法，所以佛法生呢，就是一体。那么允和应供，这个应啊，那个经文本身啊，只有一个应。然后我们称呼呢，光一个应啊，不知道它的意思，所以都加一个供，应供。那么世间之法，悉名为愿。那么佛应害故啊，故名为应，就只有一个应。
那么伏四魔者，我们凡尘啊，有四魔：烦恼魔、五阴魔、死魔、天魔。那个前面三个啊，属于我们内魔，内心的魔；只有后面一个天魔啊，是外魔，是菩萨愿。然后知佛如来为菩萨时啊，能智慧啊，破坏四魔，是故名应，就是只有一个应。那复次应者啊，名为远离，就是能够远离。为菩萨的时候啊，应当远离无量的烦恼，故名为应。复次，应则名乐。过去之佛为菩萨时，虽以无量阿僧祇劫为众生故啊，受之苦恼，终无不乐，而常乐之。如来意耳，是故名应，就是一个应供。又复应者，一切人天以种种香花璎珞、床幡具业而供养之啊，是名应供。允和正偏之，正之跟偏之，正则名不颠倒，偏之者啊，于是颠倒，无不通达。这个啊，无这个常乐啊，这个我净，那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就是四颠倒，那在四颠倒呢，全部都通达。又复正者啊，名为苦恨。苦行，骗之者啊，知因苦行，定有苦果。你苦行就苦果啦。所以我们了解因果一致。又复正者啊，名世间中，骗之者呢，毕竟定之。修习中道呢，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又复正者，名为可数、可量。可称，骗诸者不可数不可量，不可称。是故号佛为正骗之。三男子声闻缘觉，亦有骗之，亦不骗之。何以故？骗之者名五阴12路啊，18界，那个骗之。声闻缘觉呢，亦得骗之。不骗之者，以无量劫。观一色音不能尽之啊，只有一个色音呢，没有办法通达。那么允和名行主，名则名得无量善果，行则名为脚足，善果则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脚足则名为戒慧。这个界定智慧啊。成戒慧直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则名咒，行则名集，足则名果。三男子是名啊世间义，我们世间的义理。咒则名为解脱，集则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果则名为大般涅盘。是故名为明行足也。又复明则，名光；行则名业；足则名果。三男子是名世间义。光则名不幻义，业则名六波罗蜜，果则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啊，佛一解说了以后啊，那个意思啊就非常多，无量无边。又复名者啊，名为三名，一菩萨名，二知佛名，三呢无名名，无名都名了。那菩萨名者，即是般若波罗蜜，知佛名者即是佛也，无名名者即毕竟空，那个无名啊都名了，那个毕竟空。行者以无量觉。为众生故啊，修之善业，就修呢之善业。那么足则明见佛性，以是义故啊，明行足。允和善事，善则名高，
世啊名不高，善男子，是名世间义。高则名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高则即如来心也。如来心不高，太高我们到达不了。善男子，心若高则不名如来，是故如来名为善事。又复善则名为善知识，是则善知识果。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善知识者即出发心，果则名为大般涅盘。如来不舍出发心得大涅盘，是故如来名为善事。又复善则名好，事则名有。善男子，是名世间义。好则名见佛性，有则名大涅盘。善男子，涅盘之性呢？实非有也。知佛是真呢？因世间故啊，说言是有。这个涅盘之性啊，实在是没有。实在没有。就是全部啊都没有落入形象。那知佛是真呢？因为凡尘啊众生这么多，你说没有的话，大家都不追了，所以啊说言是有，有涅盘之性。善男子，譬如世人，实无有子，说言有子；实无有道，说言有道。涅盘欲耳，因世间故呢，说言为有。知佛是真，成大涅盘。故名善事。所以啊，或许又特别把那个超然于文字之外，就所有的这个意思啊，都不是在文字中可以找到。那么允和世间觉，世间则名为五音，觉则名知。知佛是真，善知五音，故名呢世间觉。又世间则名为五欲，觉名不着，不着五欲，故名呢世间觉。又世间觉者，东方无量阿僧抵世界，一切声闻缘觉，不见不觉。知佛悉知悉见悉觉。南西北方是为上下，亦复如是。是故号佛为世间觉。又世间觉，一切凡夫觉者呢，知凡夫善恶因果，非是声闻缘觉所知。又世间者啊，名曰莲花，觉名不污。这个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就不污。善男子，是名世间义。莲花者即是如来。不污者，如来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是故号佛为世间觉。见呢这个世间故。那么允和无上士，上士则名之为断。无所断者啊，名无上士。知佛是真呢，无有烦恼，故无所断。是故号佛为无上士。所以啊，我们刚才上面说不污者，如来不为世间八法之所染污啊。各位浅显，世间八法知道吗？咱世间有八个法，知无？生老病死啊，然后求不得，厌憎会啊，知道吗？世间八法。所以有时候啊，我们看到那个名词，假如说那修久啊，无学修拢袂记哩啊。允和无上士，这个上士则名之为断，无所断啊，就称为无上士。知佛是真呢，无有烦恼，故无所断。是故号佛为无上士。又上士则名为真颂。无上士则无有真颂，佛性真啊。佛性拢输去啊。所以
拢无法度出来。咱伫个凡世间所用的拢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本体都不见。又上士者名语可坏，无上士者语不可语言呢没有办法破坏。那么如来所言，一切众生所不能坏。这个如来所说的话，我们众生呢这个不能去破坏它。又上士者名为上座，无上士者名无上座。三世之佛更无过者，没有超过三世之佛。上则名心，士则名故。知佛是真呢体大涅盘，无心无故没有心也没有救，是故号佛为无上师。那么允和调御丈夫，自具丈夫呢护丈夫。三男子言如来者，实非丈夫，非不丈夫，因调丈夫故名如来为大丈夫也。可以调伏所有众生。我们众生呢都是这个很难去调伏啦，都是很刚强。当然一切男女若具是法，则名丈夫。何等为是？一善知识，二能听法，三思为义。四如说修行。若男若女既是自法则名丈夫。所以我们呢要具备这四个就是具备善知识，善知众生的根基，善是回天之路善知识。然后能听法就是能够听到呢最上圣的佛法。然后思维义听了法以后能够思维那个思维是八正道里面的那个正思维思维义理。然后第四个呢如说修行就是说出来以后就是要给我们做的，我们就实际去实践去做。若男若女具是四法，则名丈夫就有资格称为丈夫。三男子若有男子无此四法，则都不得名为丈夫也。何以故？身虽丈夫呢，形同畜生。这个佛讲得很厉害讲虽然身体就是丈夫可是他的形跟畜生一样。严不严重？很严重所以我们在凡尘也听到老一辈在骂年轻人你这精神，我们听起来好像没什么可是想一想那个内容很严重呢精神就不讲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凡尘不讲理的人多的是那么不讲理，所以真的精神我们都变精神自己都不知道高呀所以我们虽然身呢具备了最上圣的佛法，可是假如说我们行为都不符合真理的话，那真的跟畜生没有两样了所不同的就是我们的知见我们的知见佛知佛见所行为利益众生。所以跟一般凡尘的众生不一样自己的品格很健全很高超，一定要自我期许啦自己要知咱爱自己的品格建立就是很高超然后才有办法引导众生修道引导众生成道成佛一定呢我们自己要坚强要努力的做。那么如来调伏呢若男若女，是故号佛调御丈夫。故次善男子如御马者，凡有四种
那个啊，御马那个骑马的人呐，有4种，一则呢触毛，二则触皮，三则呢刺肉，四则啊刺骨。那么随其所处啊，称御者意，就随啊，那个驾马人的意思啊。那么如来也是这样，以4种法来调伏众生，一为收身，变说佛语，如次其马，随意者意。那么二则说呢生老，变说佛语，如次呢毛皮呀，随意者意。那么三则说生及老病，变说佛语，如次啊毛皮肉，随意者意。四则说生及老病时，变说佛语，如次毛皮肉骨啊，随意者意。就是4种。你骑马，你为迄马的门，轻轻啊甲伊接触以后，迄马就知影你的意思，要走紧啊，要走慢。佫刷落去讲哇，甲伊触毛无感觉，都爱触伊的皮，马的这个皮，皮了哇，马就较有迄个反应，佫无法度知影，都爱肉，佫无法度反应爱骨，迄就足严重啊，有无？所以啊，有甲咱讲，咱众生生老病死。就4个啦，甲咱讲生，咱就爱知影，会老、会病、会死。即摆若无法度知，佫讲较济咧，会生就会老，会病会死，佫无知影，佫讲全无讲，会生会老会病会死，总讲。好啦，要听啦。所以啊，这个佛讲经说法很有意思。三男子欲则调马。无有决定啦，在调马的时候啊，他没有决定是要轻还是重。那么如来世尊呢，调伏众生呢，必定不虚，一定呢要使众生能够感受，是佛，号佛为调御丈夫。那么允和天人师有2种，一则善教。二则呢恶教。那么知佛菩萨呢，常以善法教诸众生。何等善法？为呢身口意善。这个身口意啊，善业。我们呢这个善业啊，我们呢都是善。那这样不造业，就不会受苦。那知佛菩萨呢，教诸众生作如是也。汝当远离啊，身不善业，何以故？以身恶业啊，是可远离，得解脱故。是故我以啊，此法教汝。若知众生离恶业已啊，堕三恶道者啊，无有是处。我们呢这个身啊，不作恶的话，不会呢堕入三恶道。那么以远离故啊，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得大涅盘。是故知佛菩萨呢，常以此法教化众生，口欲啊欲耳，身口意3个都一样。是故号佛为无上师，故次其未得道啊，今已得之。之所得道呢，为众生说。从本以来，未修幻行，今已修净啊，以己所修为众生说，自破无明，复为众生呢破坏无明，自得净目，复为众生呢破持盲明，令得净眼，自知二谛，俗谛跟真谛。复为众生呢，演说二谛，既自解脱，
护卫众生呢，疏解脱华，自度无边生死大河。自己已经度过无边的生死大河，护令众生呢，悉皆得度。自得无畏。护教众生呢，令无怖畏。自济涅盘，护卫众生呢，远大涅盘。是故号佛为无上师。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度过生死大河，也要教导众生，也要度过。不要在苦海之中沉溺。然后自己得到无畏。无所畏惧也要教导众生。令得无畏。那天则名昼，天上昼夜昼长夜短。是故名天。又复天则呢，名无愁恼。长寿呢快乐。是故名天。又复天则名为灯明，能破黑暗而为大明。是故名天。亦能破呢恶业的黑暗，得之善业而生天上。是故名天。又复天则名吉，以吉祥故得名为天。又复天则名曰日，日有光明故名日为天。以是义故名为天也。人则名曰能多思议。又复人则身口柔软。又复人则名有骄慢。又复人则能破呢骄慢。善男子，知佛虽为一切众生无上大师，然经中说为天人师。何以故？善男子，知众生中虽为天以人能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天跟人能修呢十善业道，能得须陀洹国、斯陀含国、阿那含国、阿罗汉国，必知佛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号佛为天人师。因何为佛？佛则名觉，既自觉悟故能觉他。善男子，譬如有人觉知有贼，绝无能为。这个我们知道有劫就没有办法偷东西了。菩萨能解一切无量的烦恼，既解了矣。令之烦恼无所能为。是故名佛。这个烦恼就知道我拢知影你烦恼我袂到。所以那个叫佛。以是劫故不生不老，不病不死。是故名佛。破切破切破。这个破切破破切名破，破名烦恼，能破烦恼故名呢破切破。又能成就知善法故，又能善解知法义故，有大功德无能胜故，有大名闻遍十方故，又能种种大慧思故，又以无量阿僧祇劫图你根故。就是在无量阿僧祇劫之中不会出生那个女人的身体。这个是以往跟现在我们坤道应运就不同。很多要来转世到十殿的时候那个孟婆庄喝忘魂汤，一喝了你要出去查甫查某查某较好拢会修道，查甫拢花天酒地。所以大部分的选择坤道坤道现在应运所以我们就可以了解每个佛堂在研究研究班坤道多了乾道少。我们这边还不错了，乾道还很多能够研究这个这个上乘佛法。善男子，若男若女能如是念佛者，若行若住
若昼若恶，行至昼恶，若戒若夜，若昼白天或是夜夜，若明若暗常得不离见佛是真，时时刻刻都能够见到佛是真。何故名为如来应正遍知乃至婆切婆，而有如是无量的功德，大名称也。三男子，菩萨以喜无量阿僧祇劫恭敬父母，和尚知师，所以那个和尚就是这个形而上谓之道，他已经跟上合了，我们众生都跟下合所以合下。那合下就是重气所有有形有相的我们都跟他合了，所以和尚是很尊敬的称呼不像我们现在观念里面那个和尚病大要死，然后我们做工课，已经被那个形象破坏，可是古时候的和尚是很尊敬的称呼跟形而上那个道已经相合了所以尊称和尚那个所有教导我们的都称为老师，很多老师，所以知师上座长老，以无量劫常为众生而行布施坚持境界，修习忍辱勤行精进禅定智慧，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慈悲喜舍，是故今得32相80种好金刚之身。所以佛为什么能够得到这么殊胜就是因为无量的那个修习，无量的在修道无量事都一样在行善。又复菩萨以往昔无量阿僧祇劫修习信净念定慧这个我们了解说信根净根念定念根定根慧根以知师长恭敬供养，常为法力不为实力就是为了佛法为了修持的方法利益可以成就。那么菩萨若持12部经，若读若诵，常为众生令得解脱安隐快乐终不自为。何以故？菩萨常修出世间心及出家心，无为之心，无争讼心，无过秽心，无系缚心，无起着心，无覆盖心，无记无记心，无生死心，无以往心，无贪欲心，无嗔恚心，无以痴心，无骄慢心，无慧浊心，无烦恼心，无苦心无量心，广大心，虚空心，正直心，诚善心。各位浅显，这么多心我们具备了几个？全部具备。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具备了里面的1、2个，那就要很努力的去做，去到达。是故今得实力是无所谓常乐我净。是故得称如来，乃至婆切婆，是名念佛。所以我们了解说念佛的内容就是非常的那个真实很多。那么允和念法，菩萨思维知佛所可说法最妙最上，因是法故，能令众生得现在果。唯此正法，无有实解。华严所见非肉眼见然不可以比喻为比不生不出，不住不昧，不实不终无为无数无色宅者为作色宅，无归作归，无名作名，
未到彼岸呢，令到彼岸，未无相除而无爱相，不可睹见，不动不转，不长不短，永断呢知乐而安允乐，毕竟呢微妙，非色断色而亦是色，非乃至非是断事啊，而亦是事。那个色受想行识，讲一个头跟讲一个尾，中间呢用2个字乃至把它带过，里面意思全部包含。非业啊断业，非解断结，非物啊断物而亦是物，非戒断戒而亦是戒，断有断有而亦是有，非路断路而亦是路。非因断因而亦是因，非果断果而亦是果，非虚非实断一切实而亦是实，非生非灭永断生灭而亦是灭，非相非非相断一切相而亦是相，非教非不教而亦是失，非不非安断一切不而亦是安。非人非不仁，永断不仁而亦是仁；非执非不执，断一切执而亦是执。一切法顶，悉能永断一切烦恼，清净无相，永脱之相。无量众生毕竟住处，能灭一切生死伺候，非常这个乐的我们生又死，死又生。生死呢，处然的佛，乃是知佛所游居处，常不变异啊，是名菩萨念法。所以这边的法，我们就可以了解啊，最上最妙。因为这个法能令众生呢得现在果，就是我们一世修啊，可以一世成，就是因为有这个法。这个法我们要了解到，它呢万法皆空。空性啊就是佛性，我们要了解说空的里面啊，不是玩空，而是真空，因为空有佛性在，所以啊空间啊，真空妙有，它是我们的佛性呢，充在其间。那么为此正法无有实解，我们这个正法它没有说现在是实，现在不是实。我们呢都时时刻刻啊，都可以拥有。那么华严所见，华严呢就是见道之言，非肉眼见啊，不是我们肉眼啊看见，而是我们的华严所看见。华严看见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然不可以啊比喻为比，就是不能用呢比喻来说，因为它很高，不生不出。不住不灭，我们这个最高的那个佛法，就是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不生不出，不住不灭，不始不终，无为无数，无色宅者呢为作色宅，无处通大呢，伊呢法咱做处大。无归作归，没有办法归宿归依啊，互咱有法度归到呢真空妙有，然后无明作明，这个无明啊已经消失了，能够呢光明，未到彼岸啊，能到彼岸，还没有到清净彼岸啊，我们呢利用这个法就可以到达清净的彼岸，为无相处呢，而作无爱相，就是啊，我们凡尘啊，无相的地方所在，可以啊，做呢无爱相，就是有真空妙有，那不可睹见，无法度看到啦，不动不转，就是如如不动，不长不短，永断呢知乐，就是啊那个苦乐啊，都永远断了，而安允乐。就是进入真空妙有安宁的快乐，毕竟啊非常微妙，非色断色而亦是色，虽然它没有形象，可是啊确实是在，
乃至非是断是而意是事啊，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全部呢都实实在在的能够呈现。所以呈现的就是佛性的功能作用，然后呢不呈现啊就是佛性本体。然后我们要了解到是能够呈现的功能作用，我们最亲切的在日常生活之中呢都应用。那本体呢我们要深入体会因为它不是很明显的呈现，可是毕竟啊有，确实有，那我们可以体会能够呢切实体会啊，我们信心就有。那信心有啊，这个法可以让我们脱离苦海，这个法可以让我们成就成道啊，成佛，就是这个法。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所讲的一切法，都呢不要住相，都给我们用。所以我们在凡尘啊，所有运用都正确因为我们说生灭的不要，可是我们生活要啊。生活要呢，佛性功能作用啊，只是我们要修道成道啊，要找本体，本体才能够成所以啊，功能作用也不要拼除，一样要，只是不要住相就好，我们不住相的，就回到本体，功能作用跟本体呀，一体两面啊，我们只有认识啊。生灭的那一面，不生不灭啊，不认识，不管它了，我们越不管它就越忽略，越忽略呢，我们就越不重视，不重视的话，就漏成漏网，所以我们要像老祖说的，上士啊闻道，勤而行之啊，不要中士闻道，漏成漏网，那下士闻道，大孝之啊。不孝不足以成道，因为下士闻道，他不孝的话，我们道就没有价值了。因为他一孝了以后啊，才显示啊，道的高超，道的价值所在。那我们要自己呀，勉励自己，当一个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你听到道了，赶快做，赶快可以成道成佛。绝对可以，不要漏成漏网，也不要大孝之那么允和念身要怎么样呢来念身？知佛性身呢如华而住，这个知佛性身，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啊知佛，佛它也叫做身呐所以佛法身呢，我们要了解说佛它本身它也称它是一个身要如华而住受呢正啊直法，正直的法，随顺啊修行不可睹见，不可呢捉持，不可破坏无能搅害不可思议，一切众生呢良又福田，虽为福田啊无所受起，清净无秽，无漏无为广普啊无边，其心呢调柔平等无二无有扰浊，常不变异啊，是名念身这个念佛念法念身所以啊我们了解佛法身就在我们身上佛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也就是我们的般若妙智慧，身就是我们行为所以佛法身呢拢在咱的身躯啦，都在我们身上佛法身。那么允和念戒佛法身戒施天念戒念布施念天允和念戒，菩萨思维有戒啊，不破不漏不坏不杂，虽无形色啊，而可护持那个戒啊菩萨呢就这样的思维有戒，我们呢不要破坏也不要漏，也不坏也不杂这个戒虽然没有形色，而可护持啊
虽无次对，善修方便，可得记住，无有过旧，没有这个过错。知佛菩萨之手，赞叹是大方等那大涅盘因，佛不能混，水不能漂。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当为众生呢广说妙法而作救护，是名念戒。所以我们在凡尘啊，戒呢，就是一个灭火器啦。然后啊，外面的形象啊，就很引诱我们啦。然后我们心中的欲佛焚烧。我们用戒用灭火器把它喷呢，你看我练突无呀，所有的欲啊不见了，好不好用？很好用所以啊，这个心中啊有戒律不该为的你就不要做，这样呢戒律啊在你心中产生力量，自然呢促成你到达清净彼岸，最起码你的心啊都已经到了。那么引河念书就是布施，菩萨呢升观啊，升观呢此布施呢乃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能够布施。所以啊布施呢就是舍呢就是不要住相，就是不要了，我都把它布施了。所以啊我们也要把烦恼布施啦，很烦恼的话，佛就讲你把烦恼布施给我，你就没有烦恼了。我们都不肯，我要留着烦恼，没办法，所以佛都很慈悲啦，你把那个烦恼的因啊，烦恼的果啊，全部都布施给我。那知佛菩萨亲近修习，如是布施呢，我亦如是亲近修习。若不会施呢，不能庄严四部之中。那个四部呢，就是啊，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那个四部。那么施虽不能，毕竟啊断绝，不施虽然不能够呢，毕竟断了我们的那个业，结业，而能破除啊现在烦恼，可以破除呢我们现在的烦恼。以是因缘故啊，常为十方无量无边恒河沙等世界众生之所称叹。菩萨呢施众生时，则施其灭。所以菩萨呢布施众生呢食物，因为我们呢要有东西吃啊，才能够保得住性命，所以啊就布施那个面。所以啊佛呢讲一个那个比较我们呢会去思索的问题啦。咱咧食的物件内底有命啊无？有啊无？有还是没有？有的时候有啦，有的时候没有结果听起来拢同款，有没有拢一样。所以佛就讲说我们有长寿之因，可是没有饮食之缘，我们的长寿能够呈现吗？你有长寿的因，你都唔食，死翘翘啊，对不？安尼咱咧食内底有命无？有无？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都有咧，无食就袂活。不过咱若单独来看，你看到迄个饭咸死煮咧，伊也袂讲话。不过你若甲食咧巴肚好，佫会发生作用。你若无甲食你枵甲你就无力，等下就爬袂起来，做就无法度做。所以佛咧讲这个问题我想足久的，到底食物内底有命无？讲有嘛唔对，讲无嘛唔对，都要吃才会活，对不对？所以毕竟还是要吃啦。
吃才会活。哦，啊食哦，互咱的身躯钿哦，会当哦得得哦维持，然后啊借假来修正。哦，把不生不灭佛性呢，哦修正出来。因为哦，我们都有佛性本体、佛性功能作用，咱伫咧生活内底吼，拢伫咧用功能作用啦，本体拢无用，啊都唔捌你啦。啊，咱即马要修吼，就是要把本体切出来。哦，你本体若切出来中间哦，哦，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本体才能够成道，才能够成佛。哦，功能作用没办法，功能作用都是无常变化，所以我们那个知道就好，不要住相。啊，所以啊，我们就要知道啊，那个本体很奥妙了，真是也袂听，袂腰，袂热，袂寒，很超然。按不咱这个功能作用会腰，会热。会寒会痛，各项都就敏感的所以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各位浅显一定要体会我们借着现在呢，大部分呢做万念放下一念不生，大概都有启发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人口，都能够呢了解到佛性的状况。那接着我们要呢做耳根圆通，把佛性拉到整个虚空融合，整个虚空融合一体的时候啊，我们这个身体还给天地啊，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呀，这个条条道路都通理天了，你就有路可以走。那假如说没有我们生活不做这个事，一口气不来，保证你没有路可以走。我要去倒，你倒都唔去啊！咱伫咧生活内底各位姐妹，你田花路嘛爱去啦，会当行。你若较有咧能力较强诶，去一条高速公路。即嘛开始身躯无去，咻，高速公路行就到你天啊，足紧诶。若无要紧啊，咱去田花路来行，我那赶快行会到。较慢了啦，所以要知道啊，我们在生活之中要体会，我很敏感的所有感受都是佛性的功能作用，我要追求本体，本体跟作用它一体两面，我们缺少认识那一个不生不灭的本体那一面，我们都认识生灭这一面。所以那个偏重生灭的重，我们很重视不生不灭无看，不管它，咱一口气若无来，无看就有效呢。即马有看的拢无效啦，无看的你无甲培养所以我们要在生活之中，你要体会你要进入那个闻性用我们耳根圆通听闻闻性，你进入闻性闻性就是本体你都进入本体，功能作用也有了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取得平衡，有体有用，有体有用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慢慢一直着重在体用呢就把它比较看清所以或者就看过那个修的真的他身体身体的那个功能作用真的那个可以说控制得很好啦，点一大把香那超几百支啦，点燃了以后倒挂，嘴巴张开，把那个燃烧那个伸进去嘴巴里面了，会烧没？它就能够那个身体都跟它茶几的，跟它酒头的，安尼出入去，然后隔了几秒钟，搁提出来，火搁咧倒啦，
各位就可以了解到，伊敢未修，可是它为什么有这个功能？就是它已经把那个功能作用，把它一直降服，把本体呈现，本体呀、伊也未烧嘛，未加会痛，无，伊真的能够做到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放下，然后做什么？油啦，我们那个炒菜的油啊，放落去鼎，然后烘到200度以上然后用手做煎食啦，落去点安尼要甲烧啦。我讲迄啦，咱烫烧烫烫对哦，功能作用，它能够把功能作用已经都降服到不知不觉了，整个都是佛性本体。然后落去遐200多度的油啊，安尼伫咧烧，搁起来没事。所以各位就要了解到，这个不是一天造成的，那个是长期呀，长期的把身体的生命、气生命守珍藏，他真的做到，或者很赞叹，讲不是讲的啊，这真是做到安尼。所以就是可以的，看你袂那我们唔免讲到遐厉害啦，咱莫讲100、100支啦，咱1支就好。剩入去厝内底搁摕出来搁咧倒，有办法无？唔通咧会烧。油唔免讲甲200度啦，80度就好。咱若剩落去，哎呦，紧来揪回来。所以你看，我们对生灭何其重视，我们对不生不灭何其忽略。所以我们假如说能够进入到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那这个现象你就可以克服因为这个呢是生灭的，所以生灭方面我会敢若会顾一直讲。拄只超师甲讲，你着留一时间互阮问诶，我讲好，半点钟，什么剩25分尔。有问题就举手啊，鼓励大家问。我讲我较早拢要问，拢问无人，即马要互问，遐人拢无爱问。有没有要问的啊？举手。后面那个吗？还是咧背头？好，请说。这是个经文，那这里能不能帮我们解释？世间消长若能懂，宇宙造化尚能通。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说世间的消长。我们在凡尘有一些都一直过去了，就叫消了。长呢，就是一直出来。世间的那个消长。我们凡尘都是一样的你看现在冬天一直过了，对不对？然后夏天一直长，有没有？就是这样。消就是一直消失，长就一直出现。世间的消长若能懂，假如说我们能够懂，能够了解宇宙造化尚能通，整个宇宙的造化，我们就可以通达。整个真理就能够融会了。所以或者现在已经呢写易经了，又重写了。我那真不甘愿。想过一次不圆融，好再来。已经快要完成的阶段，大概在1-2个礼拜，我们就可以收到。绝对不一样。还有吗？好，那或许
好，这边也要问。好，请说，请说。他后面还有点题哦，不把声音牢牢重又靠哦，不把声音牢牢重，就是我们不要呢把那一种我们在凡尘的六根对六尘产生的六识，然后我们呢产生喜欢讨厌，那喜欢讨厌啊就有取舍，那取舍啊我们就有行为动作，那行为动作出来啊，我们就是把声音啊会生在凡尘的原因啊牢牢的种。就是你一直啊种那个声音，要生在凡尘的原因呐，已经呢就是种下来了那假如说不把声音牢牢种，我们六根对六尘不产生六识，我们要知道了，六根对六尘啊都会产生六识。可是假如说我们修道我们把六根的眼根当成文思菩萨，文思常触目，就是我们的眼根啊，一看出去呀我们眼根都有文思菩萨的这个很高的智慧，自然啊我们就不会啊面对那个色尘形象，然后我们就产生呢那个眼识，我们这个眼根对着色尘，然后我们不被色尘引诱，我们不产生喜欢讨厌这个时候啊智慧产生所以啊文思呢都在我们眼根，所看的呢就是凡尘的眼即则生，眼善就灭的万象，全部都虚幻不实在已经呢这个因啊生的因啊我们不种，因为我们有喜欢讨厌才种因没有喜欢讨厌就没有取舍，没有取舍我们生的因就不种了，那不种生的因我们就不会出现在凡尘，都袂生啦，袂生伫凡尘，袂生就没受苦啦。所以六道从此无影踪六道的人为无去就是这样还有吗？没有了。好，这边请问。请问讲师，何谓品性与习性有何不同？这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大哉问，何谓品性就是我们呢这个落入凡尘，我们生在凡尘的时候就是禀受天地阴阳，就是这个我们被气势所击了，被物意所蔽，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秉性就是气秉之性就是我们阴阳有这个气秉，那气秉的性我们是受到现象受到阴阳这个现象所影响所产生的它是属于这个生灭气天方面它跟我们的佛性佛性它是属于不生不灭，属于理天所以理天跟气天不同它秉性呢跟佛性不一样秉性有时候我们时常会讲我的身心安尼无要安跟人相怕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就是秉性佛性没有，佛性没有这一些所以我们要了解说秉性跟佛性不同不一样那个来的地方所在不一样我们佛性来自于理天，秉性呢来自于气天，那气天里面有阴阳有对待所以我们就整个在这个气数里面各位有没有在气数里面？或许就讲了你假如说要试验你在不在
这个气数里面，你呀，这个有一天，你找一个熟识的人，你跟他讲，哎呦，你今天是身体不舒服啊，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实在没事啊，这个是试验啊。然后他听到你这样讲以后，摇一摇，告一下，真的脸色这么难看他整天呢都不精彩啦，那个就在气数里面。隔了几天你换一个方式，你今天有什么喜事啊？怎么满脸春风？实在没事啊。听到你说以后，他那个3步变成2步啊，走得很轻快，那个就在气数里面了。所以我们被气柄所击都不知道。那你假如说超越，说你好说你坏都无关，很不容易呀，容不容易？人咧讲拢会影响对无？所以多多少少拢去有气所白咧。咱若要讲拢无白很超越你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安妮，可以了吗？那跟习性有什么不一样？习性我们的习性就是6道轮回养成的啦。秉性跟习性跟佛性我们要了解它都不一样。秉性气秉之性习性是我们6道轮回所养成，6道轮回太久所养成的习惯性已经不知不觉啦，自然就安尼。咱拢改认讲，我自然就安尼，不是自然安尼啦。咱的佛性内底无，咱的习性内底有，就是咱6道轮回伤久，才会这个样子。所以习性跟秉性跟佛性3个都不同。你了解无？还有吗？还有些人求了道之后就不会再来了，渡人求道没有成缘发心，是不是罪过？这个我们大概很普遍都这个情形当然我们渡人你渡人就要送佛送上西天你度这个人，伊若无修道无行道安尼拢无算这度啦。拢直直讲度几个安尼枕头举直直算然后鉛笔举直直写有啦度几个不过安拢无咧修咧无咧修会幸福未？都无法度幸福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渡人就是要使他能够成道成佛，他能够成道成佛，我们渡人才真的算说已经有渡了。那我们自己本身也很重要咱家己若准袂晓你渡人要安怎甲伊带，你就无法度所以渡人就要带伊啦，甲伊带修讲你就要安怎修这个呢是我们渡人最基本的。唔叫做讲渡人无敢若带来求道，然后就讲放掉迄心肝拢咧讲啦，你家去修，我都也袂晓咧，我哪会晓教你迄实在经营就安尼啦真的都不会所以我们要了解渡人呢就是要使他呢能够修能够成就啦。可是我们要了解到因为我们整个太多了，都讲三多四好要安怎有法度甲伊带来是正常的修所以都变成种子不灭啦万八逍遥以后呢？以后你去做去落6道轮回啦我咧管你，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实在就是安尼咱迄万八我都家己无法度保证我咧管你就是这样可是我们呢就是不要那么不负责任你渡人的话你渡的人要使他成道成佛那个才真的是渡人那我们自己本身也一样要呢认真的去修这样才实际还有吗？还有，请问佛性做主，6根反复是不是会起很多无明？
例如突然很强烈的贪或是欲望，明明知道不对，却很想要做，请问要如何醒诱跟退位，或是任由偶尔的错误再慢慢减少？这个倒是很有意思的哈，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凡尘的引诱力量真的是很大。那我们呢，有时候研究了道理，知道说这个做了呢不行，会造了业。可是有时候真的有很强的那一种欲望，想讲我都爱做这会使啦做这会用的对后面的结果啊没有那么的重视啦，无该重视讲迄结果呀呐。然后啊，我们就试着然后去做，然后就想说，我慢慢的就改进了，慢慢的就不要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可是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想法慢慢不知道我们的生命不知道可不可以慢慢。要死啊！讲嘛真是的啦，我都拢也未修好咧，听啊我拢修好再来。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是不允许呀，我们慢慢的，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当下没有三心呢，就没有四相。那当下的这个念头跟万年前、万年后都一样，那所以我们就学着当下。因为过去啊已经过去，未来还没到，现在不住，三世啊没有，我们就不被三世啊摄受，三世呢摄受我们不住啊，我们就不会六道轮回，六道轮回啊没有，我们就解脱了，所以要了解说，我们现在当下就可以完成的所有欲望。都是凡尘事，过眼啊，云烟，归的无呀我们再怎么在意呀，都没有用，再怎么样的努力呀，那个都是空，空一场啊。所以啊，以前啊，或许就讲那个啊，咱来出世无半项，转去双手嘛空空，住伫世间哪迷茫，死了江山换别人。你欲望偌强，都死了江山换别人啊，住伫世间哪迷茫啊，搁偌强，无啊啦，敢若迷茫啦，转眼空，安尼就好啊，马上呢就解决问题了。还有吗？还有，如何用三宝安顿日常身心？这个安顿啊，我们日常的那个生活的身心啊，这个倒是很大的问题啦。那我们真的要非常的重视我们呐在日常生活的那个身心安顿。这个身啊，我们就是了解到它是天地的物质，所有红土众缘际会借我们用。我们要呢使这个身啊，就是啊，不要因为它引起很多欲望。我们要这个身呢，能够听话，借假修真，借着这个身体呀，来修不生不灭的佛性。这个才是重要。所以啊，安顿我们的身心呐，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身跟心呐，都能够进入真理世界。那心更是重要。我们的心呐，就是要安顿。它呢住在不生不灭啊佛性本体上面。你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已经安住，然后不迁，安住不动，这样的话心啊安顿，然后身呢也一样跟着就有所归了，它就不会胡作乱为，这样身心啊整个都很理想的融入真理，
就在佛的世界啊。所以这个问了老师很重要，就是日常生活要用，然后我们就了解到安顿身心啊非常重要。往后啊能不能够成道成佛，就看我们眼前啊有没有安顿身心。身心都安顿了，没有胡作非为，没有那个非想之心，这样就一直朝着真理的世界迈进，跟佛都没有两样，最理想。还有吗？还有。请跟讲师详细讲解即心是否无心是道。即心是否无心是道？疑心。即心。即心即佛，无心是道。那个呢是施公山呢本见禅师啊，有一个呢阳光那个皇帝啊命令他去采那个常春藤。然后他到那个施公山去啊，找到本净禅师，他就问他了要怎么修道啊什么是佛这样。然后那个本净禅师跟他说，你那个那个皇帝的旁边啊，很多的禅师啊，你去问他们三生在这个野外啊都没有那一些心思啦，无讲呢要按哪来这个修持啊，那个方面。然后呢，这个杨官板就说请禅师慈悲啦，这个很难得啊，遇到这个机缘，然后能不能够告诉我那个什么是道，然后什么是佛？然后本净禅师问他，你是要问道呢，还是要问佛？然后杨官板就问说，道跟佛有不同吗？他说你要问道，无心是道；你要问佛，即心即佛啦。所以那个是从本净禅师说出来。他说无心是道，就是我们在凡尘啊，我们都有非常多的心。那非常多的心这个心都是我们私心，都是我们的心意识。所以那个本净禅师说，你只要把这一些心都去掉，无心的，你无心的时候就是道。你有心呢，那个都是已经离开道了，不是道了。所以我们只要无心，你什么心都没有，所以无心的就是道。然后你要问佛，就是已经都无心了。那无心的时候出来就是真心啦。那真心的心就是佛，所以即心即佛。所以问道无心是道。问佛即心即佛，就是从施空山本净禅师讲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了解说，无心是道，然后即心即佛，那个即心即佛就是真心就是已经我们什么心都没有，那个真心，那个就是佛。还有吗？还有。那可不可以说成即心是道，无心是佛呢？这两者的差别在哪里？因为他问的本意他没有说是不是把凡尘的妄心已经都去除了。那你假如说以妄心来说，即心即佛，那就完全都不对了。那个即心即佛是已经全部都是真心啦，真心的心才叫佛啦。那假如说不是真心的心不能称为佛。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即心即佛那个心已经是什么心都没有了，那个才是。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个道，我们全部都无心才算了。你有心的心那个都不是道。
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那个活性功能作用啦，所以讲出来问的角度啦，看他的心态是不是已经到达了万年都放下一个妄都没有，全部妄没有就对了。可是妄有那全部都不对。还有吗？还有一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和前面七念、后面未起的当下是否一样？这个我们要了解到，万年放下，一念不生一定不能再有那个念头了。你假如说在万年放下，一念不生的时候，然后再思索说是不是跟哪个一样，那这样的万年都没有放下了。那你已经离开了万年放下那个华你要用那个华的时候一定要专注了什么念都不能有，什么念都不能想那个才叫万年放下，就是妄都已经没有了你再还有这个比对，还有那个对照的时候我们就了解，那已经有缘在了。那有缘在那个华做不成，不会成功，没有效果出来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万年放下一定不能有念头在所以不能用用什么来做比对用什么来对照。你用来对照的时候我们那个这个极昧了以后然后那个整个全部的我们佛性都呈现在眼前，那个已经我们要知道那个角度是完全不同的那个生灭极昧极昧现前跟那个万年放下一念不生完全都不同那个生灭寂灭是完成所有的生灭都已经灭尽了，然后寂灭就是如如不动的佛性呈现在眼前那个是不同华不同所以不能把两个拿来相提并论你两个拿来相提并论两个华都不成就所以我们要了解做的时候一定要专一一个一个就好那一个我们做的就近都会有成就会有成就我们就心里面会很高兴就是这样。还有问题吗？还没有，还有1分钟而已不举手要下课了各位讲师、各位参师、各位前贤，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的老千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前贤给或学聚会学讲。我们的这个手上都有一本这个易经，这个或许呢又重新把它写一次啦，因为之前那一次讲解的时候太匆忙一边写一边讲，所以比较零散。这一次把它整理比较能够都纲要都有把它阐释。那着重在我们修道方面，那我们一般在社会研究易经都是要算命那或许觉得说算命的话那个功用不太大，我们能够借着这个易经来了解这整个道理，整个凡尘的一切这个比较重要它里面包含的非常广泛有这个不易有变易有交易所以对我们来说就是引导我们人生要走的方向这个易经有交代。只是我们大部分一研究易经就直接想到算命很少说要研究这个不易就是理天理天方面就比较缺少去探讨研究。他或许有把它
整个从理天这个气天、相天不异呀变异跟交易呀，都把它的这个整个都阐述讲出来。那我们假如有时间的话可以深入其中。你要算命里面也有啦它因为有第6页有画一个整个28星宿然后有24个节气有那个12个月，有8卦有64卦全部呢都包含也都是在里面。所以也可以这个整个都研究所以对我们的帮助很大。那我们这个会来讲《涅盘经》，我们讲到第几页？63页左边。63页左边，倒数第3行中间了。以是果报这边了这个呢63页左边倒数第3行这个菩萨呢施众生时则失其命以是果报成佛之时常不变异这个呢菩萨呢假如说布施这个食物给众生呢来吃因为众生吃了食物以后才会活命，所以就施命布施呢他的生命。那这样的果报呢等到成佛的时候就常不变异就回归到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接着呢就讲以施药故就是布施那个我们生病的时候吃的药。那成佛的时候则得安乐就可以得到安乐。因为我们众生在凡尘免不了都会有那个生病这个一大不调百医病生，我们四大不调440变，所以生病是很正常的现象那这个布施药就可以得到安乐。那么布施呢这个佛特别讲说我们呢布施的时候就是不求而得令诸众生呢不用要求，然后就可以得到所以我们布施呢着重在那个心意我们呢真的诚心的来布施。是故成佛得自在我，成佛的时候就可以得到自由自在的我。那么以施的因缘布施的因缘令他得利令别人能够得到舒服得到力量是故成佛获得实力就可以获得这个实力。那么以布施的因缘令他得悟就是能够领悟。是故成佛得事无碍就呢这个能够事无所碍。他知佛菩萨呢修集是施修集这一些布施呢为涅盘因我们修集布施就能够进入不生不灭那个佛性本体涅盘的因。那么我亦如是修习布施呢为涅盘因。佛也讲说他本身也是这样修习布施为涅盘的因。那接着呢这个允和念天由四天王处乃至飞翔飞翔处这个若有信心得四天王处我亦有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四天王
就是呢我们欲界的六欲天的最低的一层天，叫做四天王天，它有六欲天，然后这个飞翔处这个是无色界，在无色界里面的第四个。若我多闻布施智慧，得四天王处，我能够多闻，知道呢比较多的这个道理，能够有布施，能够有智慧，就得到了四天王处，乃至得飞翔处，我亦有分，也一样的能够到呢飞翔。然非我欲不是我希望，何以故？四天王处乃至飞翔处，皆是呢无常，他们呢一样也是在无常变化之中。那么以无常故生老病死一样有这个生老病死。那么以是异故就是因为这样非我所欲不是我所喜欢的。那么譬如幻化狂语语乎，好像呢这个我们凡尘的所有一切幻化变幻，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幻化没有变有了叫幻，有了又变没有了叫幻化。这样子来诳骗我们没有智慧的人诳以乎。那么智慧之人呢所不后着，有智慧不会被他迷惑不会着这个相如幻化者即是四天王处，乃至飞翔处就是那个也是一般我们凡人很喜欢到达的地方，可是它不是究竟因为它只是一个构成一个中间的构成。那么愚者呢，即是一切凡夫我则不同凡夫与人我跟这个凡夫与人不一样。我曾闻有第一义天，曾经呢有听过这个第一义那个天，为知佛菩萨呢常不变异。第一义天呢就是知佛菩萨他们呢所住的地方因为呢那个已经常住不迁，已经不变异了。那么以常住故不生不老，不变不死不会呢有生老病死。那么我为众生精勤求以第一天，就是努力追求第一义就是究竟了义何以故？第一天能令众生除断烦恼，可以令这个众生除断烦恼。若我有信乃至有慧信尽念定慧，则能得是地狱天。当为众生广分别说第一天是名念天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能够到达这个第一天就是究竟了就是理天就是我们想要到达的目的。善男子，是名菩萨呢非世间也这个菩萨呢已经呢不贪念这个凡尘，已经呢可以脱离这个凡尘。那么是为世间不知见觉他呢就为了这个我们凡人都不知不见不觉，然后示现在凡尘来引导众生。而是菩萨呢所知见觉这个菩萨他呢所知所见所觉都不一样。若为12部经以及大涅盘经等无差别者，是亦不然这个呢假如说这个12部经以及大涅盘经他们都没有差别的话这个义理不是这样这个义理它内容呢不是这样
何以故？为什么呢？大涅盘者啊，即是一切诸佛世尊甚深的秘藏。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涅盘的话呢，就跟生死平等了。大涅盘的话就超越，超越凡尘两边相对待的，就是一切啊诸佛世尊，深深秘密的宝藏，所以啊秘藏，以是诸佛深深秘藏，是则为圣，就是啊非常的殊胜，我们凡尘啊不容易啊这个知道听到，所以啊这个鼓励啊我们能够呢这个研究。善男子，以是义故啊，大涅盘经甚奇啊，甚特。大涅盘经呢很奇特，不可思议啊，不能用我们人的头脑来思索，不能用嘴巴呢来论议，就是超越啊，所有我们能够知道的范围。那么迦叶呢白佛言：世尊，我亦啊知是大涅盘经甚奇甚特，不可思议。佛法众生呢不可思议，菩萨菩提呀大涅盘经亦呀不可思议。世尊，以何义故啊复言菩萨不可思议？所以前面讲的啊，这一些啊，迦叶呢大概都了解。说大涅盘经不可思议，佛法众生不可思议，菩萨菩提大涅盘经不可思议。那何以故？为什么讲菩萨呢不可思议？这个特地啊讲菩萨不可思议的部分啊，迦叶来问佛，那佛就回答：善男子，菩萨呢，无有教者而能自发菩提之心。佛就跟呢迦叶回答说，菩萨呢，没有人教了，没有教而能自发菩提之心。没有教呢，他就能够发心，能够发出那个觉悟的心。那么既发心里呀，精勤呢精进啊，勤修精进，这个发心了以后，又呢很努力的精进，正使大佛焚烧身手，终不求救啊，舍念法心呐，所以这个就很难得了，所以我们这个了解到说，发心了以后啊，很努力的勤修呢，能够精进。那么正使大佛，这个就做一个比喻啦，大佛来焚烧啊身手，身体啊也被烧了，然后头呢也被烧了，终呢不求救，这个舍念法的心呐，所以念法的心呐非常强烈，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啊，我们大部分的众生啊，缺少啊对法的重视啊，我们都没有很重视法。那因为佛又讲，我们能够修正啊，就是有法。那没有法，我们就没办法修正，所以法很重要啊。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法，我们呢就是要努力的追求，求到我们想要的想要修的法，我们要知道求法。然后我们佛老师也讲说，我们修道啊，重在心法，你心法不知啊，你修不成道。所以心法非常重要。那我们对心法的重视啊，程度都不够了。我们没有那么重视那个法。所以我们了解说，佛鼓励啊，我们呢努力追求上乘佛法。然后我们已经求到法了以后，要实践，实际的去做。然后实际做了，法又正确知道了，这样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绝对没有问题呀。所以要对自己呀，有信心，所以我们大概都缺少了，因为现在凡尘那个资讯啊太丰富了，那对求我们根源的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呀，就没有那么的努力，
被那个所有外界的一切啊这个冲淡，我们求法的心。那所以这边呢就讲说那个菩萨呢这个正使大佛焚烧身手，终不求救了舍念法的心何以故？为什么呢？菩萨常自思维菩萨自己呀常常正思维这样的想，我于无量的阿僧底劫呀就是非常久的时间，或在地狱呀恶鬼畜生，或在人，或在呢这个天这个等于这个五道了阿修罗他没有讲出来，因为阿修罗呢佛都不把它列为这个6个轮回里面佛都讲这有5道地狱恶鬼畜生人中天上人天然后三恶道5个为知觉佛之所燃烧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无量的阿僧底劫非常长的时间，在5道之中呢被那个知觉呢，就是我们自己造了很多的业就是怕感去有迄个感拔掉咧唔知影正业然后业进来就受苦被这个知觉佛之所燃烧拢去互伊安尼烧啦，烧啊拢唔知听。那痴不成得一决定法就是在5道轮回的时候呢，都没有得到一个决定的法决定法者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我们了解说，佛在讲这个法就是讲呢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们把它翻成中文阿呢就是无啦，没有的无，耨多罗就是上下的上三呢就是正，藐就是等三正菩提觉翻成中文无上正等正觉就是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这个法有时候呢我们就讲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是也可以应用在我们修的方法在法里面最高的法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各位知道吗？因为佛在用有时候会把它用在我们佛性本体，有时候会把它用在我们修持的方法就是最高的能够达到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可以成道，可以成佛。那么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终不复习身心里面就是在无上的正等正觉已经得到了知道了，然后就不复习我们的身心里面这个有形有相的东西就不复习了不会很重视它，因为无上的正等正觉是最高的我们就近的，我们回到本位的地方那么这个身心里面都是短暂的现象很短的时间呈现在凡尘，很快就不见了。那么我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实遂身犹如为尘，终不放舍，精勤尽所以这个就是很精进的那个程度很过就是为了无上的正等正觉正实遂身浑身碎骨了，那么犹如为尘，已经身都碎成为尘了，终不放舍精进勤精进也就是为无上的正等正觉全心努力。何以故勤精进心即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我们那个很精勤很这个精进的心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因要有这个因果报一定会呈现。三男子
如是菩萨呢，未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能如是啊，不惜生命。所以啊，佛就跟那个迦叶讲，说这个菩萨他还没有看到啊无上的正等正觉，就能够呢，这样子的不惜啊生命，况复见你，那给他见到了以后呢，那更是不舍。是故呢，菩萨呢不可思议，这个迦叶呢特别问的菩萨为什么不可思议啊？佛就讲这样，就是要有那一种啊，追求的心。又复菩萨呢，所见啊生死无量过患。这个菩萨所见啊，我们一样见过了，这个生死无量。我们也都一样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生死死啊，都一直这样经过，已经呢非常多了，非常多的这个生死，所以生死无量，过患、过错啊，跟患难，我们呢都一样都经过，非是声闻眼界所及呀，菩萨见到的生死，无量过患呢。不是呢，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所能够到达的，虽知呢生死，无量的过患，为众生故啊，于中受苦，不生厌离。所以这个菩萨呢，虽然知道呢这个生死无量，这个过患，但是为了众生，要度化众生，在这个六道轮回之中啊，受苦。不生厌离呀，不会呢，讨厌啊，离开。是故复名啊，不可思议，就是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啊，他呢，真的不可思议啦，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索，不能用嘴巴来论议，哇，他已经超越了，所能够想的，所能够讲的，他都超越。那么菩萨呢，为众生故啊，虽在地狱啊，受之苦恼，如三产乐。这个菩萨为了众生，虽然已经啊下地狱在受苦啊，都很苦恼，他呢，心啊好像在三禅，那样子的快乐。我们了解说，初禅、二禅啊就已经很不错了，三禅呢更理想。进入四禅那个连呼吸吃饭也不要了，那个更高，是故复名呢不可思议，他呢受苦都没关系啦，我们呢人啊稍微受一点苦啊，哀哀叫。三男子，譬如长者，其家失火，长者见矣呀，从舍而出啊，之子在后，未脱呢火难。所以这个在讲那个我们最后的释迦牟尼佛所讲的《妙法莲华经》啊，这个《妙法莲华经》的内容啊，就是在讲这个他长者啊家里失火了然后已经出来，可是啊长者的那个祖孙都在里面还在玩乐啦，都不肯出来这个就是讲《妙法莲华经》。然后长者尔时啊，定知火害，知道这个火啊很厉害，会把人都烧死啊，为之子故啊，贤还护救，不顾啊其难，搁入去，厝火烧厝啊，子孙啊无出来，伊虽然已经走出来，搁入去救遐子孙啊，不顾其难啊。不会说进去啊会被火烧死，不怕。菩萨亦复啊如是，也是这个样子。虽知生死啊，都知过患。虽然知道啊这个生死很多的一些啊过患，我们在生死之中啊，我们就了解到要受非常多的苦啦。所以今天母亲节我们就了解到。这个当母亲的啊，真的很伟大假如说已经当母亲就了解，孩子啊稍微啊这个身体啊不舒服，这个母亲都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这个就是半夜啊也抱着孩子赶快到这个到医院里面求治
所以我们这个当人家子女的一定要孝顺啊。因为以前或许开进车啊，这个半夜想要回去休息了，遇到那个母亲抱着孩子出来招手，拜托了，给我载来医生馆啦，讲好，一定要开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啊所以你看那个心啊，我们就是了解到都无怨无悔付出了。那个都没有讲代价的，都无怨无悔。那所以我们最可贵的就是这一点钱啊。那我们一定要回报。长大了啦，不是家己大汉的啦，父母无把咱生出来，无把咱抚养咱哪会大汉？所以唔通假熬。大家拢父母饲大的，所以一定要孝顺。那个叫回报了。伊甲咱辛辛苦苦养大，咱得爱甲伊照顾，不要老了以后请个外劳照顾就不管了，提钱咧使贵下无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都失掉了，那一种亲情，一定要自己本身来照顾了，这样才能够有那一种回报的心。所以之前各位不是有看到一个年岁蛮大的然后用矮巾背着他的母亲去就医，有没有？那个报纸都登出来，就很少有这种人大家都会请一个外劳甲顾得无讲本身的就是能够自己本身去做。所以我们要了解，真正的当长辈老最喜欢的就是儿女在身边啦。你若有安尼囝儿睡伫边滴滴答答安尼伊就足幸福的啦。虽然讲安尼物质真富裕互伊用伊袂感觉好啦。你囝儿孙伫边就真温暖真好。所以我们要将心比心啦，一定也要回报。才不会说我们人在这个凡尘顶天立地这个没有做的话，怎么顶得起天立得起地都有亏所以我们一定要当个孝顺的子女。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长者虽然知道那个火很厉害，会烧死人，可是他还是尽气为了要救那个子女。所以菩萨也是这样知道呢生死很多过患，可是为了众生处之不厌就是处在那一种环境之下不讨厌事故复明呢不可思议，就是不是我们的头脑可以思索嘴巴可以论议。善男子，无量的众生发菩提心，见生死中呢都知过患，心即退没这上老实啦，讲甲上实在咱无量的众生呢拢发菩提心拢有都有那个觉，可是看到生死这么多的挫折患难心就退没了卖啦我家己有生活就好不用再去度化众生，所以心就退没了后为声闻后为缘觉所以菩萨呢不做了，我来做阿罗汉，我来做辟支佛，所以就退没若有菩萨呢闻是经者终不退失菩提之心假如说有菩萨听到了大涅盘经他呢终不退失这个菩提之心那个菩提心一定呢不会退失掉。所以这个菩提心永不退失那个最起码都在八地菩萨了，第八地叫不动地已经呢不会退转了八地，然后在七地以下呢都还会啦，遇到挫折我卖度众生度家己就好。何谓声闻缘觉也他呢不会退失菩提心，变成阿罗汉呢辟支佛
如是菩萨呢，虽复未阶啊，持不动地，虽然他还没有到达第八地，菩萨第八地啊，不动地，而心坚固啊，无有退没，心啊非常坚固。各位浅显，我们到第几地了？欢喜地到了没？初地啊，欢喜地。二地呢，离垢地。离垢地啊，就是第二地啦。第三呢，发光地。第四啊，宴会地。第五啊，第五是什么？我都要跟你讲才会使啦，当然无一样。我们就是要要了解说这个菩萨的实地啊，那个都是一个阶啦，一阶一阶，在修持的过程里面啊，就是啊，你到一阶就是一阶啦，那个渐修的方式，那或许都提倡顿教。顿教从凡夫啊直接到佛地啊，这样呢就比较不会有中间的挫折，也不会有中间的成就而停顿的所以啊，我们了解说第五地就是难胜地就要改胜过就困难的难胜啦难胜地，然后第六呢远行地，对吧？第七现前地。第八就不动地啊，不动地就不会退转。你甲不动地就固定啊，搁较那歹环境搁拄着搁较慢，都绝对袂退啊。那个叫不动地第八。那第九啊，就散会地。然后第十啊，法云地啦。搁去你的甲等觉、甲佛平等的觉悟啦，搁去你妙觉的佛啦。要教会真的，拢要教会。拢也未啊，还搁等咧努力啦对，还正在努力。善男子若有人言，我能湖渡大海之水，如是之言啊，可思议不？佛就做一个比喻啦，讲有人咧讲，我会当浮的渡过大海的水，讲这款话咱想会到的，想会到的，然后啊，假设就讲世尊，如是之言啊，或可思议，或不可思议。何以故？若人度则不可思议；阿修罗度啊，则可思议。阿修罗得办法，渡过大海水。那我们人大概不可能。善男子，我亦不说阿修罗也，正说人耳。佛就讲，我不是咧讲阿修罗啦，我咧讲人啦。然后假设说世尊，人中亦有啊，可思议者，不可思议者。世尊，人有两种，一则圣人，二则凡夫。凡夫之人呢，则不可思议；贤圣之人啊，则可思议。这个佛就讲，善男子，我说凡夫，不说圣人。我在讲凡夫啦。假设说世尊，若凡夫人啊，实不可思议。凡夫人有办法渡过海水，死去啦。部分拢也未甲海过就死翘翘。世尊，若凡夫人实不可思议。善男子，凡夫之人啊，实不能渡大海水。凡夫没有办法渡过这个大海水，会被海水吞没，去有海水降。如是菩萨呢，实能渡以生死大海，是故复名呢不可思议。这个菩萨呢，实在能够渡以生死大海。这个生死啊，那个菩萨都不看在眼里啦。所以要了解到说我们就是要了解那一个心呐。生死啊，是我们凡人在这个现象啊所呈现的。看到有生离生，不能呼吸的死生死。可是啊，这个生死啊是现象，我们的佛性啊不生不死，没有生死啦。
所以我们了解说当我们的身体不给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请佛性本体当下这样的话呢又有这个现象呈现所以这个现象呈现就呢能够使我们又有这个现象呢能够这个来度化众生。善男子，若有人能以我根师呢衔须弥山，可思议不？那个我根师我莲藕，各位浅浅，我们有吃过莲藕吗？有没有看过莲藕丝？我叫我看戏莲藕的丝莲藕退心火啦，心火啦大吃一寡莲藕心火就退所以我们修道就是要把心头拢可以降了这个易经教我们怎么样退心火所以莲藕那个根那个丝可以衔着须弥山一个山用那莲藕丝那个吊吊的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啦！一声山拢长，山都落落来莲藕丝长去所以那个迦叶就回答说：不为是真，无法度啦。善男子，菩萨以一念情悉能称量一切生死，是故复名不可思议。所以菩萨在一念起，就是我们一念之间咱一个念头就有法度能够称量就是能够去了解到整个生死对他的这个影响能够称量所有的生死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能够称量人讲称看卖咱几两啦各位浅显捌称捌称家己几两无？捌人捌几斤几两？那个是身体的重量我们在讲佛性佛性的重量讲几斤几两？那个说能力啦讲即马要请你去把迄个西的大桥留歪去小甲搬叮当咧这个在回答所以佛呢就讲善男子，菩萨以无量阿僧底劫常观生死无常无我无乐无见菩萨呢已经在非常长的时间在观呢我们人的生死我们人生死都无常，然后里面生死里面没有我也没有快乐，也没有清净无常无乐无我无见这个叫四果佛以后常乐我净那个就呈现我们的这个常乐我净。所以了解说这个无常无乐无我无净就是我们凡夫众生都是这样，然后进入佛菩萨呢就是常乐我净。那么而为众生分别演说常乐我净这个已经观呢那个我们人生的无常无我无乐无净，然后而为众生呢分别演说常乐我净。虽如是说呢然非邪见是故不明不可思议虽然呢这个菩萨还没有证悟常乐我净，可是呢他这样讲不是不对，是正确的啦常乐我净。所以或者就讲只要我们已经呢这个体会进入常乐我净所以或者都讲
我说你来听后学的课，按照后学讲的去做，没有成佛呢，我一定再来陪你们修，有没有？那个不能随便发愿，那个要呢，只要你出生，我要跟着来。所以那个都是很大的愿。那为什么肯发这个愿？就是因为后学体会啊，最重要就是常，如如不动。所以后学时常讲，我们的佛性啊，因为冲晒整个宇宙虚空，唔免叮当啦，唔免那里招来招去，都唔免，如如不动。然后为了说不容易体会，我就用照相机的原理来说。我说你看我们玩过相机的人都知道，你在按快门的那一刹那，镜头不能晃动，一晃动你洗出来的相片啊模糊不清。那假如说我们的佛性是在玄关，那我们整个都在动啊，你看起来一定都模糊不清啊。可是我们现在动得很快，看得很清晰啊，有没有？就是身体动了，佛性没有动，佛性如如不动所以不管我们身体怎么动，佛性都不动，所以看得都很清晰这样来体会我们佛性如如不动这个常住不迁你体会了，知道了然后从这一个角度再延伸肉无所见即是真实见的如来。你看我们的心跑得快不快？有一个动作咱古个拢叫印，大家拢看那个动作。我讲哎呦大家那拢等于变鬼，什么现象？原来一个人在动。你看奥不奥妙？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不受主观意识左右，不受客观环境影响，我们修道人就是要有这个定容不容易？不容易呈现在生活之中就要体会了这个跟我无关，干嘛我一定要受它影响所以我们了解说尤其我们研究心理心法，那更从心法，这个叫心法。你去我印题我咧讲啥你有听？有听声尔，不知道内容所以就没有用了。所以要了解到那个法你要听到都很不容易你看你出去外口有在听无？你找不到听的地方了，没人讲没有人讲，你想听都没得听所以要了解那个可贵那个不是普普通通或许都一直在找传承人72岁了，毕竟都年岁大了爱找一个进来顶，找不到，有谁愿意顶为什么我打都是我？谁打都是我，不打对不对？那就是你们不相信道生女生天女生。好，继续看。我们也要了解说你体会到那个证悟了以后的常只要你体会到常，那个乐我净就容易了那个常呢最不容易所以我们了解说或者都一直说肉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如来，肉有所见即是邪见肉无所见，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法相，能所都没有，能所双明，就是已经回到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已经回到佛性本体那个就常住不迁如如不动就是那个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平常一定都有我能看我所看所以事项都很鲜明。那只要我们进入到没有能所
没有能守就没有对待，那没有对待就是决定体，绝对的是一个最究竟的我们要追求的那个目标。那所以我们了解，只要你体会到了那个如如不动那个常永远都在那个佛性本体，然后乐就已经呢从常产生快乐，那个快乐没有苦来相对待是永远快乐。然后我不是身体的我是佛性的我，充在整个虚空那个都是我，都是如来都是佛。然后净就是清净只要你常乐我，清净自然呈现。所以常乐我净是修正以后的4个果位名称我们都有，我们都具备了，只是我们都没有体会，没有启发。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启发在日常生活之中，那你就可以超越凡尘的所有现象凡尘的现象你都超越了所以我们追求的就我们自己呢要努力去做。三男子如人呢入水水不能溺入大猛火，火不能烧，如是之事不可思议就是我们呢这个人入水水不能呢这个飘溺入火，火不能烧，这一种事不可思议。那菩萨呢亦复如是，虽处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是故复名不可思议这个菩萨呢也是这个样子，虽然处在生死不为生死之所恼害三男子人有3品谓呢上中下，下品之人呢初入胎时作是念言：我今呢处厕就是在这个厕所众会归处所有的误会所归的地方所在如史诗间呢，好像呢在停放呢那个史诗的那个房子众极其次中大黑暗处就很不理想的那个环境。那么初次开始故作思念：我今呢出厕出众会处，乃至出于大黑暗处已经呢出来了。中品之人呢作是念言：我今入于众士林中，清净河中，房屋设宅，出死于耳。那上品之人呢作是念言：我生殿堂在花林间，成麻成象这个登至高山出死于耳。那菩萨呢初入胎时自己知道入胎自时知道出初时呢知道出，终不生疑贪嗔之心不会呢生出呢贪嗔的心，而未得阶还没有得到呢这个阶起出自地也这个菩萨呢10地，第一个欢喜地第二个离垢地，第3个呢发光地，第4个宴会地，第5个南胜地第6个现前地，第7个远行地，第8个不动地第9个善会地，第10个法云地是故复名不可思议就已经呢自在地中。三男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实不可以比喻为比就是那个无上的正等正觉不能用的那个比喻来比。那心呢亦不可以这个方喻为比而皆可说。虽然不能够比但是可以讲这个菩萨呢无有师资就是没有老师来质问受学之处
而能得是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地方去问，没有受学的地方所在，而能够得到啊无上的正等正觉，得是华矣。心无啊牵令，常为众生而演说之。是故复名啊不可思议。所以菩萨呢，没有人教，然后他会，会了以后呢，心也没有这个牵令圣华，常为众生的演说，把他呢知道的都讲出来所以啊不可思议。我们凡人啊，大部分都留个3分，留着赚钱那留着要胜别人。三男子菩萨不见一华，是身是业，即以离主，而亦有理。是故复名啊不可思议。佛亦如是。这个讲身口意这个不见一华，菩萨呢不见一华，一华都没有，是身是业。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凡尘万法，万法都归空了，万法都是虚幻，所以我们万念都放下，没有一法，没有一法的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没有一法的法就是最高了，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所以菩萨呢不见一法，是身呢是业，即以离主，离开呢这个主人，而亦有理，说没有理也有理有理也没有理，所以这个很奥妙。是故复名呢不可思议，就不能用头脑来想，不能用嘴巴来议论。那口呢也是一样。嘴巴，三男子从身离身，从口离口，从慧远离，非身非口。所以我们了解从我们的智慧然后远离我们的身，我们的口。所以身口意就是3业啦。我们所造的业都是从身口意来，身口意才会造业。然后我们身口意业不造恶，身口意都不造恶了，这样呢就没有业了，不会有业。所以身口意我们呢就是了解身呢要我们做坏事大概不容易可是那个口嘴巴讲我们就很喜欢讲话，就要留一点口德啦，卖乱讲。因为都会把我们的那个德用嘴巴用了用光光的。然后意念我们意念呢最难去修持啦，所以我们要从意着手，那个意身口意的意我们这个意都看不见的啦，心里面在骂人外面看不出来我们时常心里面在骂人，有没有？因为我们都会这个博取好一点的印象，无我都唔捌。老实讲心里面有骂过人没有？因为我们在凡尘所遇到的现象，最好解决呢，就是从从意念去解决这一些困难。比如说你遇到很不合理的现象，那你最后解决在意里面把它骂一骂你就消气了，那个生气就消失了，容不容易？真的你用嘴巴讲出来要跟人家打架，那个要有武力身体要很强壮。你假如说娇小的话，他点的。较无代志。所以我们了解说意念真的修意念就是最难。你修到全部能够低心下气真的给人家看起来你真无路用，真无路用的修真好啦，有路用的拢修真歹。所以我们了解到在凡尘有时候角度啦，看的角度
能够很柔软的那个最不简单。他一定能够放下自己的一切，你才能够很柔软。那个就处事的最上策，最高的方法，就是我们要了解到说，很不容易啊，做到那样的那个状态。三男子菩萨呢，有身啊远离非口，有口远离非身，有非身口而亦远离呀，这个身，这个远离者谓呢离杀道也，口远离者啊谓离妄语、良舌、恶口、无异语，这个无异语啊就是绮语，非身非口。亦远离者，所谓呢贪嗔邪见，贪欲啊，嗔恚邪见。三男子菩萨不见一法，是身是业，即以离主，而意呢有理，是故复名啊，不可思议，然后口呢亦如是，这个不见到一法，他能够离，我们又怎么讲上去的？我讲上去也不一样的三男子实有此慧，然不能令啊菩萨远离，何以故？三男子无有一法能坏能咒，有为法性，亦生亦灭啊，是故此慧啊不能远离，那个智慧没办法远离。三男子慧啊不能破，佛不能烧，水不能烂，风不能动，地啊不能持，生不能生，老不能老，住啊不能住，坏不能坏，贪也不能贪，嗔啊不能嗔，吃呢不能吃，以有为性啊，亦生亦灭故。所以这个佛就讲，这个慧没办法破，火也不能烧，水也不能烂，风也不能动，地也不能持，生也不能生，老也不能老，治也不能治，坏也不能坏，贪也不能贪，嗔也不能吃，吃也不能吃，以有为性啊，这个有为亦生亦灭啊，这个生的时候啊，不同的那个生的地方所在，灭也是一样。那菩萨呢，终不生灭，我以此慧啊破之烦恼。我不是用这个智慧来破呢所有烦恼，而是说言我破烦恼。虽作是说呢，非是虚妄，是故复名啊，不可思议。佛呢以那个每个角度啊，来讲。每个角度的那个亦生亦灭啊，它有为性呢，都没有办法去处理。可是啊，以总的方面来说，从佛性本体，用佛性本体的智慧，来破之烦恼，就呢可以啊，所有烦恼破除掉。所以佛就讲，所以这样讲呢，不是虚妄，不是假的，是真的，所以不可思议。那么迦叶呢，复言，是真。我今使之啊，菩萨不可思议，佛法众生大涅盘经啊，及受持者啊，菩提涅盘不可思议。是真，无上佛法当久尽住啊，几时而灭？这个地方呢，迦叶问说，这个无上的佛法，当久尽住，有啊多大偌久？偌久会灭？多久啊会灭？三男子，若大涅盘经乃至啊有事五行，所谓的圣行、幻行、天行，并行、因而行。若我弟子啊有能受持，读诵诗学，演说其意，为之众生之所恭敬，尊重赞叹，种种供养，当知尔时啊，佛法未灭。所以啊，这个迦叶问说，什么时候会灭？佛就讲，像这个样子啊，那个佛法未灭。三男子，若大涅盘经具足流布啊，当尔之时，
我之弟子多犯境界，造作众恶，不能尽信啊。如是经典，以不信故啊，不能受持。读诵诗学，解说其意，不为众人之所恭敬啊，乃至供养，当知佛法不久将灭。所以啊，那个没有人要信的话，佛法就灭了；他会信的话，佛法会在。迦叶呢，复白佛言：世尊，我亲从佛，闻如是意。设佛法自是啊7日，然后灭尽。世尊，迦叶如来有是经部，若其有者，引何言灭？这个迦叶问呢，说迦叶如来的时候有没有涅盘经？假如说有的话，这个假如说若其有啊，引何言灭？如其无者啊，引何说言？大涅盘经呢，是知如来秘密之藏，就是秘密的宝贝。那么佛就回答：善男子，我先说言，唯有闻思啊，乃解是义。说呢，之前就有讲，说文殊菩萨呢了解这个义理。那么经呢当重说，现在呢又讲，为了你又重讲，自心呢谛听。善男子，知佛世尊有2种法，一则是法，二则地义法。是法可灭啊，地义法则不坏灭。那个是法会灭啦，地义没有灭的时候。那么故有2种，一则无常无我无乐无见，二则常乐我见。无常无我无乐无见呢，则有坏灭；常乐我见则无坏灭。常乐我见不会坏啦。无常无乐无我无见那个是世间的会坏。故有2种，一则外二则内。外法则有坏灭，内法则无坏灭。内法就没有坏灭。故有2种，一则二圣所持，二则呢菩萨所持。二圣所持则有坏灭，菩萨所持则有坏灭。故有2种，一则有为，二则无为。有为之法则有坏灭，无为之法无有坏灭。有为会坏，无为就不会坏。故有2种，一则可得，二则不可得。可得之法则有坏灭，不可得者无有坏灭。故有2种，一则共法，二则不共。共法坏灭，不共之法无有坏灭。故有2种，一则人中，二则天中。人中坏灭，天无坏灭。故有2种，一则11部经，二则方等经。11部经呢则有坏灭，方等经典无有坏灭。所以这个方等经就是大圣经的通论大圣经都叫方等经。善男子，若我弟子受持读诵、思学解说方等经典，恭敬供养、尊重赞叹，当知尔时佛法不灭。这个善男子汝向所问迦叶如来有是经部。善男子，大涅盘经悉是一切知佛秘藏，秘密的宝贝。何以故知佛虽有11部经，不说佛性，不说如来常乐我见。诸佛世尊永不毕竟入于涅盘。是故此经名为如来秘密之藏。11部经所不说故名为常。如人七宝不吃外用名之为常。善男子，世人所以这个常积此物为未来事故。
何等呢？未来是所谓福贵贼来侵国，之意呢恶王未用赎命道路极难，才难得时，乃当出用。善男子，知否如来秘密之常，亦复如是。为未来世知恶比丘续不见物，为世众说如来毕竟入于涅盘，读诵四典不敬佛经，如是等恶现于世时如来未遇昧是之恶令得远离邪命力如来则为演说是经。若是经典秘密之常，昧不现实，当知尔时佛法则昧就没有佛法。善男子，大涅盘经常不变异允和难言迦摄佛时有是经部善男子，迦摄佛时所有众生贪欲为薄，智慧之多，知菩萨等调柔异化，有大威德，总持不忘，如大象网，世界清净一切众生悉知如来，终不毕竟入于涅盘，常住不变。虽有四典不须演说虽然有，不需要讲。善男子，今世的众生多知烦恼，以痴许妄，无有智慧，多知以往信根不立，世界不净。一切众生贤为如来无常千变，毕竟入于大般涅盘。是故如来演说是典就是大涅盘经。善男子，迦摄佛时迦摄佛法实亦不昧，何以故常不变故。善男子，若有众生我见无我，无我见我昧见不昧，不昧见昧罪见非罪，道见非道实是菩提见非菩提，实是四谛见第一义谛以真佛语名为魔语实是魔语以为佛语。如是之时知佛乃说大涅盘经所以讲大涅盘经的时候那个都不一样的外在的环境。善男子灵说蚊嘴进大海底就是那个蚊子的嘴巴把大海水的水都这个吸干了。不可说言如来法昧灵说口吹须弥散坏。我们把那个须弥山用嘴巴吹吹到须弥山坏掉。不可说言如来法昧嘴巴去吹须弥山大概我那读个歹去那个蚊子的嘴巴吸干大海大海水那个读个歹连言以所需佛猛风不可说言如来法昧可以我们讲说用绳索把那个猛风绑起来，让风不吹，可不可能风太强啦，用绳给它绑起来，卖给它吹啦，这个佛才讲得出来我们众生来想不到了。善男子，若佛吃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有弟子解甚深义，而佛世尊遍涅盘者，当知是法自是不久。说佛出现在凡尘，得到无上的正等正觉以后，然后没有弟子能够了解这个很深的义理，这个时候佛世尊就会涅盘就不再凡尘了当知是法在凡尘自在世间的时间就不久，就很短。若佛初次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有之弟子解甚深义，当知是法久住于世
有弟子能够了解啊，这个无上的正等正觉很深的义理，那么要知道这个法就可以啊，久住在了这个凡尘。若虽有弟子啊解甚深义，而无有笃信白衣檀越，这个白衣檀越就是我们呢，凡尘的众生呐，檀越啊，就是布施的主人，施主，因为布施了以后可以越过贫穷，所以叫檀越，檀就是布施，白衣呢就是我们众生，那个之一啊就是修道人。那么敬重佛法，佛遍的涅盘，当知是法亦自是不久，所以啊，没有那个笃信的这个众生的话，佛法也不会呢久在凡尘。若知弟子演说经法，贪为利呀，不为涅盘，佛复灭度啊，当知是法亦自是不久，就贪呢众生供养。在讲没有把那个真的义理呀，阐扬告诉众生，为了利养，为了大家供养你，那个佛呢就不会啊，佛法就不会久自在凡尘，多起啊这个赠送，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啊都会多起赠送，互相呢是非，这个讲你对我错，我错你对，是一切啊不净之物，所以啊我们了解佛呢，他只有允许啊三依一钵啦，剩下的东西都不允许我们拥有。而自赞言，我得须陀洹乃至阿罗汉，是法义啊，自是不久，这个自在凡尘的时间呢，不会很久。那么各自啊所见，我这样见跟你那样见，大家呢就争执啊，种种异说而作是言，长老之佛所制的四重之法，就是啊一舍正法，二呢舍菩提心，三呢牵令圣法，四个恼害众生，乃至啊七昧真法，比丘之僧呢，有四样式，言僧、密僧、幻僧呢跟四僧。那昧子四僧有7种毗尼，毗尼就是戒律啊，现前毗尼，意念毗尼，不吃毗尼，多余毗尼，自言毗尼，罪所处毗尼，草覆地啊，毗尼就是戒律，为众生故啊，或遮，或开，12部经呢，亦复如是。所以故佛之国土啊，10节各异，众生不同，利钝啊差别。是故如来或遮或开，有轻重说。善男子，譬如良医呀，为病啊无乳，为病呢遮乳。有的说你为了这个病啊，你要用牛奶；有的说你这个牛奶不能喝，热病啊，天服；热病呢可以服用牛奶，冷病啊，就不能喝牛奶。如来意耳。观之众生呢，烦恼病根，易开易遮啊，有的呢说可以，有的说不行。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意，唯我之意啊，汝不能知。唯我觉力呀，汝不能觉，我知道觉力呀，你不知道。我知呢知经，汝不能知，彼佛复灭啊，当知是法，自是不久。这样的话，大家在争不和啦，所以佛就不会再完成很久。若知弟子，不言我得须陀洹果，乃至呢阿罗汉。亦不说言，知佛是真呢，为众生故啊，或遮或开，长老我亲从佛闻，如是法，如是力，长老当依如来12部经，此意若是啊，我当受持，如其规则呢，我当呢去审。彼佛是真呢，遂复涅盘，
当知是法，久住于世。这个佛虽然涅槃了，可是这个法它还会在凡尘流传。三人子，我法灭时正说者少，邪说者多；受正法者少，受邪法者多；受佛语者少，受魔语者多。所以那个就已经事先呢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那么有声闻弟子，或说有神，或说神空，或说有中阴，或说无中阴，或说有三世，或说无三世，或说有三圣，或说无三圣。或言一切有，或言一切无。或言众生有始有终。或言12因缘是有为法。或言如来有病苦行，或言如来不听比丘10种，何等为实？人蛇象马与狗狮子之狐蜜佛，其余悉听。或言不听，入5种色，睹而云以9家王冠旃陀罗。旃陀罗就是那个杀生为业的人叫旃陀罗。这个男为旃陀罗，女为旃陀利。以毒杀为业。于舍悉听。若有阿罗汉终不犯如来在世之言。坚持为说善法。不说不善。尔时破戒比丘徒众，即共断是阿罗汉命魔王波旬，须以大火焚烧一切所有经典，其中或有余在者知婆罗门即共偷取，次次财舍安置极点，以是义故知晓菩萨佛未出时遂共信受婆罗门语。知婆罗门虽作是说，我有斋戒，而知外道真实无也。知外道等虽复说言，有乐我见，而实不解我乐见义。只以佛法一字两字，一句两句说言我点，有如是意。这个偷佛的经典装在他们的教义里面。尔时悉是那城娑罗双世间无量无边，阿僧祇众闻是已语，悉共唱言：世间虚空。世间虚空。迦摄告知大众：汝等切莫忧愁啼哭，世间不空，如来常住，无有变异，法身于耳。尔时大众闻是已语，啼哭即止，悉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到这边就有一个段落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里面都佛在交代一些比较重要的这个已经毕竟要入灭之前的一日一夜所说的这个经典那么接着这个大涅盘经第17卷总共有36卷换行第20即是共25品36卷。那么尔时王舍大臣王舍城24王其性弊恶，喜行杀戮忌口是恶贪为愚痴，其心炽盛为见现在，不见未来。曾以恶人而为见熟，贪着现世不亦乐故，故亡无辜横加利害，因害物语心生毁乐，身出羸弱惧乐不欲，心毁乐故遍体生疮其疮臭秽不可复近，就是不能到他的那个附近一到附近没有办法呼吸。行之念言，
我今此生啊，已受花报，就是已经呢接受果报，地狱果报呢将近不远，地狱果报啊也就要来了。那么尔时其母啊，委提西货，以种种药而为涂之，其仓呢，遂增，无有降损，愈国呢愈济啦，无讲好去。王及百亩，如是昌者，从心而生啊，威势大起，为心生出来，不是呢随有风土出来的。若言众生有能治者啊，无有是处，都无法度治啦。众生呢一定无法度治。那么有六外道大师啊，之王首，这个谏言，六道这个外道的大师有6个呢，到呢这个24王这边呢跟他讲，这边有把那个6个外道的名字啊就写下来，要想去治疗呢那个国王的病，若常愁苦啊，遂愁遂增加，如人喜眠呢，眠则滋长，滋多，这个愁苦啊。那个愁会增加了，增长。我们呢喜欢睡觉啊，那个越睡啊，也会越长。贪饮嗜酒啊，亦复如是，也都是这样。王言说：“我之啊，痴盲，无有慧目啊，今之恶有，而为亲善。说我没有智慧的眼睛呐，看人拢看不清呐，恶的看这好的。”这个谁呢？提波达多这个恶人之言，王华之王恒家呢？厉害，我真稳记呀！若以父母、佛及弟子生呢不善心，其恶业啊，如是果报，在阿鼻地狱。我父先王持策呢留念啊，然我不孝，不知报恩呢，常以安乐。安乐于我，而我被温啊，晚断其乐。他自己都知道错了，自己知道不对。那么尔时大医啊，名字叫奇婆，往至王首啊，白王，跟那大王讲，说大王得安宁不？王以既答，就回答：若有能永断啊一切之烦恼。不贪念啊，这个3界，乃得啊安稳宁，安隐宁，睡眠。若得大涅盘啊，演说甚深意啊，名真婆罗门，乃得啊安隐宁，睡眠。身无之恶业啊，可离以是过，就是恶口妄言曲两舌，心无有以往。乃得呢安隐宁，身心无热恼，安置啊极静处，后至无上乐，乃得呢安隐眠，睡眠，心无有起着，远离呢之怨愁，常和啊无争讼，乃得安隐眠。若不造恶业啊，心呢常怀惭愧。信恶啊有果报，乃得安隐眠。敬仰于父母，不害一生命啊，不盗他财物，乃得呢安隐眠。调伏于知根，亲近啊善知识，破坏呢四魔众。这个四魔呢，烦恼魔、欲魔、死魔跟天魔，所以3个有内魔，天魔是外魔，外魔才1个，乃得呢安隐眠，不见急不急，以及苦乐等，为之呢众生故啊，人转于生死。若能如是者呢，乃能安隐眠。谁得安隐眠？所谓啊，知佛事啊，下面人有法度知佛才有办法。身观空三昧，身心安不动，谁得呢？安隐眠。所谓慈悲者，慈悲就可以。
常修不放逸呀，视众如一子，众生呢，无明，众生呢都无明啦，都明暗明不见光，不见烦恼果，常造之恶业，不得呢这个安隐眠，若为以自身呢，及于他人身，造作十恶业，身口意12业，不得呢安隐眠。若言为乐故害故无垢救，随是恶之事不得安隐眠。若食过节度，这个吃的太超过的，能淫而过差，这个吃的能的这个太超过了，如是则病苦就会生病，不得呢安隐眠。若以往有垢，就是犯法，邪念呢他父母，即行旷路者不得安隐眠。这个呢都是讲那个不好的然而会遭受的一些现象。七佛，我今呢这个病重，一正华王心恶厉害，一切良医妙药咒术善巧，瞻病所不能治。何以故我父先王如法来治理国家，实无垢救。我恒家厉害，如蚁处入，当有何乐？好像蚁在水中嘛，它处在陆地就没有快乐了。如人自知命不中路，如王失国，逃并他土，逃到别的国家，如人稳病不可疗治，这个只有听没有办法治疗。如破戒者稳说罪垢，我习成文智者说，身口意业若不清净，当知世人必堕地狱。我今如是允何当得安隐眠也？今我又无上大医，演说法药，使我病苦。这个呢都蛮这个实在的。七婆他就回答说：善哉善哉，王呢虽作恶心生这个重悔，就是心里面已经呢深深的感到惭愧这个大王诸佛世尊呢常说是言，有200法能救众生，一惭2愧，就是惭愧。惭则不自作罪，愧则不叫他做，所以惭愧不自己作罪，不叫他人做。惭则内自修持，愧则发怒向人。发怒呢就是讲出来，我做哪个地方不对都不掩盖，都讲出来给人家知道，叫发怒。这个惭则修人愧则修天。所以惭愧对人对天呢都很对不起，是名惭愧。无惭愧者不名为人，名为畜生。所以我们人呢都是要有那个惭愧的心，没有惭愧就变畜生了。有惭愧者呢，则能恭敬父母师长。有惭愧者故说有父母兄弟姐妹，惭愧者呢才有。善哉大王，具有惭愧，大王且听。诚闻佛说这个诚就是那个七婆，说呢有听佛说过，智者有2，一者呢不造之恶，二者呢咒语忏悔，那愚者也恶，一则作罪二则护罪，护藏，把那个做的掩盖起来，虽先作恶或能发怒，悔以惭愧更不敢做，犹如浊水自知明知
以知的威力啊，水极为清，如烟云除，业啊则清明，作恶啊能回，亦复如是。王若忏悔啊，怀惭愧者，罪呢，则除灭，清净啊如本。你只要是这个有忏悔、怀惭愧啊，那个罪啊就可以除灭。大王复啊有两种，一则象马种种畜生，二则金银种种珍宝。象马虽多呢，不敌呀一株。大王众生欲耳。一则恶护啊，二则善护。多做啊之恶不如一善。诚闻佛说，修一善心啊，破百种恶。只要修一个善心啊，百种恶呢都破除掉。大王如少金刚，能坏须弥。那个金刚啊，可以破坏须弥山。那么高大的山呢，那个很少的金刚啊，就可以做到。亦如少佛能烧一切。一点点啊火啊，会当烧一大片。如少毒药啊，能害众生。毒药一点啊，就会当害死人。那么少善欲耳，能破大恶。一点善呢，也是这样，可以破除啊，大的恶。虽名少善啊，其实是大。何以故啊？破大恶故。大王如佛所说，复常则漏。不复常则无有漏，花露悔过啊，是故不漏。做了以后呢，就不掩盖，都讲出来。若做呢这个重罪啊，不复不常，以不复故呢，罪则为薄；若怀惭愧呢，罪则消灭。大王如水滴啊，虽微，见盈啊，大器。善心一耳。一的善心呢，能破大恶。若负罪者啊，罪则增长；发怒惭愧啊，罪则消灭。是过之佛，说有智者啊，不负呢，常罪，不把那个不好的掩盖。善哉大王，能信因果，信业，信报。回愿大王，莫怀仇怖。若有众生造作之罪啊，复常不悔，心无惭愧，不见因果及业报，不能知取啊，有志之人，不尽善友，如是之人呢，一切良医乃至瞻病啊，所不能治。更较高医生就无法度。因何罪人为一忏提？一忏提者啊，不信因果，无有惭愧，不信啊业报。不见现在啊，及未来世。不亲呢善友，不随知佛所说教戒。如是之人啊，名一忏提。知佛是真，所不能治。何以故？如是的死尸啊，医啊不能治。世间的身体医生无法度治疗啦。一忏提者啊，亦复如是。大王，今则非一忏提。允何而言啊？不可救疗，乃讲无法度治疗。大王当知，迦毗罗城，这个净饭的王子，智呢悉达多，无私呢觉悟啊，自然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32相呢80种好，庄严其身，具足实力，是无所谓。一切知见呢，大慈大悲。怜悯一切啊，如罗侯罗，罗侯罗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儿子啦。那怜悯一切就好像他的儿子一样。随善呢，这个众生啊，如睹祖母，好像那个小牛啊追逐母亲，这个知时而守。